同学们，不管你有什么天赋，请记住我们的口号：战士、骑士、狂战士，近战职业永远是觉醒最为简单的。不要相信所谓的梦想，有尊严的活着才是根本。导师看着稚嫩的学生们，不断地叮嘱他们，在这个世界内，只有进行转职的人才可以被称之为人。反观觉醒失败，整个人生也走向黑暗，一辈子都能当一个工具人，甚至是连生育的能力都会被剥夺。这是一个极为残酷的世界。5年前，无数怪物撕裂空间降临而来，现代科技一夜崩塌，70%的人类从此灭亡。幸好危难之际，庇护所携带神赐游戏降临了，人类这才幸免于难。透过职业觉醒，可以前往神赐世界进行冒险，而游戏里面获得的装备与力量是可以携带到现实中来的，算是第二世界。如今5个年头过去，秩序越来越森严，人类也算是有了生存下来的机会。但庇护所不是免费的，它只会保护未成年的孩子，一旦成年就要进行职业觉醒。每个人拥有2次转职的机会，转职成功即可走向光明的人生，至少有尊严的活下去；而转职失败，则沦为工具人，前往庇护所的劳作工厂，一辈子不见天日，甚至不能有繁衍后代的权利。至于导师为何强烈推荐近战职业，那是因为这种职业最为简单，只要锻炼肉体，学生就很容易转职，哪怕无法成为精英，作为护卫队守护庇护所也不错，甚至当一个工厂看门的都可以。至于其他的职业，这所学校是很难诞生的，因为有天赋的人很早之前就被筛选走了。这里的学生能出现一个特殊天赋转职的，都是万里挑一，基本上不可能。好了，一会我会派发觉醒之石，大家不要紧张，只需要握住石头就可以获得觉醒的力量，从而进入神赐世界新手村。当导师离开后，班级里大家开始疯狂地讨论起来。张泽，你准备转职什么？嘿嘿，鄙人不才，想转职法师，我老爹连东西都准备好了。听到这话，无数人投来羡慕的眼神。虽然这是一所平民学校，但总有一些人身份不俗，他就是其中一个。而且法师这种职业伤害高，身份尊贵，传闻中第一法师可以召唤暴风雪来攻击敌人，真是羡慕啊。对了，苏涵，你准备转职什么？听说你的精神力特别强，左有7.5分，要不要转职牧师？回头和张泽一起组队，你负责加血怎么样？在所有同学之中，苏涵是模拟测验中精神力最高的一个人，而张泽只不过6.5，但他的身世却不支持自己这样做。张泽闻言冷笑道：李青，你太瞧得起苏涵了，有天赋又怎么样？上次一个7.2评分的还不是无法转职，而且就算转职又怎么样？他有钱购买牧师的装备吗？该不会治疗术都不如我搓红药吧？神赐世界内装备出产的概率太低了，哪怕是白板装备都要5000元之币，而牧师这样稀缺的职业，装备更是天价，区区的一个锅怎么买得起？这话虽然难听，但说的是事实。苏涵坐在角落，全程保持沉默，懒得搭理这种人。没人知道他是一个穿越者，来到这个世界之前，自己就是一个资深的游戏迷。只可惜眼下的世界虽然精彩，可太过于残酷了，他想先活下去再说。导师的话是不错的，战士觉醒简单，就业也简单，哪怕转职为战士，苏涵觉得凭借自己丰富的游戏经验，也可以玩出不一样的感觉。至于张泽，前世职场什么人都有，自己完全没有必要和他一般见识。看到苏涵不搭话，张泽以为他怂了，于是更加的嚣张。怎么，是不是被我说中痛处了？要不这样吧，如果你转职失败，我家的警犬缺一个位置，你来补上怎么样？每个月3000元之币，狗粮管够，哈哈哈哈。如果说之前的话，最多不过讽刺，那么现在就有些侮辱人了。苏涵目光冰冷地瞪了过去，锋利的眼神如同刀子一样，把张泽都吓了一跳。但很快他反应了过来，区区一个锅儿怎么敢这样瞪着自己？可不等他说话，旁边苏涵的少女忍不住了：张泽，快闭上你的臭嘴巴！大家都是同学，没转职之前你嘚瑟什么啊？要是苏涵能成为牧师，我们就多了一个可靠的同伴。要是不会说话，你可以不说话。小雪，我只是实事求是罢了。嘿嘿，你别生气。对了，一会转职完成，我们一起组队怎么样？没心情。别啊，我连你的弓箭都准备好了，你可是敏捷系的天赋高手，一定可以转职成功的。看到女神发火，张泽连忙收敛气焰，可内心的火气却越来越大。谁不知道自己从2年前就喜欢尹天雪，可对方不知道怎么了，偏偏对一个锅关照有加，真是恶心坏了。
几分钟后，导师回来了，手里还拿着30枚觉醒之石。大家静一静，从前排开始，逐一的觉醒。记住，获得职业后不要急着前往神赐世界，先报备一下。觉醒之石呈现琥珀色，如同水晶一样美丽。拿到手后冰冰凉凉的。张玉觉醒成功，职业战士，天赋 C 级生命成长。李二觉醒失败。上官铁牛觉醒失败。王艳觉醒失败。李华觉醒成功，职业骑士，天赋 E 级耐力成长。赵方旭觉醒成功，职业刺客，天赋 F 级低级敏锐。随着失败的人越来越多，导师的显得非常无奈。谁让这是一所平民学校呢？张泽觉醒成功，职业法师，天赋 A 级法力窃取。哈哈哈哈！我竟然是 A 级天赋，我是天才，老子要成为法神了！看到自己的职业觉醒成功，还是 A 级的天赋，张泽站起来，表情无比嚣张，连导师都震惊了。A 级天赋啊！整个天元庇护所目前就只有一个 A 级职业者，现在竟然多了一个，还是法师。这时候，无数的同学都投来震惊的目光。A 级天赋，那可是天才啊！张泽虽然令人恶心，但天赋真的太惊人了。第二章 7.5 评分，竟然觉醒失败了。尹天雪觉醒成功，职业弓箭手，天赋 B 级多重射击。我的天赋竟然也很不错。听到自己班级内又多了一个 B 级天赋职业者，导师的脸都笑开花了。有这样的学生，自己躺着都可以升职加薪啊，真是不错。就是不知道苏涵这个孩子会不会觉醒特殊职业的天赋。虽然对方身世可怜，但为人善良又喜欢帮助人，哪怕不能觉醒特殊天赋，能觉醒就行。这时轮到苏涵了，他握紧手中的觉醒之石，一道金色的文字出现在其脑海深处。请选择觉醒的职业：近战、远程、法系。我选择近战。第一次觉醒，苏涵选择了稳妥。确定之后，金色的光芒朝着他体内汇聚，但仅仅持续了一会，光芒就快速的暗淡了下去。不会吧，苏涵竟然转职失败了？那可是 7.5 的评分啊，太可怜了，我还以为苏涵能够转职成功呢。伴随着无数的叹息声，导师也面露无奈。此时，苏涵手中的琥珀色觉醒石已经彻底暗淡了下去，这代表第一次觉醒失败了。不要灰心，苏涵，你还有第二次的机会。谢谢导师。其实苏涵自己也没想到，第一次转职竟然失败了。老实讲，他除了精神力是 7.5 评分外之外，力量评分也不低的，足有 5.9， 完全属于正常人之上的水平。但为什么会转职失败呢？苏涵有点想不明白。看到他觉醒失败，张泽放肆大笑，哈哈，我就知道你果然觉醒失败了。苏涵，要不要来我家当警犬啊？放心，每天都有骨头与肉汤的。对了，雪儿要不要一起组队？一个 A 级天赋，一个 B 级天赋，我们组队绝对杀穿新手副本。这一次，他根本无惧任何的目光，因为自己是 A 级天赋的职业者，远超普通人，哪怕是导师，此刻也不敢触及锋芒。A 级的天赋职业者，本座城市只有一位啊，而张泽将是冉冉升起的星星。尹天雪抿着嘴唇，安慰道：“别听他的，苏涵，你还有一次机会的，大不了转职一下其他的职业，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觉醒失败的。”谢谢。苏涵自然不会灰心，又不是彻底没有机会，自己怕什么？第一批人觉醒职业后，开始整理起来，准备前往神赐世界。而苏涵等人则是回到宿舍，等待下午的第二次觉醒。看着无视自己的女神，张泽恨得牙痒痒。管理者办公室内，张峰对着苏涵的导师说道：“林雪导师，张泽能觉醒，真是多亏了你啊！我听说你的班级上不只有他一个特殊职业者，还有一个 B 级天赋的弓箭手，我看应该让他们多组队，培养一下默契程度，这样没准能刷新新手副本的记录。你觉得呢？”“当然，管理者大人。”林雪轻轻点头。强强联合，培养默契，这样对于练级与副本的通关都有好处。很多强势的组合都是从新手副本时期磨合出来的。对了，这是给你的奖励，10万元之币，还有中等教师宿舍房卡1张。多谢管理者大人。当导师离开后，张泽对着张峰说道：“叔父，能不能求您一件事？”“说吧，你可是咱们张家冉冉升起的星星，不管什么事情，我都可以满足你，即便是新时代，家族也是最为稳固的关系。”张泽的父母是强大的职业者，而他也成为了 A 级职业者。如果以后变得更强，甚至可以带自己升级呢？他可是卡在30级很久很久了。是这样的，
张泽将苏寒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提及尹天雪的时候，更是恨得牙痒痒。结果张峰听了之后，胖脸微微一笑：“你小子还是太天真了，哪用什么除掉，直接开除不就好了？一个无法转职的废物罢了，就算留在学校里面也没有任何的用处。真的可以这样舒服？他不是还有一次觉醒的机会？这会不会违规？哼，就算能觉醒，也不过是一个垃圾。而且你不担心他如果成为 B 级的法系职业者，学校的资源，泽儿，你要记住，庇护所分给我们学校的资源是有限的。”听到叔父的话，张泽喜出望外，姜还是老的辣啊，直接开除不就完了？区区一个锅，凭什么跟自己斗？而且如果真被对方觉醒了 B 级的职业，那么资源是要倾泻的，哪怕叔父有私心，该给的东西还是要给。可如果没有这个人呢？那么所有法系的资源全部都是自己的。张泽可是听说过天元庇护所里面有一把白银级别的法杖，至今没人能够领取，那是庇护所降临后以超高评分通关新手副本才可以获得的奖励。目前根据他叔父张峰的情报，只剩下法师的武器还没有被人领取，其他的都被天才们带走了。神赐世界内装备一共有9个等级：白板、黑铁、青铜、白银、黄金、铂金、钻石、星辰、神级。而白银级别的武器已经是第4档了，目前有市无价。听说有人出价1000万都无法购买到一把白银级别的武器，足以可见这东西有多稀缺了。如果新手阶段就能获得一把白银级别的武器，张泽自信能够一飞冲天，甚至稳定排行榜100强法师都有信心。在叔侄2人的捣鼓下，很快苏寒的学生资格就被开除了，但他却还什么都不知道。下午1点，上学的路上，尹天雪对着苏寒说道：“真的别灰心，我姐姐就是第一次觉醒失败了，本来想成为一个剑客，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牧师，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多谢关心，我相信下一次一定可以觉醒成功的。”苏寒报以微笑。路上，他分享了一些自己的职业理解，比如弓箭手该如何卡位，还有如何防备怪物的袭击。虽然是纸上谈兵，可尹天雪却总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某次他将自己姐姐升级路上遇到的问题说了出来，明明只是吐槽，但苏寒却给出了不一样的见解。结果几天后，姐姐就非常震惊地说：“非常有用。”可见苏寒对于神赐游戏是非常有理解的。第3章，开除。真对不起，我觉醒了神级天赋，无法通行。什么意思啊？苏寒看着自己的学生卡无法刷开大门，直接愣住了。旁边的尹天雪以为机械故障了，结果自己的门禁卡是可以刷开的。旁边的同学也很疑惑，大家都不清楚这到底出了什么事情。直至机械守卫过来，检测到目标已经不是云岚学院的学生，门禁卡自动失效。听着守卫的声音，苏寒愣住了，其他人也露出了震惊的表情。这意思是被开除了？可凭什么？苏寒只不过是觉醒失败了一次而已，又不是全部失败。尹天雪气不打一处来，他质问道：“这到底是谁做的？难道庇护所允许学院随便开除学生吗？”机械守卫回答道：“这是来自管理者的权限，如果没有其他问题，请你离开。”冰冷的声音宣告了事实，苏寒是被云岚学院的管理者开除的。一般而言，只有天赋奇差或者是一些性格极端的人才会被开除，而他被开除基本上只有一个理由。众人纷纷投来可怜的目光，而苏寒虽然愤怒，但却无济于事。眼下他只能选择另一所学院。虽然觉醒失败过一次，但很多学院还是愿意收留的，毕竟多一个能觉醒的学生，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一件好事。培养职业者，庇护所是会给学院发放奖励的。尹天雪脸色铁青，本想拉着苏寒去找管理者，但却被他拦下了。别生气了，一些小人罢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可他们太恶心了，要不我和你一起转学吧？傻姑娘，你开什么玩笑？你的 B 级天赋，云岚学院是不会放人的。好了，我去找一下其他学院，你去准备练级吧。可少女本来还想说些什么，但看到苏寒非常冷静，也明白自己等人实力微弱，面对不公根本做不到什么，于是只能心中一叹，他感觉云岚学院真的做了一件蠢事。理论课，苏寒可是满分，放走了他，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离开后不久，苏寒就接到了导师的电话，对方听闻这件事情后沉默了许久，最终给了他一个号码。这是我曾经的伙伴，现在也是一所学院的导师，很抱歉，苏寒。没事，导师，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谢谢。对方也是一个普通人，
苏寒非常的理解，平日里林雪甚至还给他带过饭，只可惜对方的天赋并不高，再加上又是一个牧师职业，20级就是极致了。苏寒没什么行李，拿起自己的储蓄卡就前往了另一座学院。庇护所内是有大辆无人车的，30分钟即可到达下一个学院。大门口，苏寒隔着老远就看到了一位火红长发的妙曼女子，对方有着傲人的胸部，一双惊红的眼眸无比吸引人。你好，我叫林娜。你好，我叫苏寒。听闻了他的遭遇，林娜表示非常的同情，当场就让他输入资料入学了。你放心，如果你能转职，我们一定好好培养。我听林雪说过，她的班上有一位精神系数非常强大的学生，我想就是你了吧？是的，林娜导师。呵呵，不要这么拘谨，叫我林娜就行。想当初啊，我和林雪还是伙伴来着，只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天赋，也没有足够的底蕴。20级就是我们的极致了。谈及往事，这位林娜老师非常的怀念当初在神赐世界练级的风采。聊了一会后，入职手续办理完成，苏寒成为了天海学院的一名学生。接下来，你准备觉醒什么职业？法系的吧。既然近战不适合，那就只有法系了。觉醒失败后，苏寒一直觉得转职这种东西可能就是跟天赋有关。自己是穿越者，灵魂太强大了，无法容纳力量体系很正常。也许法系适合自己。林娜闻言没有惊讶，反而是认同的点头。你知道吗？其实我当初也是转职失败了，第2次的转职，我就像是你一样，很多人都看不起我，但我还是成功了，加油吧！觉醒之时一会在班级上会给你，不要放弃，我相信你可以的。多谢导师。来到班上，这里已经有很多的学生，这个时间点能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第1次失败的。众人坐好后，觉醒之时开始派发。苏寒坐在前排，属于是第1波开启的，有了头1次的经验，这次就熟练多了。请选择觉醒的职业：近战、远程、法系。法系。苏寒刚刚触动念头，他现实中手上的骷髅骨戒竟然也开始散发起来黑色的光芒，之前是金光，而现在竟然是黑色的光芒。只见虚空中，一尊巨大的骷髅正在与他对视。苏寒有些震惊，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会有这种场景，一般都是转职圣光涌入体内就结束了，哪有什么苍穹一般巨大的骷髅？难道说我这是特殊的转职？很快，金色的文字再度出现，提示：恭喜你转职成功，隐藏职业：死灵法师。提示：恭喜你觉醒 SSS 神级天赋王月之力。提示：恭喜你绑定未知装备王者古戒，但因为你等级太低，能力无法全部显现，被动可以发挥效果。王者古戒，等级未知，效果被封锁，每提升5级，被动会获得提升。被动王者威严，你的召唤物品质+2，召唤物数量+2。天赋王月之力，主动嗜血释放王月之力，令召唤物获得 30% 的攻速与施法速度加成，持续时间25秒，冷却时间30分钟。被动首次获得召唤的契约生物必定是首领级别的存在，他们具备强大的成长性与灵智，甚至可以指挥其他的亡灵生物。同时，每次死亡将不会直接灭亡，而是返回王月空间等待再一次的召唤。冷却间隔8小时，随着品级，冷却时间会上升。被动16格空间。提示：当前等级不够，天赋效果无法全部发挥。第4章恐怖的 SSS 级天赋王月之力。当他完成转职的那一刻，整个教室都安静了，如墨一般的漆黑光泽，实在太耀眼了。天哪，这竟然是隐藏职业！刚来的转学生竟然直接成为了隐藏职业，太强了吧！这竟然是 SSS 级天赋！我靠，我们天海学院要逆天啊！苏寒站在那，整个人都在散发着冰冷的气息，而他的头顶也闪过了2行金色的文字：转职成功，获得隐藏职业，觉醒天赋 SSS 级王月之力。其中最为震惊的人，莫过于林娜了。此时的她嘴角都颤抖了起来。什么情况啊？ SSS 级天赋还是隐藏职业？云岚学院这次要雪崩啊！为了一个 A 级天赋的人，得罪一位 SSS 级天赋的妖孽，简直是贻笑大方。只能说丢了西瓜捡芝麻。现在林娜都想立即联系自己的老同学了，希望将对方连忙拉过来，因为云海学院即将崛起。当苏寒睁开眼眸，看到的是空荡荡的教室，学生们都被驱散了，甚至消息都被封锁。现场除了他之外，就只有自己的导师林娜，还有一位40岁的中年男子。导师，他是苏寒，请容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学院的管理者，名为东方海，35级的职业者，曾经通关过数次强大的副本，非常厉害。呵呵，不容如此多礼，直接喊我东方叔叔就够了。苏寒啊，之前云岚学院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哼，他们那些家伙打什么算盘？老夫门清得很。你可能不知道，张峰之所以开除你，不仅仅是因为那个女生的事情，更重要的还涉及到我们庇护所内最后的一把白银武器。这是只有以超高评分通关新手副本才可以获得宝物。如果你留在云海学院，可能会让那个学生无法获得更多的资源。但他们愚蠢啊，为了一个 A 级的职业者，竟然抛弃了 SSS 职业者。你放心，在我们天海学院，没人能让你受委屈。今后不管是什么需求，老夫都可以尽力帮助你。这是我整理的资料，你来看看吧。剩下的由林娜告诉你，希望你尽可能的前往新手副本。那把白银级的法杖，我想你也不希望对方获得吧？洞悉事情的始末，苏寒平静地说：“区区的张泽还不配在我面前狂吠。”看到他如此冷静，哪怕是在神赐世界闯荡多年的东方海也得竖起一根大拇指，荣辱不惊。这家伙怕是一头潜龙啊！很快，管理者也离开了。苏寒跟着林娜前往了休息室，在对方的介绍下，他明白了更多神赐世界的规则。首先，游戏世界内存在副本与大量的野区，很多副本开拓过后，才会被庇护所连接传送点。现在的副本都是前辈们一一开拓出来的，而且想要开拓也并不简单。每一个副本分为4个等级：普通、冒险、勇士、王者。自己想要获得白银法杖，就得在2个新手副本中通关勇士级别，并且评分要超过 95% 才可以，否则是无法获得那把武器的。现在你懂了吧？就算是新手阶段的副本，想要通关也是有压力的。管理者已经和我说好了，学院内的人你可以随便挑。不过我想先单刷试一试。单刷？林娜满脸惊愕地看着面前的学生，他是不是太狂了？虽然你是 SSS 级天赋，又是隐藏职业，可你只有1级啊。面对导师的疑惑，苏寒笑道：“我个人还是习惯单刷一点，让我先去试试吧。导师，资料不是这里都有吗？”他扬了扬手中的副本讲解，里面是有很多珍贵资料的，都是不能外传的。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每个副本可以容纳5个人，以你的强大实力，完全可以组建2个肉盾战士，一个恢复牧师，一个辅助的射手，2坦克，一个牧师，一个辅助，4保1啊。可苏寒还是拒绝了，他个人倾向是单刷，况且他不希望自己的职业秘密被人知道太多。见无法劝说苏寒，林娜也只能放弃，毕竟对方现在的身份可不是自己能够招惹的。或许遇到困难，这位天才就知道组队的好处了。那好吧，这是东方先生给你的装备，1级就可以佩戴。多谢。苏寒接过卡片，里面是一整套装备，全部都是新手黑铁装备。并不是说东方还舍不得资源，而是1级的装备能凑齐一套黑铁已经不简单了，很多都是在别人身上，就这些还是一些导师的珍藏。如果是等级高的装备倒是多一些。前往神赐世界的方法非常简单，觉醒之时完成转职后会化为一枚烙印存在于身上，只需要默念登录神赐世界即可。苏寒按照书中讲解的去做，很快就消失在了原地。下一刻，他出现在了一座繁华的古老城镇面前，这里到处都是组队的消息。哥布林部落求组队5级战士，1级牧师求组队 F 级天赋，1级射手求组队 C 级天赋。前面的垃圾天赋根本没人去组，而那个 C 级天赋一出来就迎来无数人在组队。苏寒没有去查看副本，而是查看自己的数据面板。姓名苏寒，等级1，距离下1级缺少100点经验。职业死灵法师，已隐藏。天赋 SSS 级王月之力，已隐藏。生命500加100，魔力150加20，敏捷15加5，力量10，智力25加5，耐力20。装备王者古剑，装备黑铁上衣，装备黑铁法杖，装备黑铁裤子，装备黑铁鞋子。至于饰品，学院暂时没有，苏寒也没有办法穿戴。不过这几件装备却给他提供了100的血量，还有5点的敏捷与智力。附近的玩家们看到旁边多了一个全新都是黑铁装备的大佬，纷纷投来兴奋的目光。大佬，要不要组队？我是血牛战士，皮糙肉厚，通关2次副本。第5章组队。真抱歉，
我喜欢单刷。苏寒抬头望去，那是一个同样稚嫩的学生，对方身上只有一个盾牌，还有一个上衣，其他都是皮草装备，没有任何的属性，当然也不会磨损。毕竟神赐游戏是不会让人光着屁股走路，基础的隐私还是有的。苏寒看了一眼，不由得摇头。对方以为被拒绝，尴尬的笑了一下就走了。而后面来了更多的人。大佬，我们刚刚通关了普通级新手副本，经验丰富，要不要来自组队？大佬，我们这4等于1级缺一个法师，全程您来指挥怎么样？大佬，我们这3个肉盾，一个牧师职业，缺少您来输出，我们全程会喊666。看着大量的组队消息，苏寒不厌其烦，他开口道：“我是来单刷的。”此言一出，现场的玩家们都愣住了。单刷？您在开玩笑吗？一个法师去和副本小怪单挑？就算您伤害再高，总不可能一个小怪打半个多小时吧？那么精英怪物呢？对方可是拥有一击就秒杀新手能力的。这时一道讥笑出现，哼，一个隐藏天赋的垃圾法师罢了，装什么？有没有可靠的牧师来组队？我是来自云岚学院的 A 级天赋法师，来一个牧师回血，我们直接挑战冒险副本。众人一听有 A 级职业者，瞬间放弃了苏寒这边，转头朝着对方身边涌去。大佬，我是 C 级天赋牧师，等级5级，这是活大腿啊，我给你1万元制币，带我一次冒险吧。哥，今后你就是我哥了。看着无数人簇拥自己，张泽朝着尹天雪得意一笑。雪儿，看到没有，这才是实力，只要我公开自己的天赋，就有无数人来组队。刚刚的牧师太不给力了，咱们换个强力的，直接速刷冒险等级。听到张泽吹捧自己，2个狗腿子也连忙吹捧。那是，也不看看咱们张少的实力。对啊，张少现在的力量，那可是平推普通级别的新手副本呢。等我们级别提升上去，直接通关王者副本。相比起得意洋洋的队友，尹天雪更加在意那个沉默的黑衣法师。他总觉得对方身上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不等张泽炫耀结束，旁边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惊呼声。咦，不对啊，他不是法师，你们看，这个大佬头顶上的职业是竟然是死灵法师。我操，这竟然是一个隐藏职业大佬。我靠，竟然是真的。咱们天元庇护所什么时候出现隐藏职业了？一旦激起千层浪，张泽的笑容也瞬间凝固。隐藏职业？那怎么可能？全世界目前只有19位，他们每一个都是位列等级排行榜上面的强者啊。当他打开隐藏职业排行榜内，原来的19位隐藏职业，现在已经变成了20个。对方不是自己认为的法师，而是更为强大的死灵法师。苏寒微微一笑，转身朝着副本大门走去。没有组队的图标，只身进入副本。旁边张泽的小弟都结巴了。哥，他竟然是隐藏职业！啪！恼羞成怒的张泽回手就给了小弟一个耳光。老子他妈的知道隐藏职业又怎么样？难道还能比我们组队快？走，我们去通关冒险副本。当苏寒进入副本后，整个天元庇护所的论坛都在讨论隐藏职业大佬的诞生。毕竟全世界目前只有19位，而苏寒作为第20个隐藏职业，势必会得到关注。当然，此刻苏寒可没有心情关心那些，他已经来到了普通级别的副本之中。当前难度，哥布林部落普通级。入眼是一片森林，远处的山坡上有着大量的哥布林部落，看数量足有上百只。怪不得刷一个副本要几个小时，普通级别的副本都有100只魔物，是不简单。观察了一下敌人的情况后，苏寒打开了技能面板。虽然是1级，但也有2个基础技能。暗影剑1级，每次消耗20魔法值，造成100伤害，如果在敌人施法期间命中，可以造成打断效果。死灵召唤骷髅兵1级，消耗50魔法值，召唤一个永久存在的骷髅兵为你作战，召唤物的等级随主人变动。技能虽然垃圾，但苏寒一点都不怕，自己的神级天赋加上神秘古戒，可是能让死灵召唤物获得史诗级提升呢。降临吧，我的仆人！伴随着咒语的念诵，3个黑色的神秘魔法阵出现在地面上。提示：你召唤了骷髅兵，但由于装备的影响，你召唤的骷髅兵获得1次品质提升，自动进阶为骷髅战士。法阵之中的骷髅兵还未走出来，就被漆黑的光芒所笼罩，无数的烟雾朝着他们体内涌入。原本瘦弱干枯的身体快速的膨胀起来，原本只有1.5米的身高，顺便变成了1.7米。手中那残缺的古剑也变成了半米长的大剑。提示：你召唤了骷髅战士，但由于装备的影响，你召唤的骷髅战士获得1次品质提升，自动进阶为骷髅狂战士。变化还未结束，骷髅战士们继续被强化着。
他们沐浴黑暗的光芒，在法阵之中尽情的欢呼。空洞的眼眸里多了一簇炽热的蓝色灵魂火。骷髅战士再度进化，成为了骷髅狂战士，而他们手中的武器也变成了骷髅大斧。提示：受到王月之力的影响，你的其中一位骷髅狂战士自动进阶为骷髅狂战士首领。最初降临的骷髅狂战士头顶，此刻出现了一轮血月，赤红光芒如同血液一样浇筑在他的头顶。空洞的灵魂火逐渐产生了一抹灵动，而身体也变得更加强壮，一举一动竟然有了类似于将军之类的威严。参见主人。当魔法阵消失后，骷髅狂战士首领单膝跪在了苏寒的面前。苏寒看向他的属性，眼中满是惊讶。骷髅狂战士首领，等级1，血量2200，魔法200，力量150，敏捷35，技能瞬劈，每次攻击会有 30% 的几率自动释放范围3米的罡风，会造成 150% 的 AOE 伤害。技能旋风斩，挥舞强大的兵器进行螺旋攻击，期间无视任何的控制，一共可以攻击6次，每次可以造成 130% 的 AEO 伤害。冷却时间5分钟。被动耐力提升，血量额外增加 10%。一级属性就这么强，不愧是首领级别。让我看看其他的召唤生物。苏寒转头看向另外2个召唤生物。骷髅狂战士，等级1，血量525，魔法100，力量100，敏捷25，技能瞬劈，每次攻击会有 5% 的几率自动释放范围1米的罡风，会造成 110% 的 AOE 伤害。被动耐力提升，血量额外提升 5%。相比起首领级别的骷髅狂战士，普通的骷髅狂战士不管是血量还是技能都要差相当一部分。第6章全程碾压，成功单刷普通级副本。似乎是苏寒这边弄出来的动静太大了，导致山坡下面的哥布林士兵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动静。5个魔物成群结队冲了过来。哥布林士兵，等级1级，血量600，力量40，防御力25，速度10。苏寒看了眼怪物面板，下达了自由进攻的指令。只见骷髅狂战士首领低吼一声，率先冲了出去，巨大的斧子只是一击，就将为首的哥布林士兵震飞了出去。半空中，一道血红色的数字飘起，625。哥布林士兵发出一道哀嚎，竟然在空中就被秒杀了。不过想想也是，150力量的骷髅狂战士首领，光是物理伤害就有750的加成，对方那点防御力根本不够看的。而这一次的攻击还没结束呢，骷髅狂战士首领的攻击触发了罡风，恐怖的震荡波直接扩散出去。4个哥布林小兵面露狰狞，正要围攻，很快就被余波震飞了出去。1000，又是秒杀，而且比刚刚的攻击更加可怕。身后的2个骷髅狂战士刚冲上来，却发现怪物都死亡了，于是乎露出了迷茫的表情。哥，怪都杀了，我们该干嘛啊？苏寒看着蠢萌的骷髅狂战士，忍不住笑了，只能说自己的召唤生物太强了，新手级别怪物一击就可以秒杀。5个怪物的死亡让苏寒长了一部分经验，击杀哥布林士兵获得10点经验，击杀哥布林士兵获得11点经验，击杀哥布林士兵获得8点经验，击杀哥布林士兵获得9点经验，击杀哥布林士兵获得10点经验。一轮怪物清理结束，苏寒开始命令骷髅狂战士朝着下一波怪物前进，并且开始让他们一次性拉2波进行处理。当然，苏寒并不是鲁莽的一波要对付10只小怪，而是卡住地形。比如现在他就让狂战士首领躲在2个石头的后面，让其他2位狂战士吸引仇恨，等到2波怪物汇聚到一起，他才下达攻击的指令。旋风斩，10个小怪无法一次性通过，只有部分能够挤过来。强大的旋风斩如同收割机一样，不断的制造出恐怖的伤害。850、872、813，持续6秒的旋风斩结束。苏寒升级了，提示：恭喜你升级了 LV1、LV2，距离升级还需要500点经验。生命600、700，魔力150、175，力量10、12，智力25、30，耐力20、25，敏捷15、17。恭喜你获得5个属性点，升级了，速度还挺快。苏寒轻轻一笑，不过当他看到从2级提升到3级所需的经验时，还是忍不住感慨：这个世界升级太难了。普通副本内，一个怪物平均只有10点的经验，如果只刷普通级别，
想提升等级就得杀死50只怪物，这还是单刷啊！如果组队，经验会均摊出去，怪不得学院的管理者卡在30级就无法提升了，是困难啊！将5个属性点以4点智力、1点耐力分配好后，魔力不仅提升了20点，伤害也跟着提升了，一波又一波的清理怪物。骷髅狂战士的血量没怎么下降，苏寒更是悠哉地观察着地形。普通级别的副本内只有3种魔物：哥布林战士、哥布林弓箭手，还有哥布林首领。其中，哥布林弓箭手是2级的存在，而哥布林首领足有4级。一路砍杀，来到半山腰上，苏寒依然采取卡点的办法，透过远程的暗影剑来吸引敌人火力，全体隐藏在地形的暗处，将弓箭手吸引过来，然后一轮旋风斩加爆发，直接带走。30分钟不到，苏寒来到了3级 ，LV2、LV3，距离升级还需要1000点经验。生命710810，魔力195225，力量1214，智力3439，耐力2631，敏捷1719，属性也提升了1节。不过，他也来到了 BOSS 的面前。这是一个巨大的平台，附近有5个帐篷。感受到有入侵者降临的时候，深藏其中的哥布林首领出来了。哥布林首领，普通，等级4级，血量5000，力量50，速度35，防御60，技能召唤仆人，技能淬毒刀刃，每次命中敌人会进行毒素攻击，无法解毒的话会持续受到伤害。哥布林首领的身上纹着墨绿色的花纹，如同蜥蜴一样的恶心，同时腰间佩戴着一个红色的号角，而手里则是拿着一把闪烁着绿色光芒的弯刀。入侵者，你们该死！仆人们，听从我的召唤！呜呜！伴随着号角的吹起，5个帐篷内的护卫们全部苏醒了。正常模式是躲避哥布林首领的进攻，先击杀护卫队再说，攻略上都是这样来的。但苏寒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多年玩游戏的经验证明了一点：BOSS 战就是擒贼先擒王，不然玩什么竞速？号令狂战士首领拉扯怪物，让其慢慢的汇聚到一起。嗜血！旋风斩！苏寒掐准时机，快速发动技能，猩红的光芒灌注到狂战士的身上，让他们获得更强大的力量。感受一下死亡的风暴吧，似乎是等级提升。狂战士首领竟然发出了咆哮的声音，陀螺一样的姿态，比以前速度更快，短短3秒就完成了以前的伤害次数。而哥布林首领的血线一下子就被压了下来，5000血量，现在竟然只剩下1/3不到。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哥布林首领的眼眸之中出现了一抹害怕，但他被3个狂战士围了起来，想逃走都没有办法，最终在沦陷在苏寒的召唤生物之下。伴随着首领的灭亡，那些护卫们也纷纷的倒下。果然，魔法生物是无法持续存在的。苏寒再度验证了自己的想法。什么是竞速？如果按照常理来通关副本，那只不过是走流程。想要竞速，那就是以最快的方法完成通关。前世他可是竞速大神，各种虚拟网游都玩过。区区一个低级副本，这不就被开发了出来？而他的通关也直接刷新了新手副本的最快记录。第7章团灭，刷新整个庇护所的惊人成绩。此时，哥布林部落冒险级别副本内，张泽正在疯狂的逃窜。妈的，你们倒是拉住怪物啊！我都没法力了，想靠近汲取法力都不行。面对他的抱怨，2个肉盾也是连忙的追击上去。可是那个哥布林弓箭手根本不理会他们，而后面还有5个哥布林战士在围追堵截。几分钟后，张泽因为闪避不及时被击杀，其他人也接连阵亡。全部退出后，张泽面色阴沉的咒骂起来：为什么冒险级别这么难啊？操，我不过是输出爆炸了一些，仇恨根本拉不稳啊！你们2个肉盾干什么吃的？不知道拉仇恨吗？听到他的话，大家都显得很沉默。而尹天雪则反驳道：这又不是旧时代的网游，副本的怪物会随着冒险难度提升，本来就有难度，你忘记我们刚刚通关普通副本的时候，牧师还是因为解毒慢了，差点导致团灭，那是那个人蠢。那这次呢？要不是你多引了一个怪物，我们也不会团灭出来。原本的冒险级别，大家还是按照学院内的攻略，从小路出发，这样每次可以吸引到3个怪物，不断的前进，只要不犯错，基本上可以稳定3小时通关。但是因为张泽的失误，他们必须要等到1个小时之后才能再度进入，这是副本的惩罚。如果是高级副本，惩罚会更加的严重。在张泽等人退出后，苏寒也完成了副本。看到他的出现，
对方顿时笑了，哈哈，白痴，是不是你也副本通关失败了呀？我就说了，当个人别整天喜欢装逼，没事组个队多好。要不要来我这？我可以踢掉一个废物肉盾。听到张泽的话，两个小弟顿时紧张了起来。他们可是花了10万元之币才获得这个资格的呀，现在被踢掉，不就等于之前的努力打水漂了？不过这也不管张泽，经历过一次的失败后，他感觉肉盾太多也没用，如果能提升输出也是一个好事。况且对方也单刷失败了，以自己 A 级天赋法师的身份，应该不会被拒绝才对。他的话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因为苏寒在看副本通关后的奖励。恭喜你完成了哥布林部落普通级别副本，时间32分钟15秒，刷新了整个庇护所记录。恭喜你成功通关副本，获得经验500，元质币2000。恭喜你成功解锁冒险级别哥布林部落副本。提示：苏寒玩家，你已经刷新了庇护所副本排行榜，请问是否要公开姓名？如果不公开，请给自己命名一个虚拟 ID。不公开，请公布我的 ID 亡灵大帝。实力没有提升起来，苏寒不想招惹多余的是非，但扬名是肯定的，这样云海学院会提升更多的资源。张泽见死灵法师不说话，还以为对方无视自己，本想继续嘲讽一下，谁曾想下一刻却听到了庇护所的金色公告：恭喜玩家亡灵大帝以极快的速度刷新了哥布林部落普通级副本排行榜，时间32分15秒。恭喜玩家亡灵大帝以极快的速度刷新了哥布林部落普通级副本排行榜，时间32分15秒。恭喜玩家亡灵大帝以极快的速度刷新了哥布林部落普通级副本排行榜，时间32分15秒。整个新手区域的街道都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表情都是一样的，难以置信。刷新副本排行榜本就很难见到，因为这不仅涉及到配合，还涉及到副本攻略方案。新手本就装备不好，哪怕一些特别厉害的新人，也不过只能提升个几分钟，甚至是10几分钟。而苏寒竟然以32分钟的速度就完成了副本的攻略，足足提前了1个半小时。等等，这不对吧？怎么只有1个玩家的名字？单刷？我操，这是出神仙了呀！人们在震惊过后，发现了更加恐怖的事情。公告内的名字只有1个人，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人家是单刷通关的。1个人通关副本，竟然还只用了32分钟，简直是妖孽！苏寒这时转头看向一旁目瞪口呆张泽，说道：你做不到事情，不代表别人也无法做不到，好好看，好好学，没准等你80岁就知道怎么单刷了。说罢，他调整副本难度，准备挑战冒险级别。看着苏寒再度消失在副本门口，一直蹲在附近组队的人终于明白了，原来刚刚的那位隐藏职业大佬真的是亡灵大帝。我看到了什么？一个隐藏职业大佬的崛起吗？妈耶，我刚才看到那位大佬出来，我还以为他单刷失败了，结果是我大胜了。人家不要组队也是正常的呀，太强了吧，1级就进去单刷。我在想他该不会是什么远古大神转世吧？我刚刚听到了什么？有人说亡灵大帝无法单刷，哈哈哈，我也听到了，还邀请人家组队呢。A 级职业者，哈哈哈，好厉害！有些人啊，就是心理素质强大，自己组队没法通关，还想着拉大神，也不想想自己配不配。我只能说，赶紧回歌坛吧，蝙蝠侠不抓你了。被无数人起脸嘲讽，张泽气的脸色涨红，饶是他这样的厚脸皮，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竟然直接下线了。而尹天雪看了一眼无辜的3个队友，说道：不用管他，我们再找个输出职业来升级吧，反正惩罚很快就消失了。他们能说什么？张泽有个好爹，有个好叔父，他们可什么都没有。如果不努力，只怕以后人生昏暗。天海学院管理者办公室内，东方海得知消息后，先是一愣，继而大笑起来：好小子，真有你的，不愧是 SSS 级的天赋，外加隐藏职业啊，竟然可以单刷副本，简直太霸道了。那张老狗真是瞎了眼会开除你，真想看看他知道亡灵大帝是你之后的表情啊！哈哈哈哈。第8章哥布林特效手镯。旁边的林娜也是无比激动，她完全没有想到苏寒会在初期就展现出如此可怕的实力。隐藏职业者虽然不多，但他们在副本内的视频却有非常多，不管是何等强大的隐藏职业。总之，林娜是没有见过单刷的。对了，东方叔叔，你说要不要让苏寒组上咱们学院内的人，一起混一个名额？我妹妹前不久刚毕业，获得了 B 级的评分。倒是可以。等她再度出来后，我们和苏寒谈一谈。我猜他想单刷的目的肯定是要更多的经验，刚好我这里还有一个曾经获得的经验加成徽章，有了这个东西，想必他是不会拒绝组队的。
东方还想当初也是一位强大的玩家，他之所以能提升到30级，就是因为自己曾经获得了一个隐藏物品——经验加成徽章，组队可以享受单独的经验加成。但可惜的是，东方海没有子嗣，这个东西就一直保留到了现在。现在他从苏寒身上看到了希望，如果将徽章交给对方，不仅学院可以混4个名额，那些嫩芽们也可以快速的升级啊！哥布林部落冒险副本内，场景和之前一模一样，只不过怪物变得更加凶猛，等级也由原本的1级提升到了3级。同时，副本里面增加了2个银龙标记的头目怪物。出来干活了，我的仆人们！念诵咒语，3个骷髅狂战士降临了。苏寒提升等级后，他们的实力也会跟着上涨。站在山底瞭望了一下怪物的分布图后，他采取了比上次更加激进的打法，从一开始就拉3波怪物。骷髅狂战士1号朝着左边的怪物冲击而去，骷髅狂战士2号则是朝着右边冲去，左右加起来有10只怪物，而正前方则是有6只。这么多的怪物，哪怕是精英玩家看了也会感受到压力，但对于苏寒而言，只不过是小意思。怪物虽然多，可他们下山的路却只有一条山坡，10几个怪物也全部都是近战。看到怪物汇聚一团，苏寒当即下令让骷髅狂战士首领开始旋风斩，绞肉机一般的怪物开始了虐杀敌人。1260、1132、1121、1265。当旋风斩结束，地面上只剩下一堆残骸。恭喜你击杀了一只哥布林战士，3级，获得经验20点。恭喜你击杀了一只哥布林战士，3级，获得经验18点。恭喜你击杀了一只哥布林战士，3级，获得经验21点。副本难度提升，经验自然也会增加。这一波下来，他足足赚了300左右的经验，再加上通关副本的奖励，距离4级只欠一步之遥。咦，这是爆装备了！战斗结束，尸体之中散发出一道黑色的光芒。苏寒眼前一亮，连忙走过去。这果然是一件装备，甚至还是非常稀有的饰品手镯。虽然看起来粗糙，但属性非常棒。哥布林的咒术手镯，智力+2，敏捷+2，特效每秒恢复2点魔力值。饰品是最难出的，没想到自己第一件爆的装备竟然就是首饰，而且还是具有特效的饰品。根据苏寒的了解，这样的装备最少价值 15W 元之币，美滋滋的戴上后，智力再度加强了一些，而受到它影响的召唤生物整体数据也会提升。战斗在持续，冒险副本中多了2种怪物，一种是哥布林弓箭手，一种是哥布林咒术师，两者都是远程职业，只不过前者会站在高处射击，而后者则是可以远程释放魔法攻击，这让卡视野变得有些困难，刷怪的速度一下子就慢了下来。但这对苏寒而言并不算什么难事，别忘记他的暗影剑是可以打断敌人施法的。经过几次的尝试后，苏寒渐渐掌握了打断的精髓，于是再度开启了拉怪行为。这次是2波怪，里面掺杂着一只哥布林咒术师。看到有人入侵部落，对方显得尤为愤怒，举起法杖就开始吟唱起来，一团雷霆在天空中凝聚。可是不等他施法成功，一枚黑色的暗影剑精准地打到自己的脸上，瞬间魔法被打断。哥布林咒术师恼火地看向下方，结果却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除了那3个大块头之外，并没有任何的敌人。难道是自己看错了？前方不断传来士兵阵亡的消息，哥布林咒术师只能再度吟唱。这次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就再度被一发暗影剑打断了。好，前排的士兵纷纷灭亡，而自己的咒术还没施展出来，这让哥布林咒术师无比的愤怒。可很快他没心情生气了，因为那3个大块头已经无耻地冲了过来。瞬劈1326、965、752，3把大斧子快速落下，瞬间结果了这个咒术师，伤害都溢出了。恭喜你击杀了一只哥布林咒术师，3级，获得经验25点。恭喜你升级了 LV3、LV4， 距离升级还需要4000点经验。生命9101110，魔力260275，力量1618，智力4247，耐力3537，敏捷2527，属性全部分配上去，苏寒的实力进一步提升，马上就要来到5级这个小门键。此刻云岚学院内，张泽被隐藏职业气得不轻，当即找到自己的叔父，想让他给自己一些强力的装备，还有技能书之类的。结果对方非但没有给，反而是把他给痛骂了一顿。你这个混账！1级你能佩戴什么装备？有时间发脾气，不如全身心的去练级。
看看人家尹天雪现在都已经2级了，你这个混账怎么就不知道争气点？可是他们都太垃圾了。张泽心有不甘地说道。如果给自己更强力的队友，他相信自己可以快速升级。至于单刷，老实讲，张泽不敢尝试。看着嘴硬的侄子，张峰强忍怒火，但现在他也没办法。如果白银武器被抢走，他也会受到影响的。那这样好了，我让学校内一些等级高的人带你，这次别给我掉链子了。放心叔父，我一定会快速提升到10级，然后用最强的阵容冲击评分。有了高手陪伴自己练级，张泽不信那个家伙能超越自己。也许普通级别的副本真的可以单刷，但冒险级别、勇士级别，甚至是王者级别，就完全不是一个难度了。听说王者级别通关的人至今都非常的稀少，只有挂在榜单上最前面的队伍才能通关。张泽感觉自己只要能通关勇士级别，应该就可以获得那把武器了吧。第9章完美评分通关冒险级副本。一路碾压，苏寒很快就来到了部落的中心地带。这里有2个头目级别的怪物，其中一个梳着中分头，骑着一头火鸡，仿佛一位强大的骑士，而属性自然也比寻常的怪物要强大得多。哥布林骑士队长，等级5，血量3500，防御力50，速度40，技能嘲讽，强制敌人攻击自己，技能鸡哥冲锋霸体，发动坐骑朝着直线进行一次猛烈的冲锋。被动反弹，普通攻击将会以 30% 魔法伤害反弹回去。而另一个则是一位哥布林巫师。哥布林巫师等级5，血量2500，防御力20，速度20，技能虚弱诅咒，可以让敌人降低 30% 的移动速度，最多可以让5个目标群体降低。技能火球之术，释放一枚炽热的火球，造成400伤害，并且具备点燃效果。被动魔法护盾，可以吸收1000伤害，每10分钟刷新一次。根据学院内给出的攻略，最常用的办法是让一个弓箭手风筝哥布林骑士一起集火这个哥布林巫师。毕竟法系职业天生防御力低，但如果敏捷低的职业来吸引仇恨，是非常容易团灭的。在学院内给出的视频中，苏寒看到不止一次，许多玩家都是因为这个强力的霸体冲锋而导致团灭。但这种血量不配站在我面前。进攻！接到指令，骷髅狂战士首领迈着强劲有力的步子，朝着哥布林的骑士快速奔去。奔跑的声音吸引了对方的注意力，哥布林骑士队长第一时间就发动了冲锋，可骷髅狂战士首领却丝毫没有畏惧。鸡哥冲锋，我旋风斩！在两者接触的瞬间，苏寒下达命令，骷髅狂战士首领挥舞巨斧，化为闪电风暴，快速的旋转了起来。1250、1110、950、1380，对方是霸体不错，可惜旋风斩是不受任何控制的。哥布林骑士队长的冲锋只能造成1次伤害，可是骷髅狂战士首领却是 AOE， 一轮旋转下来，对方直接残血，想要逃跑都来不及。这就是游戏的机制，霸体技能无法打断，也无法强行中断。好，1560，巨大的斧子直接触发瞬劈斩，头目级怪物瞬间死亡。恭喜你击杀了头目级怪物哥布林骑士队长，获得经验150点。而远处的那个哥布林巫师，此时也正在被2个狂战士痛打。他的魔法伤害非常高，奈何防御低，速度慢，被一左一右围住之后，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很快就咽气了。恭喜你击杀了头目级怪物哥布林巫师，获得经验150点。2个怪物的灭亡，直接给了300经验，这让苏寒非常开心。他估计刷完这个副本之后，自己就可以来到5级，也不知道王者古界会解锁什么力量，而王月之力会不会有所提升呢？不过从5级开始就能学习技能书了，也不知道天海学院内是否有死灵法师的技能书，如果没有，那就麻烦了。杀死2个头目后，苏寒稍作休息，就朝着 BOSS 继续前进。都是公式化作业，3波怪拉一起，旋风斩加上瞬劈触发，轻松带走。5分钟一波，前后不过20分钟，就抵达了 BOSS 的平台。哥布林首领，冒险，等级8级，血量12000，力量80，速度50，防御70，技能召唤仆人，技能淬毒刀刃，每次命中敌人会进行毒素攻击，无法解毒的话会持续受到伤害。技能抛头，释放一枚剧毒罐子，造成 AOE 伤害的同时会持续的造成伤害。被动哥布林之王，
每隔10分钟将会召唤出一批哥布林战士为其作战。看着血量提升，并且增加技能的 BOSS， 苏寒没有任何的感觉。怪物的实力提升，可自己的召唤物也提升了。而且这个 BOSS 天生就适合竞速，10分钟一波小怪，输出伤害不够的话，那就有的磨了。但对自己而言，开嗜血不过是一波的事情。战斗开启，20多个小怪伴随着首领的召唤纷纷汇聚而来。正在进行淬毒的 BOSS， 刚要完成自己的技能，却被一发暗影剑精准打断。吼，你这个虫子！猩红的目光恶狠狠地瞪了过来。苏寒嘿嘿一笑，开启了嗜血，因为自己的骷髅狂战士已经将怪物汇聚到一起了。如果再不开嗜血，有死亡的可能呢。毕竟双方有着4级的等级差。旋风斩，巨大的斧子如同龙卷风一样，造成大量的 AOE 伤害。原本锁定苏寒的 BOSS， 现在被打得头晕目眩。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面前的这个骷髅架子会这么的恐怖。自己怎么说也是一个首领级的怪物啊！一波技能下去，这个 BOSS 的血量只能下一班了。而他也并不准备坐以待毙，手中瞬间多了一个绿色的罐子。尝尝我的毒素吧！哥布林首领面露狰狞，手中的罐子朝着地面飞去。咔嚓，玻璃碎裂之后，一团绿色的浓雾快速出现。按照常理而言，是要拉开距离的，否则这个毒素叠加起来会非常的要命。可苏寒却在对方丢技能的时候，疯狂释放暗影剑。嗜血期间，召唤生物攻速加倍，再加上他的伤害，足以带走这个 BOSS。200、188、179， 3个数字从召唤物头顶飘起。苏寒看了一眼 BOSS 的血量以及自己与宠物的伤害，眼眸一狠，开始疯狂的进攻。他可没有恢复手段，必须抢在骷髅狂战士灭亡前杀了这个 BOSS。宠物们每秒都在掉血，短短的5秒，他们的血量已经见底。第6秒的时候，2个普通骷髅狂战士率先倒下。看到敌人灭亡，哥布林首领无比兴奋，以为自己要赢了。只要自己杀了眼前这个阻拦自己的骷髅，那个小白脸只需要一刀就能杀掉。2268，但可惜伴随着一个暴击伤害出现，哥布林首领血条清空，直接饮恨灭亡。呼，伤害计算完全正确，真的有些极限。此时苏寒放下法杖，内心依然无比平静。骷髅狂战士首领仅仅只剩下一丝血皮，甚至连一次普通攻击都无法承受了。但在战斗结束的一瞬间，敌人的召唤生物会自动灭亡，否则就算苏寒通关也得等待宠物8小时的复苏，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伴随着副本通关，大量的提示音随之而来。恭喜你成功击杀哥布林首领，冒险奖励经验1000点，原制币2000。恭喜你成功通关哥布林部落，冒险等级副本，获得评分 SSS 级，奖励经验2000点，原制币1万。恭喜你可以学习本职业技能书了。恭喜你解锁勇士级哥布林部落副本权限。提示：只有 S 级以上的评分才能开启下一个难度的副本，普通级别副本不提供评分结算，且评分越低奖励越低。恭喜你升级了 LV4 LV5， 距离升级还需要1万点经验。生命126014000，魔力300340，力量2022，智力5054，耐力4043，敏捷2931。来到5级后，苏寒的属性有了一个飞跃，不仅生命值来到了1400，魔力也更加充盈了。刚刚他还在疑惑，为什么普通级别副本没有评分，感情神赐游戏内这个级别的副本没有评分系统。我终于明白管理者他们为何不去提升等级了，评分不够啊。30级需要多少经验？苏寒不知道，可那种级别的副本肯定是非常困难的，哪怕是勉强通关，评分低的话奖励也会很低，想升1级估计难如登天。所以很多人遇到瓶颈之后选择当一个导师或者是某个学院的管理者，都是情有可原的。副本结束，苏寒选择了退出，没有继续冒险。他返回现实去问问导师有没有死灵法师类型的技能书。第10章隐藏副本的消息，青铜首饰套装。哥布林冒险副本内，尹天雪组建的队伍经过1个多小时的奋斗，终于来到了头目的面前。看着2个威风凛凛的怪物，大家都有些发怵。虽然张泽有些恶心人，但有他在输出是真的萌。现在组了另外一个法师后，速度明显降低了不少。真的可以通关吗？怎么办？你要来疯着吗，队长？多次的指挥早已让大家默认尹天雪是队长了。少女轻轻点头，她看向四周，脑海回想苏寒说过的话。作为一个弓箭手，学会风筝怪物是基础，如果遇到强敌，
那最好是利用地形去化解对方的攻击。当他看到山坡下一系列的石头后，心中顿时有了想法。这样，一会我全程封着那个骑士队长，你们不要触碰，直接去杀那个巫师。牧师也跟过去。啊，我走了，你不就死了？新手恢复药剂只能在战斗结束后使用啊。不，就这样，我有办法。己方没有过多的输出，减少自己一个人，可以让他们全心全意地针对那个巫师。一旦处理完那个家伙，只剩下一个鸡哥骑士就简单了。尹天雪吩咐好后，直接朝着远处奔去。只见他弯弓搭箭，瞄准了怪物。126、188，多重射击天赋发动，可以造成2次的连续伤害。原本悠哉散步的哥布林骑士，瞬间发现了攻击的敌人，当即就发动了冲刺。他的速度很快，不一会就追上了尹天雪。看到哥布林骑士摆出铁山靠的姿势，尹天雪明白他马上要使用技能了，于是连忙跑到石头旁边，鸡哥冲锋。看着怪物冲刺的瞬间，尹天雪抓紧时机，直接闪躲到石头后面。轰！哥布林骑士撞击在石头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但尹天雪却神奇的没有受到伤害。其他同伴目瞪口呆，没想到还有这种方法，果然这样是可行的。尹天雪看到自己没有受到伤害，心中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同时对于苏寒也更加的佩服。而后经过队友多番的努力，2个头目先后死亡。在休息的时候，尹天雪不由得想起了苏寒，也不知道他成功转职了没有。这次要不是有他，估计这副本就算按照教学内的来做，也得团灭几次才行。而且这样击杀的速度，明显要比教学内的速度要快。等副本结束，还是去问一下吧。少女在心中喃喃自语。而另一边，张泽在有了几个高等级的职业者帮忙后，刷怪的速度一下子提升了起来，肉盾的伤害高，也拉得住仇恨。他可以肆无忌惮地释放技能，没魔法了就偷怪物的法力，可以说无比效率。这就是 A 级天赋的强势。兄弟们加油，一起陪我碾压那个亡灵大帝。他只不过是一个人，单刷普通级又能怎么样？冒险级别的怪物，随便一个就可以砍死他。让我们直接杀到勇士级副本，连续的秒杀怪物，让张泽重新找回了自信。而4个队友也是学院内的精英，他们虽然不喜欢带人，可如果张泽培养起来，是可以帮助他们前往勇者级别副本的。如果不是冲着这个，打死这些人都不愿意带这个恶心家伙。话多不说，性格还嚣张。正当张泽激动万分的时候，一则公告的出现，让他如坠深渊。恭喜玩家亡灵大帝以极快的速度刷新了哥布林部落冒险级副本排行榜，时间42分48秒，评分 SSS 级。恭喜玩家亡灵大帝以极快的速度刷新了哥布林部落冒险级副本排行榜，时间42分48秒，评分 SSS 级。恭喜玩家亡灵大帝以极快的速度刷新了哥布林部落冒险级副本排行榜，时间42分48秒，评分 SSS 级。金色的公告震耳欲聋，张泽和他的队友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动作。单刷，又是单刷，而且这一次更恐怖的是，冒险副本对方也做到了单刷，甚至评分还出现了史无前例的 SSS 级。他们真的没有做梦吗？这是什么情况啊？隐藏职业这么强大的妖？42分钟啊！我靠，我们现在半个小时了，都没有看到头目，差距这么大吗？我很想知道对方单刷的视频是什么。相比起队友的震惊，张泽已经有些怀疑人生了。他绝望地看着排行榜，对方的成绩已经是断崖式碾压了。哥布林副本冒险级排行榜，第1名亡灵大帝，时间42分48秒，评分 SSS 级。第2名风吹雪团队，时间1小时42分，评分 S 级。第3名黑暗追悼者团队，时间2小时38分，评分 A 级。且不说时间，光是评分就足以碾压了。外界澄澈的破败圣殿副本内，排行榜第2的风吹雪团队刚刚经历过一场战斗，正在休息。这是一个纯女子的团队，每个都是 A 级的天赋者，团队实力非常的强大。而其中的队长更是一个 S 级天赋隐藏职业者。听到公告后，他们愣住了。风姐姐，我没听错吧？咱们的记录被人打破了，而且还是单刷。我记得刚刚就有一个公告，也是这个亡灵大帝突破的。这才过了多久？他是妖孽吗？42分钟，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光是那个 BOSS 也不是10分钟内能击杀的呀，而且他还是单刷。小姐妹们一个个目瞪口呆，而作为队长的风飘飘也是心怀疑惑。自己是隐藏职业圣殿骑士，能抗能打能奶，非常的全面。当初正是因为自己强大的全面能力，才可以做到刷新榜单记录，后续就没注意了。
没想到今天出来个怪胎，足足领先了1个小时，真是可怕。算了，别管那些，我们得抓紧时间了。这次的副本难度不低，希望我们能突破 A 级的评分，这样就可以进行第1次转职。来之前，管理者大人说过，庇护所放出消息，1周后将有一个特殊的隐藏副本开启，等级要求为10级、15级，评分第1的团队可以获得1套青铜级别的首饰。天哪，怪不得学院内让我们几个天才美少女组建一个团队，原来是这样，青铜级别的首饰，还是套装，那市价估计得超过500W 元制币了，所以我们得努力了。休息结束，风飘飘的团队开始各种刷新 buff， 战斗再度的开启。高手是很少有休息时间的，毕竟谁都不想错过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光。这边苏寒刚刚出了副本，还没返回现实，就看到了无数条消息传递而来，其中最为显眼的就是来自庇护所内其他学院的招揽。其中最让他觉得搞笑的，莫过于云海学院，一个将自己开除的地方，现在还敢舔着脸让自己转学。苏寒随意扫了一眼，就返回了现实。教室内多了许多的导师，其中林娜与东方海在最前面，毕竟神赐世界的新手地区，他们是无法进入的，只能在这里等待。看到苏寒的出现，众人无比激动，终于看到本尊了，这就是亡灵大帝吗？好帅啊！别犯花痴了，你一个老阿姨，谁看得上？我今天还说呢，这位神秘的亡灵大帝是哪个学院的，没想到是自己这边的。呜，大神，能不能在我的内衣上签个名？我想带着你的名字休息。看到如此多恭维自己的导师，饶是穿越者的苏寒也有些不适应，看出他有些尴尬后，东方海出手了。好了，这次我们是有正事要谈，签名的事情靠后一些吧。第11章，奇葩的队伍构建，领悟2个新技能。管理者大人，我也有事找你。哦，那来我的办公室谈吧。苏寒跟随东方海还有林娜前往了办公室。路上，他终于明白对方为何要找到自己。简单而言，就是为了刷新排行榜的名额，这就相当于镀金，哪怕是新手副本的排行榜，对于职业的评估也会大大的提升。苏寒眉头一皱，有些不太高兴。他现在等级提升并不快，加4个人也无法刷得更快，甚至会耽误自己的竞速进度。东方海见他沉默，便笑道：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来看看这个。一枚金色的符文徽章来到了苏寒的面前。碧海游龙徽章，级别特殊，不占用饰品栏，效果组队时享受单独的个人经验加成，套装尚未触发，暂时不明。这是……苏寒有些震惊，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装备吗？组队还可以享受单人的经验加成，这就相当于组队和单刷是一样的经验。东方海得意道：前几年老夫精力充足，也是带领团队拿下过一些隐藏副本的，这个就是从一个古老遗迹内获得的东西。不然你以为我的经验为什么会这么高？现在可以了吧？可以，但我有几个要求。既然经验不会降低，苏寒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可他也不会让所有人都进入自己的团队，每个位置必须自己亲自细选。东方海点头道：那当然，你是大神，你来制定自己的团队，这是5到10级的职业名单，低于5级我就没有让人汇报，不然练级还得浪费时间。苏寒接过名单看了起来，不得不说，天海学院这边 B 级的职业还是多的。当然，也可能东方海本身就比张峰要强。看了一会后，苏寒完成了队友的筛选。当东方海听到他的选择后，直接愣住了。等等，你说要3个辅助系的弓箭手，还有1个兵系的法师？不错，这就是我的要求。可是，你不需要治疗职业吗？完全不需要。苏寒认真的说道，在他的规划之中，完全不需要治疗职业。既然组队，那就是要疯狂提升刷本速度。东方海难以理解，不由得问道：苏寒，你单刷过冒险级别，应该非常清楚才对，每跨越1个等级，怪物的难度会提升非常多。勇士级别的副本，不仅头目众多，甚至怪物也比冒险等级多。你这样的配对，到底是怎么个思路？很简单，一会我给你们开直播视频，你们就懂了。这也行。东方海本来是觉得，这样畸形的配对，肯定连第1波怪都无法刷过去，甚至遇到勇士级头目都会团灭。但仔细一想，苏寒创造出42分钟单刷冒险等级，肯定是有自己的见解。如果能学习一下他的配对，也许真的可以优化学院内的刷怪速度呢。人员很快挑选好了，听闻要跟亡灵大帝组队，4个学生激动的眼泪都流了出来。我的天哪，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亡灵大帝竟然是我们学院的，
这也太可怕了吧！2个小时就提升到了5级，这可是旁人1周的工作进度啊！我只能说，恐怖如斯，不愧是大神。有趣的是，原本林娜是想将自己妹妹塞进去混一个副本，哪怕花钱都可以。结果苏涵在挑选队员的时候，刚好选中了自己的妹妹，这让林娜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临行前，她叮嘱妹妹与其他队员，进入副本后，不管你们有什么想法，都不要给我去做，要全程听队长的指挥，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哪怕死出去也不要皱眉头。是，导师，您就放心吧。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公事处理完毕，苏涵开始询问学院内有没有死灵法师职业的技能书。他现在急缺这个完全没有，甚至我可以告诉你，任何隐藏职业的技能书，所有学院内也都没有。但庇护所会根据隐藏职业的诞生，赐予学院觉醒圣石，透过这个宝物可以获得本职业的技能。要不是庇护所传来消息，我都不知道。东方海想找苏涵，有一部分原因也是这个。如果是普通职业，技能书是存在的，甚至市面上都可以买到，哪怕价格高昂一些，只要是钱能做到的事情都简单。可隐藏职业的技能书，至今东方海没有见到别人卖过。原本他以为隐藏职业会自动解锁，现在才明白，是庇护所单独派发，需要自我领悟的。苏涵接过觉醒圣石，发现这东西和觉醒之石非常像，只不过一个是金色，一个银色。将其握在手中，一道意念传递而来。是否需要领悟本职业技能？是。下一刻，觉醒圣石散发出朦胧的氤氲光芒。苏涵的耳畔响起提示音：丁，恭喜你使用觉醒圣石，从中领悟2个本职业技能。提示：你学会了技能召唤骷髅弓箭手。提示：你学会了技能召唤古盾。召唤骷髅弓箭手，等级5，冷却10分钟。效果：消耗100点魔法，召唤一个永久存在的骷髅弓箭手，其属性与召唤者的属性挂钩。召唤古盾，等级5，冷却5分钟。效果：召唤一个骨头护盾，可以为自己或者召唤物抵抗伤害，可吸收500点伤害，持续时间3分钟。获得2个新的技能，一个是提升输出的，一个是保命的。苏涵之前在学院内看过的教学中说过，对于玩家而言，每5级是一个分水岭，这点真的是没错。如何？东方海第一次见到使用觉醒圣石的职业者，心中非常的好奇。苏涵笑着说，学会了2个本职业技能，一个是防御系的，一个是召唤系的。2个？我靠，隐藏职业的福利这么强大吗？哪怕是多年不升级的东方海都眼红了。自己当年5级的时候，多了一个技能就兴奋的不得了啊，还是被动技能，结果人家直接领悟2个职业，真是人比人气死个人。苏涵嘿嘿一笑，你们知道的还是太少了。他的召唤技能可是会随着装备和 SSS 级天赋而更加的恐怖。这次的副本才是一个新的开始，希望你们别被吓到。准备就绪，苏涵便带着队员前往了神赐世界。第12章，震惊学院全体师生，亡灵大帝初次直播。大佬好，我叫山熊，职业弓箭手，天赋是 B 级，沼泽泥浆陷阱。大佬好，我叫杨月，职业弓箭手，天赋是 B 级，陷阱成群。大佬好，我叫黑海，职业弓箭手，天赋是 B 级，冰霜剑士。大佬好，我叫尼亚，职业法师，天赋是 B 级，多重冰剑。4个队员介绍了自己，其中除却尼亚之外，其他3个人的天赋都属于是一般，哪怕是 B 级天赋，也是边缘的那一行。这个世界有一个定律，天赋没办法与输出挂钩的，都是垃圾职业，所以他们也是被排挤了很久。这次被亡灵大帝选中，不激动是假的，恨不得祖坟都在冒青烟。苏涵点了点了头，目光落在尼亚身上时，多停留了几分。少女是导师的妹妹，完美继承了对方的优点，只不过头发的颜色不一样。林娜是火红色，而她是冰蓝色，如同冰雪精灵一样。而赵杯，苏涵只能说有容乃大，这才刚成年就有 C 的程度，真的不容小觑。收回目光过后，苏涵对他们说道：一会听我指挥，站位的话保持扇形站位。我没指挥，不要乱跑。明白。4个队员乖巧点头，看他们无比听话的模样，苏涵感觉应该没什么大碍，于是打开面板查看起来。记得之前看到过，王者古戒每5级会解锁一个能力，不知道这次是什么。王者古戒，等级未知，效果被封锁，每提升5级，被动会获得提升。被动王者威严，你的召唤物品质+2，召唤物数量+2。被动残暴诚信，
面对血量低于 15% 的敌人时，你的召唤物会更加的疯狂，伤害提升 15%。其他属性还是老样子，只不过苏寒获得了2个技能点，将其分配在召唤骷髅兵与暗影剑上面，准备工作也就完成了。其后，苏寒开启了直播。天海学院内，无数的高手汇聚一堂，他们之中甚至有一些20级的存在。毕竟亡灵大帝的名号现在太火热了，大家都想看一下苏寒是如何单刷副本的。虽然这次是组队，但苏寒的队伍配置是他们一辈子都不敢尝试的。当看到画面连接成功后，所有人都不由得紧张了起来。要开始了，要开始了！我靠，我的手有点抖啊！5个脆皮职业刷勇士等级的副本，想想多刺激啊！何止，我们马上就能看到亡灵大帝的风采了。学院内有保密的机制，能来这里看视频的学生，都是东方海与各导师精挑细选的，保密工作绝对没问题。因为有契约，泄密的话付出的代价可比死亡还要难受。副本开始前，苏寒开始举起法杖，只见3个漆黑的魔法阵出现，随后3个恐怖的骷髅狂战士从里面走了出来。为首的狂战士足有1.8米的身高，那压迫感让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我的天，这什么召唤物啊！竟然有2600的血量，其他2个召唤物也有1000多，这就是亡灵大帝吗？太可怕了呀！学生们看得头皮发麻，人家为何能单刷，甚至能在新手副本就镇压了风头正盛的风吹雪团队？现在他们终于明白了，光是3个大块头，冒险级别的怪物根本就是砍瓜切菜啊！而此刻的管理者东方海也浑身颤抖了起来。同为玩家，他自然明白新手阶段就拥有如此强大召唤物的可怕之处。苏寒是能改变世界的天才啊！副本内，第1轮召唤完成，队员们看着无比高大的狂战士首领，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就他们这样的小身板，只怕人家一斧子能砍倒一片。而苏寒的召唤还未结束，又是3个漆黑的魔法阵出现，这次是拿着弓箭的骷髅兵，只不过他们还未走出黑色的魔法阵，身体就在阴影中得到了灌注。提示：你召唤了骷髅弓箭手，但由于装备的影响，你召唤的骷髅弓箭手获得1次品质提升，自动进阶为亡灵弓箭手。骷髅弓箭们原本干枯的身体，在王者古阶的作用下，逐渐开始丰满了起来，仿佛多了许多青色的血肉，而空洞的眼眸之中，更是燃起了蓝色的灵魂火。但这个变化还未结束。提示：你召唤了亡灵弓箭手，但由于装备的影响，你召唤的亡灵弓箭手获得1次品质提升，自动进阶为亡灵游侠。透明的身体再度吸收黑暗的光泽，进行着改变，直至他们穿戴披风，身材变得更加匀称，手中的弓箭也变得更加乌黑。进化才结束。学院的教室内，琳娜看着画面中的召唤物，失声道：我的天，这就是5级的召唤物吗？他们似乎天生进化了2次。不只是这样，我猜这就是 SSS 级天赋的神秘吧。某个导师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起来。神级天赋，不愧是神级天赋啊！召唤物可以获得2次加强。东方海哈哈大笑道：张峰那个白痴竟然将这样的学生开除，等1周后的比赛开启，估计他所谓的天才团队会被苏寒活生生的碾压致死吧。可不是，云岚学院之前还公开说他们那诞生了一个 A 级的天赋职业者，我没猜错，就是因为那个白痴开除的亡灵大帝吧。真是愚蠢，只有真正见到亡灵大帝的风采，才能知晓对方的强大。在无数师生感慨的时候，一轮红色的月光出现在第1位受到召唤的亡灵游侠的头顶，猩红的光泽朝着召唤物灌注而去。这一次连管理者都无法冷静了。什么？还可以增幅？东方海的茶水都洒到了裤子上，声音也跑掉了。3次的进化，这才5级啊！亡灵大帝到底逆天到什么程度啊？这何止是一位大神？东方海感觉对方根本就是人类之光，是拯救世界的天命者才对。SSS 级天赋无愧于神级的天赋。游戏中，一条提示闪过：你的亡灵游侠受到猩红之月的影响，成长为首领级别。第13章神乎其技的巨怪，收割机一般的刷怪。召唤结束，游侠首领带着2个部下单膝跪在苏寒的面前，参见主人。相比狂战士那粗犷的声音，游侠似乎是女性的召唤物，他们的声音虽然有些沙哑，但明显可以听得出来带着一丝丝的清脆。亡灵游侠全身上下都被黑色的皮甲所覆盖，头发飘逸地散落在腰间。苏寒仔细地看了一下，的确是女性的召唤物。打开面板，苏寒开始查看召唤物的属性。亡灵游侠首领，等级5，血量1100，魔法300，力量50，
敏捷140。被动幽魂剑，游侠的剑矢是附带流泻效果的特殊剑矢，被命中的敌人会获得每秒50血的持续伤害，可以持续5秒。每个游侠的被动并不冲突。技能幽灵剑雨，凝聚暗影之力，释放出一片剑雨攻击敌人，造成160%的魔法伤害，持续3秒。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三重射击，可以连续释放3次攻击，对敌人造成110%、130%、153次伤害。冷却时间3分钟。不愧是首领级游侠，伤害真的恐怖，这样对于 BOSS 或者是首领可以有压制力了。在刷冒险级副本首领之前，他没感觉到输出的压力，但刚刚差点团灭，让苏寒在思考输出的问题。现在多了对单特别厉害的召唤物，那些问题就不用考虑了。随后他转头看向另外2个召唤生物，相比起首领，2个亡灵游侠的面板瞬间低了一大截。亡灵游侠等级5，血量800，魔法200，力量30，敏捷100。被动幽魂剑，游侠的剑矢是附带流泻效果的特殊剑矢，被命中的敌人会获得每秒20血的持续伤害，可以持续5秒。每个游侠的被动并不冲突。技能三重射击，可以连续释放3次攻击，对敌人造成90%、100%、1103次魔法伤害。这里要说一下，刺客与弓箭手这样的职业是不怎么吃力量属性的，主要是敏捷这个属性等于法师的智力与战士的力量。检查一番没问题后，苏寒正式开启了副本。只见那漫山遍野都是怪物，头目级别的存在更是每隔几十米就有2个。目测一下，整个副本得有500怪物。准备好作战，1号弓箭手山熊去开左边10只怪物，2号杨月开右边的8只，3号弓箭手黑海去开左前方的6只骑士哥布林，尼亚去吸引右前方4只弓箭手。你要最快速的回来，然后在怪物进入前方20米左右预读多重兵剑，一次性开28只怪。学院内一片哗然，开什么玩笑啊，这么多的怪物，一人一刀，你会直接团灭的呀。这可不是普通级别，怪物能够被你瞬秒。现在的勇士级副本，普通小怪都有4000血啊。管理者大人，这能行吗？怎么看着这么吓人啊？你们懂什么？好好看着就行，而且不要觉得亡灵大帝太过于大胆。你看怪物的分布，他选择的怪物群体都是近战的怪物，其中只有3只是远程的，并且没有任何一个头目。我猜这应该是一次伤害的尝试。作为资深的职业者，冷静下来的东方海精准猜到了苏寒想做什么。当初自己的队长就是这样做的，从来不依靠庇护所赠送的数据，都是要实地考察的。副本内怪物们被吸引，根据苏寒的方法，4波怪物逐渐汇聚在一起，听着身后传来的怪物嘶吼，黑海与山熊吓得浑身冒冷汗。队长啊，您为什么还不开口啊？这要是被追上，我们马上就要死了啊！耳畔怪物挥砍空气的声音让大家头皮发麻。就在怪物快追上来的时候，苏寒终于下达了命令：1号弓箭手释放陷阱，2号弓箭手与3号弓箭手释放减速。尼亚准备刷！第一个减速陷阱落下，大片的泥浆削减了敌人的移动速度，哥布林们深陷泥潭，根本走不动。后续无数细小的陷阱更是把速度快的骑士们阻拦其中，怪物们汇聚一团，互相拥挤。跟着便是3号弓箭手的减速箭矢与尼亚的多重减速，28只魔物神奇的被拦住了。而哥布林弓箭手因为大量同伴的阻拦，导致攻击根本无法奏效，只能在后面干着急。如此神奇的一幕，看呆了所有人。进攻被终止了，好神奇！学院内全体陷入了寂静，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苏寒是怎么做到如此精准的？没有强控技能，毕竟是新手副本，大家也都是新人，根本没有过多的技能，可他却凭借大量的减速，限制了敌人的前进。怪物汇聚在了一起，如此神乎其技的能力，让无数的学生眼前一亮。我靠，我都忍不住想过去刷怪了。以前我们组队的时候，总是一波3、4个的刷怪，现在这么多速度得多快？危险归危险，可是这巨怪太精彩了，20多只怪物啊，现在全部汇聚在一起，看得老子手都痒了。画面内，怪物汇聚完成，苏寒的爆发才刚刚开始。前排的骷髅狂战士首领直接套盾，开始了旋风斩，疯狂的绞肉机器，配合天空的箭雨，怪物的血量快速的被清空。1268、1189、763，一轮大风车结束，怪物全部倒下。恭喜你杀死哥布林战士，经验加18。恭喜你杀死哥布林战士，经验加25。恭喜你杀死哥布林骑士，经验加28。
尼亚等人看着眼前刷过的数字，人都傻了。原来升级这么简单吗？28只怪物只需要4秒钟就全部的倒下，而后面的那些哥布林弓箭手也被苏寒的亡灵游侠还有他的暗影剑收掉。看着还在愣神的队友们，苏寒提醒道：“继续前进，不要浪费时间，记住，以后你们的休息时间只有怪物汇聚好后，竞速副本，没有任何的空档。想要完成快速的攻略，就要完美的利用每1分钟每1秒钟，只有这样才算是竞速。”第14章，开创减速流打法。苏寒直播成为教学视频。第一波怪物倒下后，前面是4个头目级别，3位哥布林骑士各自带领着一队小兵，外加一个哥布林巫师，怪物的数量为18只。苏寒看了一眼，继续让3位弓箭手拉怪，同时让尼亚原地喝泉水恢复魔法。哥布林骑士头目级别勇士，血量7500，防御力73，速度50，技能鸡哥冲锋，被动领袖光环，附近的怪物会获得 10% 的攻击力与防御力的提升，唯一属性。相比起冒险级别，勇士的头目都会携带光环效果，这是唯一的属性，不会无限的叠加。尼亚在地上缓慢的恢复魔法值，目光看向远处，问道：“大佬，那个巫师要怎么了？”简单，只要这样。苏寒命令亡灵游侠上前吸引怪物。750，原本正在睡懒觉的哥布林巫师忽然间被攻击，瞬间恼火了起来，举起法杖摇晃着就要释放魔法，可谁知一道黑色的暗影剑却精准命中，打断，魔法施展失败。哥布林巫师更加恼火了，骂骂咧咧就让小弟冲上来。而这时3位亡灵游侠开始火力全开，3重剑矢不断的攻击过去。790、810、830，3个亡灵游侠的一轮射击，外加苏寒的暗影剑，竟然将这个哥布林巫师秒掉了。尼亚目瞪口呆，刚刚他还想这种远程头目怎么办呢？谁曾想到可以秒杀。没有了这种远程法师，只剩下近战的头目之类的，其实就好办了。旋风斩是有冷却时间的，所以这一次苏寒是让3个骷髅狂战士疯狂的触发瞬劈就可以了，大量的伤害疯狂刷新。恭喜你击败了哥布林骑士，经验加260。有了徽章后，苏寒虽然组队，可却享受着单人的经验福利，爽的不行。而且有人帮忙拉怪，比他单人刷副本是要快一点的。又是一轮怪物倒下，速度没有任何的降低。这次你们3个休息，恢复魔力值。尼亚与3个亡灵游侠去引怪，记住把控距离。好。慢慢熟悉后，尼亚已经熟悉了这种拉扯模式。这一次足足有30多只怪物的汇聚，里面甚至掺杂了6只头目级怪物。看到有怪物有离开群体的迹象，苏寒便让亡灵射手调整攻击频率，随着伤害方向的挪移，怪物们即将散掉的现象逐渐消散。当他们全部汇聚到平台入口的时候，各种的减速开始疯狂覆盖，一波又一波。虽然伤害只有100多，但苏寒要的是控制，而不是伤害。看着深陷泥潭的怪物，苏寒下令释放技能：旋风斩、幽灵剑雨。2个大范围的 AOE 爆发出难以想象的伤害，而2个普通亡灵游侠则是一左一右单点头目，还有尚未死亡的小怪们。5秒钟不到，所有怪物全部倒下。尼亚惊喜地说：“我升级了。”他以前混迹各种冒险副本，足足1个月都没有提升到8级，现在终于升级，可真是太难了。而其他人也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学院内的直播教室中，看着只花了10多分钟就已经进度1/3的副本，一个个的陷入了沉思。虽然大家肯定做不到亡灵大帝这样的伤害，可是不是单纯的保守升级方式需要一些改变呢？多控制阵容似乎真的不错。我构想了一个队伍配置，导师以1个近战输出职业，外加1个近战坦克，配合1个牧师，2个射手。虽然配置一样，但我想速度会比以前提升更多。谈谈你的输出循环。林娜看向那位学生，想听听他有什么想法。学生站起来，拿出自己的配置图，里面的内容与苏寒来讲差了非常多，唯一有的就是2个射手的减速，还有1个近战职业的减速。3个控制，如果配合循环使用，再加上布一点点的风筝打法，甚至可以将副本的推进速度提升 30%。 看到计算结果，所有导师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然而此时一位导师站起来否定道：“我认为不妥，这位同学的想法是不错，面对霸体级别的怪物，你该如何用对？”众人纷纷点头。对啊，霸体呢？霸体是无视控制技能的，甚至某些 BOSS 天生就是霸体。这个问题如果无法破解，
那苏寒给出的模式将无法使用。可这个时候，却有人惊呼起来：“你们看，那个基格冲锋竟然被同样的近战挡住了，根本无法释放技能！”什么？提出质疑的导师连忙看向直播画面，他的眼中满是震撼。在众人讨论的时间，苏寒已经来到了副本的中心平台。冒险副本中，这里有一个霸体的头目，而现在足足有2个，而对方的处理方法是依旧利用多个怪物挡住来路。霸体冲锋虽然很强，但被有方怪物阻拦，他即便可以冲锋，却还是会被拦住。而苏寒则是趁着这个机会疯狂的让远程职业集火，至于近战的怪物本身就有减速，根本就无法脱身，以怪挡怪，竟然还能这么玩。那个学生回过神后激动道：“就是这个，我等待的就是这个，以怪物的身体作为障碍，这谁能想得到呢？”狂暴的输出在苏寒的有意控制下略微慢了一丢丢，所以在前排怪物全部死亡之前，头目级别的怪物就已经灭亡了。这就是战术，减速控制流。苏寒的这个视频此刻已经成为了整个学院的标杆。其实以前的教学视频也是这样开发出来的，不过他的视频更具有教学意义，快速而有效的刷怪才是大家需要学习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迅速的变强。东方海感慨不已，他真的是一个天才，就算没有神级天赋，也一定是一个风云人物，太厉害了。如果苏寒诞生在新纪元的那一天，只怕他会成为全世界的第一人。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管理者大人，您真的认为苏寒无法超越等级排行榜的那些人吗？短短几个小时啊，这都已经快6级了。倒也是，让我看看他究竟还有多少潜力吧，特别是能够压死哥布林首领的本事。这位管理者刚刚计算过伤害，不算弓箭手，只凭借狂战士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在数分钟内压死怪物的。苏寒绝对还有其他底牌才对。他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技能能够快速的杀死一位首领级别的怪物。第15章3个萨满头目的拦路，苏寒带着 BOSS 一起打。副本外，刚刚完成冒险攻略的张泽如今已经是3级了，虽然不如亡灵大帝，但他却觉得已经非常快速了。3小时32分钟15秒，速度真不错。各位，我们继续争取今天晚上通关勇士级副本，至于加班费每个人10万元之币。多谢张少，那我们就继续了。大家都是老手，4拖1，再加上对方一身黑铁装备，速度非常快，3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一次副本。估计没几天，这个大少爷就可以升到10级，和他们一起前往勇士级副本了。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旁边也传来了交谈的声音。没想到我们打得还不错，3小时42分钟呢，这还得多亏了队长啊，没他的话我们可不敢想这个成绩。听说普通的团队刷一次副本需要5个小时呢，光是解毒药剂都是不小的开销。张泽闻言看了过去，随后露出惊愕的表情。那一拨人竟然是自己的同学，还是被他抛弃的菜鸡，他们怎么竟然也能出现3个多小时的成绩？开什么玩笑啊！你们几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张泽黑着脸，一副要杀人的样子。原来的跟班们看到他出现，顿时有些害怕。而尹天雪则冷漠道：“我们的事情跟你无关，你不是都走了吗？现在和我们聊什么？”嘿嘿，原来是小雪带队啊，怪不得速度这么快。对了，你要不要来我的团队？现在我这里都是咱们学院的学长，差不多都是7到8级的高手。你加入的话，我们肯定会速度更快。到时候你指挥怎么样？谢了，没必要。而且我觉得我们几个同学打配合挺好的。看着少女离开的背影，张泽的脸都扭曲了起来。他心中暗骂：该死的贱人，他肯定知道什么刷副本的秘密，不然怎么会刷得那么快？那几个家伙只不过是一群垃圾罢了，看我把你的秘密都掏出来。很快，他拿出通讯器，开始暗中联系尹天雪队伍里面的人。在金钱的魅力下，张泽终于得到了答案。尹天雪就快在了首领战斗上面。他的布局是扇形站位，每次敌人要释放毒素的时候，就会快速的分散，尽量让一个人去承受。其次便是首领的小怪处理，他们的肉盾多，所以直接采取风筝放气流打法。在战斗的前期是采取清理的，但后面 BOSS 没什么血量的时候，就开始让肉盾拉着一波小怪离开，而尹天雪则是拉走第2波怪，其他3个人全力输出。这样虽然危险了一点，可速度却提升了非常多。他妈的，竟然是这样！这个臭娘们到底是从哪里知道这种打法的？明明学院里面都没有。不过，嘿嘿，我得知了这个打法后，直接上交，肯定能获得叔父的奖励。张泽阴险一笑，连忙开始操作了起来。果然，当张峰知道打法后，连忙夸奖了起来。张泽得意洋洋，
感觉如果自己采取这个打法，那么绝对会刷新副本记录，至少前10名应该没问题。新手休息区内，尹天雪尝试着添加苏寒的真实姓名，结果他惊讶地发现，对方竟然在副本里面。难道说他通过测试了？嘿嘿，我就知道，苏寒肯定没问题的，只可惜副本内是无法接收外界的消息，不然我真想和他聊聊。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知道这么多的怪物打法，这次要是没有他，刷副本的速度肯定会慢得要死。少女点了一杯咖啡，脑海里满是苏寒的画面，想起2个人谈论游戏的时候，甚至不由得笑了起来。而队伍的内的其他人，则是坐在另一边，其中有2个人的表情都有些不太自然。勇士及副本内，时间已经来到了42分钟，苏寒的团队全程都没有休息过，每个技能的冷却与恢复魔力的时机都卡得特别死。现在他们已经来到了 BOSS 前的最后一战，3个头目级别的怪物守护在首领帐篷的面前，附近还有15只小怪，其中头目是3位哥布林萨满，身体四周环绕着雷电之力，看上去就非常的不简单。哥布林萨满，勇士级，等级8，品质头目，血量5800，防御60，被动元素护盾，可吸收1000点魔法伤害，被动雷电之力，信仰雷电之神的荒蛮生物，掌握着雷霆之力，任何法术都有雷霆属性加成，可以额外造成100魔法伤害。技能闪电剑，发射1枚闪电箭矢，造成400魔法伤害，并且会让敌人陷入麻痹状态。麻痹，移动速度降低 35%。 他该怎么做？正常的勇士副本流程都是2个肉盾职业强行抗伤害，然后优先击杀萨满，否则他们的伤害叠加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很容易直接减员。不清楚，但看苏寒的表情似乎早就有想法。你看他已经下达了进攻的命令，有可能是让游侠们单点爆发吧。小怪是可以减速的，如果控制好，绝对没有任何的就是速度会慢一些。学院的导师们都是刷过勇士副本的人，所以他们很清楚这一波怪物的压力。正因为萨满的恐怖，勇士副本的门槛才这么高，就是不知道苏寒有什么破局的方法。特别是东方海，他总觉得这位学生绝对不会按照常理来出牌。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他的直觉告诉自己，苏寒是一个喜欢挑战极限的人。不要管怪物的进攻，直接冲到平台上去，与哥布林首领触发战斗。开怪的瞬间，苏寒给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答案：清怪。真的很抱歉，速度太慢了，根本不符合他的竞速风格。既然这已经是首领战斗前面了，干脆拉着所有的怪一起打就是。队员们愣了1秒，拉着首领 BOSS 一起打，这是在做梦吗？面前可是足足18只怪物，加上3个恐怖的萨满头目啊！队长，您是不是疯了？看着已经冲锋出去的骷髅狂战士，尼亚怒骂道：你们愣着干嘛？队长可是下达命令了。虽然他只有800多血量，可尼亚却没有丝毫犹豫，紧随其后就冲了出去。其他3个弓箭手对视一样，硬着头皮跟了上去。史无前例的战斗即将开始。第16章，见证嗜血的恐怖吧！机关枪一样的亡灵游侠，大家一路狂奔。前排是骷髅狂战士首领在吸收伤害，几个人跟在后面快速的冲了进去。看着入侵者闯入神圣的平台，3位萨满无比愤怒：你们这些入侵者竟然敢打扰首领的休息，简直不可饶恕！他们锁定了尼亚，举起法杖释放闪电剑，连续2发攻击，血量瞬间见底，322、350，吸收！就在少女以为要死的时候，一道白骨护盾挡住了致命一击。别停下，跑到左侧平台边缘。苏寒的话紧随其后，尼亚来不及思考，赶紧去站位。而这时，已经位于中心点的亡灵游侠已经开始了射击。苏寒则是打断了一位萨满的再度施法。在他们闯入进来后，沉睡的哥布林首领终于苏醒。比起冒险级别的 BOSS， 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血量提升到了2W， 但技能却有了新的变化。哥布林首领，勇士，等级10级，血量2万，力量160，速度50，防御110，技能召唤仆人，每隔3分钟便从帐篷能唤醒沉睡的仆人参加战斗，数量为8只，其中固定为2只哥布林弓箭手，6只哥布林战士。技能淬毒刀刃，每次命中敌人会进行毒素攻击，无法解毒的话会持续受到伤害。技能抛头，释放1枚剧毒罐子，造成 AAOE 伤害的同时会持续的造成伤害。技能碎甲斩击，可以破掉敌人的护甲，造成更高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特殊雷电赐予我力量，血量降低到 20% 的时候，
会祈求雷电之神的力量，力量与速度获得20%的加成，直至死亡才会结束。看来是多了狂暴阶段。苏寒看了一眼，感觉与自己心中的设想没什么差别。3位骷髅狂战士已经带着怪物入场，而哥布林首领也吹响了号角，沉闷的响声在平台上回荡，无数的声音从那些帐篷的附近响起。杀死入侵者！神圣的平台不允许敌人靠近。原本就有10几只怪物，再加上一个首领，还有8只强力的小怪，压力直接拉满了呀。尼亚等人已经分散站好，可看着这么大的阵仗，双腿都在颤抖。这可是他们这么激进的刷勇士副本，以前大家都是小心翼翼的，恨不得稳得不能再稳。而今天，苏寒的打法却颠覆了所有人对副本的概念。3个射手的减速丢在首领的脚底，尼亚的减速留给我打断的萨满。听到他的命令，数个技能连忙释放，首领中心再度变成一个泥潭。这时苏寒低喃道：是血，猩红的王月之力笼罩在这个平台，受到力量的影响，召唤物们的眼眸变得通红起来，攻击速度与释放速度瞬间提升了30%。为了主人的荣耀，骷髅狂战士首领开启了旋风斩，而亡灵游侠首领则是释放了幽灵剑雨。原本需要持续6秒才能完成的伤害，在短短的3秒不到就完成了，而幽灵剑雨也仿佛被加速了时间一样。至于旁边的2个亡灵游侠，手中的弓弦竟如同旧时代的枪械一样疯狂的射击，甚至都出现了残影。766、889、762、1166，血红色的伤害直接刷满了整个头顶。大风车结束后，骷髅狂战士首领开始了劈砍，他的瞬劈触发了好几次，旁边的小怪几乎是没造成什么伤害就全部倒下了，而3个萨满也被亡灵游侠一一收掉。这般恐怖的伤害输出，看呆了现场与场外的所有人。尼亚等人不约而同地想到，到底谁才是弓箭手啊？这种恐怖的射速只有30级的职业者才可以拥有吧，而且伤害频率也太高了。然而在这个激烈的战斗中，苏寒竟然还能抽出时间打断哥布林首领的淬毒，这份施法的精准程度让人无不佩服。短短5秒完成了清场，学院的教室内已经鸦雀无声，大家都在看着苏寒的表演。什么是神级天赋？没看到之前，人们都以为最多是强大一些罢了，可当苏寒展示自己的力量时，他们才觉得自己对天赋的认知太浅薄了。什么是 SSS 神级天赋？眼下你就看到了，为何每一个隐藏职业天赋者都是在等级排行榜上面。现在他们也懂明白了， S 级与 A 级估计都是有着巨大的差距，而 SSS 级才是真正的统治级存在。苏寒给自己起的 ID， 不少人都觉得有些狂。现在来看，人家在藏拙呀，叫亡灵之神都不为过。别愣着了，接下来所有的时间都要输出，不管你们能造成多少伤害，全力输出。你们每个人的附近都有一个帐篷，如果支撑到下一波的怪物的出现，直接丢减速技能，不要管。目标只有一个 BOSS。 现场除了首领之外，已经没有任何的怪物。再刷新，苏寒根本不想去管。队员们纷纷点头，开始了疯狂输出。哪怕伤害低，4个人加起来也是不少的伤害。再配合苏寒的暗影剑，每一波也能带走400-500的血量。不要觉得少，主要是怪物的防御力太高了，有大量的减免，一波能造成这么多的伤害，已经非常的不容易。攻击一轮接一轮，伴随着嗜血的结束，首领的掉血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不过他现在也只剩下1半左右的血量。让你们尝尝我的该死的小虫子，你打断了伟大布鲁克的荒蛮魔法，受死吧！不知道是第多少次技能被打断。哥布林首领的眼眸通红，目标锁定在了苏寒的身上。不好，仇恨锁定在队长身上了，可能是打断技能太多了。怎么办？谁都可以死，唯独苏寒绝对不能死，他是唯一的输出。看着 BOSS 不受控制朝着自己奔来，苏寒冷静地指挥道：继续输出，注意帐篷怪物的刷新时间，还剩下45秒。他的话就是最高指令，而 BOSS 的仇恨锁定也在苏寒的预料之中。碎甲斩击，哥布林首领来到仇人的面前，将武器高高的举起，表情无比狰狞。这个小虫子将会被自己一刀斩杀，他为什么不跑啊？就算速度慢，为什么不跑起来？教室内传来了无数的尖叫声，大家都被吓了一跳。原本以为苏寒会跑起来风筝怪物，可他偏偏站在原地搓暗影剑。他如果死亡，通关就会彻底失败啊！第17章再度刷新勇士级别排行榜，青铜级别法杖。苏寒的血量只有1300，现在的他尚未更换装备，以这个 BOSS 的伤害程度，
只要靠近最多3刀，绝对殒命。如果封着，至少能多拖住5秒没问题的。可他为什么不跑？东方海有点看不懂。下一刻，团队内的尼亚提醒道：“小怪刷新了，补上控制。哥布林首领每3分钟会召唤一波小怪，现在已经到了。”原本想要挥刀的哥布林首领却不得不停下脚步，吹起召唤的号角。既然是这样，无数人惊呼起来。BOSS 追击敌人的途中，因为技能的循环，他不得不释放被动效果。而在这短暂的2秒钟内，苏寒等人又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琳娜震惊道：“难道他一直都在计算时间轴吗？这么精准，原地不动，就是为了卡 BOSS 施法的时间。这是被动技能，自然无法打断，但 BOSS 释放的召唤魔法却会停止追击与攻击。虽然时间很短，可对于苏寒而言，这个空档就是绝佳的输出机会。3个骷髅狂战士一直都跟在 BOSS 的身后疯狂输出，而此刻亡灵游侠的冷却也转好了。让你尝尝痛苦的尖叫吧！漆黑的亡灵之力化为3道箭矢，朝着哥布林首领爆射而去。这是3重射击，冷却时间刚好3分钟。而出来的小怪们虽然想救助首领，可却因为脚底有各种的减速技能，只能原地的踏步。召唤魔法结束，哥布林首领举起刀刃，狠狠地落下。722，第一刀下去，苏寒直接半血。689，第二刀下去，苏寒直接空血。而在第3刀落下的之前，一道白骨护盾出现，吸收空血，但尚未死亡。可哥布林首领却没有来得及挥砍第4刀，自己就已经倒了下去。恭喜你击败了哥布林首领，勇士级，奖励经验2000点，原制币2万。恭喜你以 SSS 级完美评分通关副本，作为第一个完美评分通关该副本勇士级的玩家，可以额外获得2000点经验。提示：哥布林部落王者等级副本已经解锁 ，BOSS 战至此结束。而那些被控制的小怪，现在挣脱了束缚，却因为首领的灭亡而化为无数的白烟消失不见。勇士级副本攻略完成，不管是副本内的人还是副本外的观看者，现在都有一种做梦的感觉。这真的是勇士级副本吗？为什么有一种很简单的感觉？当怪物倒下之后，一道青色的光芒从尸体上绽放出来。哇，出装备了！青铜装备！我操，等等，好像还是法杖！所有人都震惊了，这是什么运气啊？第一次攻略勇士副本，竟然出现了青铜级的武器。苏寒捡起装备，发现属性相当强大，甚至有点极品。粗糙的雷霆祭祀之杖，等级5，品质青铜，智力加22，耐力加15，敏捷加10。特效：使用者或者召唤受攻击的时候，会有 15% 的概率触发闪电剑，伤害固定为100点魔法伤害。装备是青铜色，如同藤条一样的法杖，表面有雷霆光泽闪耀，光看上去就给人一种不凡的感觉。而教室内，所有法系职业的学生们看到苏寒出现的法杖后，一个个馋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高智力武器也就罢了，还附带特效，简直是法师的超极品啊！等等，我靠，我没有看错吧？这个装备的特效是主人与宠物都可以触发，以亡灵游侠的攻击频率，这装备有点恐怖啊！虽然特效只会造成100伤害，并且是 15% 的概率，但你要明白，亡灵游侠是射手，并且有3位，他们的攻击频率是非常可怕的。而单单这一个法杖，就差不多能提升每秒输出100的伤害。如果苏寒刚刚就获得这个法杖，那么杀 BOSS 的速度会提升一大截，甚至都不用打得这么极限。当副本结束后，熟悉的提示音出现了。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以极快的速度刷新了哥布林部落勇士级副本排行榜，时间48分12秒，评分 SSS 级。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以极快的速度刷新了哥布林部落勇士级副本排行榜，时间48分12秒，评分 SSS 级。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以极快的速度刷新了哥布林部落勇士级副本排行榜，时间48分12秒，评分 SSS 级。整个庇护所内的玩家都被公告吓到了。之前冒险级别的副本虽然有被吓到，但心中也只是说那不过是一个冒险级别罢了。可现在勇士级副本竟然又刷新了排行榜，同样是1个小时以内，同样是 SSS 级评分，他真的是人类吗？所有体验过勇士级副本的人脑海都是4个字：难以置信。1个小时内速通副本，还是 SSS 级评分，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个 BOSS 的伤害，还有恐怖的血量以及可怕的被动，都不是短时间内能结束的战斗。有人曾经分析过，单单勇士级的 BOSS 战都最少需要30分钟攻略，而且
那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可现在亡灵大帝却用实力告诉所有人，哥布林首领就是可以轻松的击杀。你们做不到，不代表别人也做不到。队长，我们要去挑战王者级副本吗？还是继续刷勇士？战斗结束，几个队员不敢浪费时间，迅速地坐在地上恢复状态。高强度的战斗已经让他们逐渐习惯这样效率的做事。面对询问，苏寒打开面板查看属性，姓名苏寒，等级590001000，职业死灵法师，显示天赋 SSS 级王月之力已隐藏，生命1672，魔力460，敏捷50，力量26，智力82，耐力66。装备王者古剑，未知等级。装备黑铁上衣。装备粗糙的雷霆祭祀之杖，青铜。装备黑铁裤子。装备黑铁鞋子。首饰碧海游龙徽章，特殊。首饰黑铁手镯。看着再度提升一节的属性，苏寒抬头对着4个队友说道：可以是可以，但你们得学习技能书，补充一下控制能力。这一波勇士副本的通关也让他们都升级了，因为 SSS 级完美评分通关奖励，团队内的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第18章，你跟我说这是人？扫荡拍卖行的管理者大人。云岚学院内，管理者张峰听着来自庇护所的公告，整个人都陷入了呆滞。随后他忍不住大骂起来：亡灵大帝到底是哪个学院的？为什么老子从来没听说过？不行，我得催促一下张泽，要是被对方抢走白银法杖，那我的投资不是白费了。他虽然护犊子，但也是希望张泽等级高了可以带飞自己。要是白银法杖被夺走，张峰的希望会彻底破灭，甚至这辈子都无法提升到30级。而冒险级副本内，张泽的团队听到公告后，全体陷入了沉默。如果说之前的冒险单刷已经非常震撼了，那么现在48分钟通关勇士级就有些太恐怖了。短暂的沉默后，张泽咬牙道：我们也去勇士副本。可张少，你还没到5级，你懂个屁，老子去了勇士级副本会升级更好，立即给我走。他不允许自己的骄傲被人踩在脚底，如果自己也能快速的通关勇士级，那就能带着尹天雪了，到时候对方不得爱上自己。其他4个队友互相对视了一眼，心中十分无奈。这次的冒险级副本速度是快了非常多，也不知道张泽是从哪里获得的攻略。但同样的手段，你在冒险级刷怪可以，但勇士级别绝对有问题。可他们又不敢惹怒这位少爷。天海学院，苏寒带着团队回来了，教室内正在观看他刚刚的视频，疯狂的讨论着。而林娜则是拉着他的手，激动的询问：你是怎么知道 BOSS 的被动会打断自己的攻击？这可不是单纯的网络游戏啊。导师，很多人看着呢。苏寒看着被双峰挤压的手，小心翼翼地提醒了句：他现在可是大明星，走到哪里都是有大量粉丝围观的。结果林娜翻了个白眼，说道：我又不怕被你占便宜，你怕什么？难不成心里有小情人了？那真没有。快告诉我，为什么 BOSS 会停手？面对导师的询问，苏寒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很简单，对局势的判断，在我们眼中，副本只是一个类似网游的第二世界，怪物虽然不会出现什么 bug 等漏洞，但是在他看来，召唤小弟帮忙远比自己要挥砍几刀有优先级。在他眼中，召唤小弟然后一起围攻我们，肯定要比砍人要划算。这么简单？林娜瞪大眼睛，感觉有点难以置信，但苏寒却点头道：就是这么的简单。神赐世界真的与现实没区别，最多就是数据化了。怪物其实也会思考，也会有情绪，所以他以前积累的虚拟网游经验现在可以全部应用。旁边围观的导师们纷纷露出了思考的表情。苏寒的这番话看似简单，却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从未想过的思路。按照这样的思维逻辑，很多副本其实真的可以用各种手段来规避技能，只是之前大家的研究方向都是硬抗，或者是如何在 BOSS 的技能中坚持下来，却没有人想过反向利用怪物的技能去制造更多的伤害。导师，这次我回来是想让你们给我的队员一些控制技能书，我记得是有一些的吧？苏寒，你放心，管理者大人早就准备好了，甚至他都已经去排行榜开始扫控制系列的技能书了。听到林娜的话，苏寒竖起大拇指，不愧是自己学院的管理者啊，反应速度是真快。看到减速流如此的轻松，竟然去扫荡拍卖行了，真不简单。几分钟后，团队内的成员每个人都多了一个技能。弓箭手职业有一个通用系的技能，名曰冰霜陷阱，没有任何的伤害，
但却会造成一个范围2米的减速地带。而尼亚则是学习了一个法师最鸡肋的技能——水球术。这个技能基本上没有法师学习，施法距离要求非常短，并且伤害超级低，但效果是可以击退敌人，并且造成一个范围线的水属性伤害。如果配合猎人的冰霜陷阱，刚好可以完美控制一波怪物。毕竟大家还没到10级，能学习的技能非常少。至于苏寒，没有任何的技能提升。休息期间，看了一眼手机，苏寒发现尹天雪竟然询问自己是否进转职进入神赐游戏了。想了下，他回答道：“已经完成转职了。”消息提示：对方正在进行副本攻略，暂时无法接收消息。苏寒笑了笑，想起在学院内的几年，似乎都是他提供的欢乐。也不知道对方升级速度怎么样。庇护所拍卖行内，东方海豪掷千金，将大量的控制技能全部购入囊中。如此举动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许多学院或者是组织的人都在疑惑，他一个管理者级别的人，为何要疯狂购买技能书，而且还是垃圾技能书？众所周知，控制技能是最垃圾的，没有伤害不说，后续还会占用技能分配点数。低级的减速，除了浪费魔力值，没有任何的卵用。其中另一个学院的管理者主动找到东方海：“我说老伙计，你没事吧？购买这么多垃圾技能书做什么？我看你是不挑职业，什么都买，这是什么意思啊？要是有什么好处，也给兄弟透露一下。”他们2个是多年的队友，都是30级的存在，感情非常棒。靠，你怎么也在这？嘿嘿，老夫的女儿最近也毕业了呀，正在升级呢。说说到底有什么秘密？别说没有，这么多的技能书，耗费资金何止千万。你到底想做什么？看在你是我老伙计的份上，我们签订一个保密契约，我才可以说。这么不信任老子？对方有些恼火，多年的交情了，还用得上契约？看着默不作声的东方海，老者明白了他的意思，2人很快签订了契约。现在可以说了吧？嘿嘿，亡灵大帝是我的学生。什么？我操！你没开玩笑吧？还有惊喜呢！对方开创了减速控制刷怪流派。东方海得意洋洋地将视频转给对方。看完之后，老伙计陷入了呆滞，嘴角哆嗦道：“你跟我说这是人，所以人家才是神级职业者，我们呐都不过是凡人罢了。”东方海悠哉地说道。第19章进入王者级副本，各方势力的反应。减速流，这是一个新鲜的词汇。在此之前，这位管理者没有任何的印象，可是看了苏寒的视频后才发现，是自己孤陋寡闻了。减速并不代表垃圾，相反，如何应用技能才是一个问题。时间的卡点，节奏的快慢，团队技能的冷却，亡灵大帝全部都知道。在看视频之前，这位管理者陈博一直以为亡灵大帝是不是找到什么漏洞了？虽然神赐世界一直没有，但万一呢？现在看过视频后，他才明白对方能单刷是很正常的。怪不得东方海这老货需要保密，如果自己有这样一个宝贝，肯定也会私藏起来。休息结束，苏寒带领着自己的团队返回了新手区域。现在已经是夜晚，可神赐世界内却灯火通明，大量的玩家汇聚此地。什么情况？都已经晚上10点了，还这么多人？我去，他们似乎是冲老大来的。真的假的？几个队员在团队语音里面交流。苏寒也发现，这些玩家们的目光全部都在自己身上。不等他们抵达副本门口，就有人上前搭话：“大神，求带一个副本啊，勇士级20W 原之币好不好？大神，能不能带我升级啊？我是辅助系牧师加谢老快了。大神，请问您要不要加入我们碧波学院？大神，一套青铜首饰，只要您加入我们沧海学院，现在就给你，如何？”众人一听这话，纷纷侧目看去，只见一位穿着黑衣的少年将自己身上的装备展示了出来，那青色的光明无比耀眼，甚至还有独特的套装光环。这是一套首饰啊，目前有市无价，就算想买，最少也得个1000万级别。看着拉拢的人越来越多，尼亚等人害怕了，这要是老大被人挖走了，他们该怎么办啊？大佬，咱们快进副本吧，这里人好多。老大看着眼泪汪汪的几人，苏寒强忍笑意道：“你们怕我被挖走啊？”4个人齐齐点头。现在他们可是出名了，从刚才退出副本开始，就有无数的学院与组织招揽他们，其目的不言而喻，都想学习那种竞速的手法，甚至有人开到了500万元之币，但他们都没有动摇。一座金矿与一块金子，只有白痴才会选择后者，而且大家都非常珍惜与苏寒相处的机会，
虽然只是一个副本，可整个过程下来，他们4个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对以后的人生都有影响。傻子才会离开呢。那就打起精神吧，王者级别的副本可是和勇士级别不是一个难度的，记得别掉链子。苏寒提醒一句，在众目睽睽下，选择了深红色的王者副本，而他们的队伍职业也一目了然。看着没有恢复职业存在，所有玩家都震惊了。这是什么组合啊？3个弓箭手，一个法师，一个死灵法师，没有坦克，没有牧师与恢复职业，太可怕了吧？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对了，刚才的那几个人似乎带着天海学院的标志，我靠，亡灵大帝难道是天海学院的不成？太他妈牛逼了吧！我也想去天海学院。普通人成为职业者后，一般来说是可以随意更换学院的，庇护所并不限制更换学籍，毕竟每个地方的教学风格都不一样。现在看到亡灵大帝可能是天海学院的人，大家都坐不住了。奇怪的队伍配置，强势的刷新榜单，这个话题一下子就被顶到了热搜上面。亡灵大帝的队伍配置，没有坦克，没有恢复职业，强势进入王者级副本。天呐，亡灵大帝带着4位天海学院的人，我想过去。难道说亡灵大帝今天要刷新王者级别副本吗？新闻的头条刷爆了庇护所内的聊天群。队伍的配置是骗不了人的，可苏寒的配置怪就怪在太极端了。没有坦克当前排，没有牧师恢复血量，那他们如何这么快通关副本，取得如此完美的评分呢？而各路强势的团队也看到了这则消息。风吹雪团队内，刚刚完成副本攻略的他们，还是差一丝丝才得到 S 评分，目前正在安全区休息。飘飘姐，你看那个亡灵大帝的团队配置太离谱了，3个弓箭手，2个法师，怎么可能？没有坦克，没有恢复职业，打什么？我看看。正在优化攻略的队长风飘飘拿起通讯器，看着上面的内容，那双美丽的柳叶眉一下子皱了起来。这团队太极端了吧？没有坦克，没有恢复，3弓箭手，2个法师，其中他们都是 B 级职业者，也不是隐藏职业，这样的配置能通关？可对方还真就做到了。我想问题肯定出现在那个死灵法师的身上，但他的技能形态与能力我们都不知道。姐姐，难道不应该是利用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娃娃脸少女凑过来询问道。风飘飘闻言摇头道，手法可以提升伤害，但无法弥补怪物对我们的伤害。你想想我们对战勇士级 BOSS 的时候有多么的艰难。倒也是，2万血的魔物想要在新手阶段迅速的杀掉，怎么想都不可能。那对方是怎么做到的呢？那飘飘姐，现在对方进入了王者级副本，你说他可能通关吗？也许吧，如果对方能再度刷新，我想见见他。想请教问题？当然，既然对方能数次刷新榜单，肯定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风飘飘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而且为人非常谦虚。既然亡灵大帝如此强大，那他肯定想接触一下。副本之中，苏寒已经准备好了6只召唤物，原地待命。看着队员全部黑铁装备，苏寒疑惑道：你们这装备哪来的？记得刚刚他们还是很多白板的，怎么忽然间冒出这么多的装备？尼亚嘿嘿一笑说道：这还得多亏了老大你啊，看到我们几个能通关，学院内的导师们都动员起来了，大家七拼八凑的给我们把装备弄齐了，而且很多都是自带魔力恢复效果的。知道他们要进入王者副本，天海学院整体都想帮忙。如果苏寒能刷新哥布林部落王者级副本榜单，那他们的学院将会腾飞起来，不仅会获得庇护所的大量资源，同时还可以招募更多的新生。今后哪怕无法升级，寻找工作也会变得简单。这就是名人效应。第20章，一次拉11波小怪的神奇打法。那准备好，副本要开启了。5级的装备并不多，就苏寒身上也仅仅只有2件青铜，还是临行前林娜给他的。不过这样的装备对于苏寒而言已经足够了。直播还在继续，王者级别的副本攻略虽然只是新手区域，可学院内却没有一个人敢懈怠，大家都想看一下，面对王者级别的副本，苏寒又能展现出什么与众不同的打法呢？伴随着金色光芒的升起，副本的全貌展现在苏寒等人的面前。只是看了一眼，尼亚等人就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面前是密密麻麻的怪物，他们中最为普通的都有8级的水准，而混迹在怪物群体内的头目则是10级的存在，血量更是提升到了9000，而普通的小怪也有着3000的血量。这就是王者级别吗？头目遍地都是，有些恐怖啊。老大，该怎么办？面对队员的询问，苏寒观察了一下，平静道：正常刷怪就行，不过路线你们听我的指挥，1号去左边
2号去右边，不要触碰弓箭手，3号去最前面，尼亚去右后面，我去山坡上。听到他的话，几个人顿感头皮发麻。这是要一次5波怪物吗？要不要这么刺激？命令已经下达，几个人围绕路线开始了引怪。不一会，6只头目外加30多只小怪愤怒地冲到了指定地点。在这期间，3位亡灵游侠却做出了惊人的举动，他们竟然听从苏寒的命令，又拉来了6波怪物，前后一共11波，数量总额竟然有70只怪物。看着黑压压的魔物群体在汇聚，哪怕是经历过一次的学生们都被吓得不轻。见过拉怪的，没见过这么拉怪的。一次性70只怪物，哪怕是20级的职业者来这个副本都不敢开这么多怪物。苏寒真的有把握能处理吗？看着怪物逐渐靠近预定的地点，各种的减速开始逐渐释放，大量的怪物瞬间速度慢了下来。嗜血，开场直接来一波狂的，自然是为了这个爆发而准备。猩红之光洒落地面，骷髅狂战士首领疯狂地旋转了起来，旁边的2个小弟则是疯狂地触发瞬劈，他们的攻击速度非常快，斧子都出现了幻影，大量的伤害刷满整个上空，竟然形成了一片嫣红色。666、100、1266、1888、100，攻速越高，苏寒的法杖被动触发也就越多，各种的100点魔法伤害疯狂触发，短短3秒钟不到，就有20多只魔物倒下。苏寒也终于来到了6级，恭喜你升级了 ，LV6、LV7，距离升级还需要2万点经验。生命16801760，魔力460520，力量2628，智力8894，耐力6668，敏捷5051。不好，怪物的等级太高了，减速效果跟不上，不能继续打下去啊！否则那么多怪物的伤害一旦叠加，哪怕骷髅狂战士首领也扛不住。教室内，数个导师敏锐地看到了怪物有脱困的迹象，纷纷惊呼起来。而苏寒早就知道这一点。尼亚，释放水球术2号冰霜陷阱，以半圆形绕圈。在他的指挥下，一个巨大的冰霜陷阱被触发，地面瞬间一片白色。而尼亚则是在苏寒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冲到了怪物的面前，一发脸盆大的水球快速地朝着怪物群体飞去。轰！水球炸裂的瞬间，许多怪物都被击退了一点点。而有着冰霜的力量，他们的速度再度被迟缓，但这样的减速不如天赋效果强，所以苏寒下令开始后退绕圈输出。很快，一个极具艺术的画面诞生了，大量的怪物如同一条长龙被疯狂的减速，而苏寒等人则是围绕着一个平台不断的后退绕圈。每当怪物要脱困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冰霜陷阱补上，而落单的则是被亡灵射手逐渐杀掉。随后尼亚的减速也会补充，一边拉扯一边输出，全程骷髅狂战士没受到什么伤害，但是怪物们却一波接一波的倒下。2分钟，11波怪物一个不剩，苏寒带领团队朝着山坡冲击而去，而他这一波引怪足足拉扯了1/3的怪物，堪称神一般的指挥，看呆了所有人。他简直是带着怪物在跳舞，好强，每一步都算得死死的，怪物只能追随着他的脚步踏入死亡，不愧是亡灵大帝啊！教室里面满是惊叹。而林娜导师则感慨道，我想就算没有嗜血爆发那一波，他们的刷怪速度依然会非常快。大家看得出来，苏寒的方法是可以模仿的，只要做好拉扯，绝对比他们的蜗牛打法要强1万倍。后续的输出循环都和前面的差不多，疯狂的拉怪，以时间差与距离让怪物汇聚在下坡的路，陷阱减速，然后等待亡灵游侠的爆发，工业化一般的刷怪，无比的赏心悦目，却让教室内的职业者们无比羞愧。对比起苏寒的刷怪效率，他们的操作像是简直是婴儿一样，丝毫没有技术可言，根本就是靠数据才通关的。2波怪物刷完，进程已经来到了1半多，而此时副本的时间才过了20多分钟，如果不是嗜血的冷却跟不上，速度还会更快。而现在剩下的怪物还有100多只，想要一波清理实在是不现实，但逐步清理又不符合苏寒的刷怪标准。思考了一下，他有了新的决定。1号，一会你站在山坡的中央，2号在山坡下方，3号在平台上，尼亚负责全程跟随大部队，记得别死。听到新的命令，尼亚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老大，你要干嘛？干嘛？当然是刷怪，效率越快越好，一会带着这波怪一起屠 BOSS。苏寒的惊人发言再度刷新了人们对他的认知。王者级别也要带着怪物一起群刷吗？不太可能吧。虽然绕圈可以降低压力，
可首领级别的 BOSS 减速等控制有减免的呀，聊胜于无。学院内，导师们开始议论纷纷。现在他们有了苏寒的数据，可带着这么多的怪物一起屠 BOSS， 怎么想都不现实。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伤害的不足，现在的嗜血还在冷却阶段。其次，王者级别的 BOSS 血量会更加可怕，就算多了一把青铜级别法杖，也无法做到短时间内杀死才对。那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第21章，苏寒的逆天思维，完美评分通关王者副本。苏寒的命令无人敢违逆。1号弓箭手颤巍巍地来到了指定位置开怪，后续旁边的亡灵射手也在补充伤害。大量的怪物受到攻击后，纷纷冲了过来。远程的巫师直接被集火快速的杀掉，只剩下大量的近战在狂奔。左右两侧，还有 BOSS 站门口的头目都已经被拉扯了下来。看着浩浩荡荡的怪物，所有人都很紧张。苏寒安慰道：“按照我的指示去做就可以，不要害怕，记得节奏。还有，这次你们的任务就是绕圈带着怪物马拉松，我让你们回来再回来。老大，你的意思，让我们拉着怪物走，然后回平台？不错，所以接下来靠你们了。”他也开怪了，靠着精准的位置修缮，怪物们组团冲了下来，伴随着各种的减速与陷阱的触发，他们的动作迟缓了很多。而技能是有冷却的，这次没人阻拦怪物，所以他们只是减速了一下下，就开始朝着下方冲击而去。2号弓箭手的脸都白了，但想起自己的任务，他还是连忙丢出自己的技能，减速再度覆盖，怪物们的速度再度下降。在4个队友带着怪物们转圈的时候，苏寒独自一人来到了平台上。只见天空轰鸣一声，一道闪电落在了 BOSS 头顶。是谁胆敢骚扰神圣的祭祀？原本正在沉睡的哥布林首领获得了雷霆的力量，缓缓睁开了冰蓝的眼眸。哥布林首领，王者，等级12级，血量24000，力量180，速度60，防御140，技能召唤仆人，每隔3分钟便从帐篷能唤醒沉睡的仆人参加战斗，数量为8只，其中固定为2只哥布林弓箭手，6只哥布林战士。技能淬毒刀刃，每次命中敌人会进行毒素攻击，无法解毒的话会持续受到伤害。技能闪电之力，获得荒蛮雷电之神的恩赐，可以进行一次强而有力的攻击，造成160%的魔法伤害，并且会在一个区域形成闪电效果，持续10分钟，霸体，无法被打断。冷却1分钟，闪电站在上面会每秒掉落300点血。被动雷霆震击，每次攻击都会附加雷霆的伤害，额外造成20%的伤害，冷却时间无限。特殊雷霆赐予我力量，血量降低到50%的时候，哥布林首领会丢弃武器，化身为一个狂暴的战士，伤害提升25%。这已经完全好像换了 BOSS 一样。王者级别的首领，比起勇士级别可不只是多出了4000血量，光是他的能造成的伤害都不是之前能比拟的。但苏寒自己也提升了很多，法杖与属性的升级让他的召唤物也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根本不虚。战斗开启，3个狂战士冲锋过去进行正常的攻击，而苏寒自己则是朝着角落移动。在学院内的攻略视频中，这个 BOSS 是有范围限制的，不断的抛投雷电最终会导致团灭，而苏寒的处理方法与学院内没什么区别。 BOSS 出现荼毒他就打断，3个狂战士轮流承受伤害，而亡灵游侠则是不断的爆发，3重射击好了就用。雷电赐予我力量，来惩罚敌人吧。打了一会，愤怒的哥布林首领将一簇闪电朝着苏寒这边打来，他提前有所准备，直接闪躲。而等到第2次对方动用这个技能，苏寒竟然卡着时间套盾站在了雷电上面，看着2发雷电落在同一个位置，观看直播的学生惊呼起来：我靠，竟然还可以这样！之前那些学长们总说王者副本难度大， BOSS 战根本没有地方站位，现在我才发现是愚蠢啊。每秒300是很高，可如果只蹭一下就离开，那就等于无伤大雅。你们瞧，大神的宠物也在角落卡点。3分钟只留下2滩闪电之地，场地无比的干净，而血量苏寒这边也保持得很完美。骷髅狂战士们在不断分摊伤害，虽然暂时还能抗一段时间，但山下的队友却传来噩耗。1号弓箭手因为速度缓慢而被怪物追上阵亡了。苏寒眉头一皱，说道：拉扯着上来吧，记得不要碰 BOSS， 速度要快，我这也快极限了。好，3个人异口同声。大概30秒左右，山下传来了浩浩荡荡的脚步声，无数的怪物随后而至。当尼亚等人上来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老大竟然把 BOSS 卡在了门口附近。几个队员偷摸地绕过 BOSS， 而大量的怪物则蜂拥而至。
将最后的减速全部释放，准备杀 BOSS 了。嗜血，三人最后保留的魔法值全部丢了出去，各种的减速在 BOSS 身后出现，怪物们汇聚一堂。嗜血的冷却刚刚消失，一直没有让骷髅狂战士首领释放旋风斩的苏寒开启了全部技能，伴随着猩红之光降临，他的召唤物们开启了疯狂的输出模式，无数的箭矢如同雨幕一般掺杂着闪电朝 BOSS 与怪物们攻击而去。3秒的大风车，外加上疯狂的劈砍， BOSS 血量正在快速的下降。而这时人们才明白，苏寒为什么要让队员们用阶梯式方法去风筝怪物，哪怕死亡都不曾停下。他原来一直在等待技能的冷却，嗜血的开启，召唤物们疯狂攻击，再加上苏寒本人的伤害，哥布林首领逐渐扛不住了，他无比的恼火。你们这是想惹怒雷电之主的仆人吗？受死吧！血量降低到 50%， 哥布林首领开启了更加狂暴的姿态，每一拳都带着恐怖的雷霆之力。但相对的，苏寒这边也很疯狂，攻击一刻不停。短短的嗜血持续期间，首领的血量已经降低到 10%。 不过苏寒的2个骷髅狂战士小弟也已经倒下，但3个亡灵射手依然非常坚挺。伴随着最后的3重射击爆发，敌人终于倒在了地上。说到底2万多血，抗住苏寒的爆发也挺不容易的。战斗结束，大量的奖励提示音降临。恭喜你击败了哥布林首领，王者级，奖励经验5000点，原制币6万。恭喜你以 SSS 级完美评分通关副本，作为第一个完美评分通关该副本王者级的玩家，可以额外获得5000点经验。恭喜你以 SSS 级完美评分通关副本，作为第一个完美评分通关该副本王者级的玩家，你获得了哥布林杀手称号。称号：哥布林终极杀手。提示：哥布林部落噩梦等级副本已经解锁，要求等级10级。第22章震惊世人的王者竞速榜单，30分42秒。噩梦级别，教学里面不是说副本只有王者级别吗？噩梦级别是什么意思？不只是苏寒，其他所有成员都懵逼了。从灾厄降临开始，大家便有了一个认知，王者级别的副本就是最为恐怖的，也是最强的。可现在苏寒以 SSS 级完美评分通关之后，竟然解锁了噩梦级别副本，这实在是让人没有想到。难道他们之前的理解都是错误？王者竟然不是最高的难度，最高难度竟然是噩梦级别。对于大家的震惊，苏寒却是一种果然如此的表情。在刷王者级别副本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感觉，似乎副本的难度提升之后，关于副本的故事也在慢慢的揭露。例如原本的哥布林酋长，原本只是一个释放毒素的弱鸡哥布林罢了，可随着难度的提升，他竟然学会朝着荒蛮的雷电之神献祭，甚至还在部落内搭建祭坛。但对方是如何与雷电之神产生联系的，又是如何学会献祭的，整个副本内都没有任何的线索。现在出现噩梦级别难度，苏寒才认为是合理，毕竟每个故事都应该有始有终才对。神赐游戏作为第2世界被人们探索至今，其实已经逐渐的明白，这个数据化的世界早晚会与现实融合，因为现实中的魔物很多都是从神赐世界降临的。虽然副本很早就被开拓出来，但对方是因何而诞生，又是因为什么而化为副本，任由人们探索，至今都没有一个答案。在苏寒思考问题的时候，新手区域副本外面，无数的玩家正聊得火热。你们说，亡灵大帝会以多少分钟通关王者级别？我猜是1个小时20分钟。毕竟是王者级别，头目特别多，而且 BOSS 也是极为恐怖的，多耗费一些时间没问题。肯定啊，我也认为王者级别的 BOSS 太恐怖了，正常团队都是以1级评分通关的，而且还是接近8到9级的团队啊。我感觉可能会进入1个小时，毕竟这可是王者级别，但考虑到亡灵大帝的实力， BOSS 战也许会速度超快。刚刚从副本冒险级别副本出来的张泽听到对方前往王者级别竞速，第一个反应是难以置信，随后便是冷笑起来。你们以为那个什么亡灵大帝真的这么厉害？王者级别还敢竞速？学院内的资料明摆着呢，2万多血的爆发还特别的恐怖，你们真以为他是神啊？攻略中怪物可是足足有300多只，里面还有数十只头目，就算是团队也得有休息的时间，还得规划路线才对。1个小时通关，做梦呢！众玩家闻言不服，你个刚刚通关冒险级别的白痴懂什么？人家刷新了勇士级别排行榜第1，你呢？该不会连冒险榜单都无法刷新吧？呵呵，酸萝卜就是酸萝卜，看什么都是酸的。我认识这个人，他今天下午还嘲讽亡灵大帝来着。就在众人对张泽的时候，旁边一个卖药剂的小伙
忽然间插了句：“他一直都是在这里贩卖回复药剂的。”自然是记得苏寒与张泽的事情。大家闻言哈哈大笑起来。怪不得这货敢黑亡灵大帝，感情是有矛盾，还敢嘲讽亡灵大帝，哪里来的勇气？我也想起来了，这个家伙好像是个 A 级职业者，一开始还嘲讽亡灵大帝来着，然后人家不搭理，还侮辱别人，最后亡灵大帝完成了单刷。只能说小丑就是小丑。对了，你身边的队友怎么都7到8级啊？是不是嫌弃队友不给力啊？别说了，我刚刚看到被抛弃的女孩子人家又组了一个队伍，刷副本的速度还不慢呢。该不会是自己刷不过去，埋怨队友吧？被人一顿狂喷，饶是张泽也扛不住，他咬牙怒道：“那个亡灵大帝也 TM 组了强力队友，你们怎么不是说？”一句话，街道上都安静了下来。张泽以为自己说对了，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怎么都哑巴了？他如果不找强力队友，怎么刷新的勇士级别？继续叫啊，你们！得意洋洋的张泽根本没有发现大家看他的眼神跟看小丑一样。我说你这个白痴是没有看论坛吧？大家也别喷了，跟一个智障完全没有喷的必要。是啊，有些人没有脑子是无法交流的，但凡看一眼论坛就不会说出这种话的。小丑只是小丑，还是回家蹬3轮吧。张泽本想说些什么，可当他打开论坛后，眼前一黑，脑袋嗡的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对方带的根本不是什么高手，而是一些极其普通的队员，就这样还刷新了副本的记录。而这一次对方进入副本的阵容没有丝毫的变化，自己刚刚那些大言不惭的话，现在怎么看怎么像是小丑。尹天雪自己组队刷副本，自己被人带着，而亡灵大帝更是刷新榜单。那么他到底是何等的垃圾啊！不等张泽做出什么动作，游戏的公告出现，这一次更加震撼。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以极快的速度刷新了哥布林部落王者级副本排行榜，时间30分42秒，评分 SSS 级。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以极快的速度刷新了哥布林部落王者级副本排行榜，时间30分42秒，评分 SSS 级。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以极快的速度刷新了哥布林部落王者级副本排行榜，时间30分42秒，评分 SSS 级。震耳欲聋的通知令所有玩家都愣住了。之前的普通级、冒险级、勇士级，他们都觉得还可以接受，毕竟勇士级的话虽然难打，可如果对方职业强势倒也不是不可能，小怪也没有那么难处理。可现在是王者级别啊！亡灵大帝竟然以30分钟42秒的恐怖成绩刷新了排行榜，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而张泽此刻竟然跪在了地上，他彻底绝望了。想起自己刚刚的嚣张，他恨不得抽自己2个耳光。这样恐怖的职业者，哪里是自己能评价的？那可是王者级啊！30分钟42秒，自己刷冒险副本也不过是刚刚通关一半的进度，对方却完成了完美评分的攻略，太恐怖了。第23章，神仆，我怀疑你这个职业者脑子有些问题。不可能吧？30分42秒，这是假的，这一定是假的，绝对有问题。怎么会有人30分钟就完成了一个王者级别的副本攻略？神赐世界肯定出问题了。清醒过来的张泽第一个想法就是有问题，那可是王者级别，自己想都不敢想，更是不敢踏足的地方。对方却带着一群的垃圾通关了，开什么玩笑？而其他的玩家除了震惊之外，更多的也是难以置信。毕竟王者级别的难度是有目共睹的，30分钟，在其他团队不过是热身阶段，甚至最多攻略少1/4的进度，可亡灵大帝却完成了副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肯定是作弊了，我要庇护所举报他，我要去庇护所。张泽醒悟过来，直接退出了游戏。在他看来，这种速度根本不是人类能完成的，所以只要找庇护所举报就可以了。但其他玩家却是面露轻蔑，这个白痴真当神赐世界是虚拟网游啊？还 bug， 还漏洞，作弊，这里可是第2世界，根本不存在主神，甚至是系统管理员，一切的存在即是合理。但看着张泽去举报，很多好奇的人也想看看庇护所是怎么回应的，于是他们连忙追了上去。天海直播教室内，东方海一脸的震撼，他纵横神赐世界多年，从未知道什么噩梦级别的难度。陈博，你见过没有？这个难度完全没有。别忘了，咱俩可是一个团队的，当初咱们可是多次斩获 S 级评分啊。听到老朋友的认可，东方海不由得点头。是啊，连他们这种老一辈都没有听说过，可见噩梦级副本是真的第一次出现。这时旁边的林娜问道，
管理者大人，是不是没人以 SSS 评分通关王者级别副本？对啊，你说的对，陈伯，我想就是这个。现在的世界根本没人以 SSS 评分通关王者级别的副本。一句话惊醒梦中人，东方海恍然大悟，不是大家没见过噩梦副本，是因为没有人开启过 SSS 级完美评分通关王者，这是大家想都不想赶的事情。最强的一个人，也不过是获得过 SS 级评分，而苏寒则是第一人。陈伯激动的点头，就是这样，我想就是这样。我们天真的以为王者级别副本就是最强了，却不知道王者级别之上还有噩梦级别的副本。天哪，这是耽误了多少人！如果能进入噩梦级别副本，里面掉落的装备与技能书肯定会非常厉害。如果有了这种物资，我们还害怕那些魔物吗？为何现在的人类能够苟延残喘，还不是因为获得了大量装备与实力？而这些都是从王者级副本里面出产的高端的装备与技能书，只有高端的副本才会产出。那么噩梦级别呢？天知道里面会掉落什么样的东西。而且众所周知，难度越高的副本掉率也就越高。现在他们两个老家伙无比期待噩梦级别的副本到底是怎么样的风景。就在两位管理者激动万分的时候，张泽已经带着大部队来到了庇护所中心。这里有一座神圣的殿堂，白衣神仆正在泉水面前祈祷。神仆大人，我怀疑玩家亡灵大帝作弊了，他竟然以30分42秒通关了王者副本，请缉捕他，狠狠的调查。你说有人30分钟就完成了副本？原本表情淡漠的神仆听到这话难免有些惊讶。张泽以为自己猜对了，于是添油加醋的将事情说了一遍。所以请神仆大人让审判者将其逮捕起来。逮捕？神仆面露疑惑的说道，这样天纵奇才是可以引领文明前进的英雄，你竟然想逮捕？你的脑子是不是有些问题？旁边围观的职业者们听到神仆给出如此高的评价，一个个惊呆了。而后金色文字的公告再度响彻庇护所，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首次开启噩梦级哥布林部落难度，作为一个开拓出新难度的团队，特此奖励其所在的学院共享亡灵大帝团队的难度。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首次开启噩梦级哥布林部落难度，作为一个开拓出新难度的团队，特此奖励其所在的学院共享亡灵大帝团队的难度。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首次开启噩梦级哥布林部落难度，作为一个开拓出新难度的团队，特此奖励其所在的学院共享亡灵大帝团队的难度。如果说之前的公告震撼了所有人，那么现在的神赐世界公告如同九霄雷霆一样响彻整个世界，所有人都陷入了呆滞，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王者难度之上竟然还有噩梦级别吗？可教学里面不是说最高难度是王者吗？那么噩梦级别是什么？难道他们一直以来接受到的教育都是假的？似乎神赐世界知道人们的反应，在公告传播之后，又给所有职业者补充了一份公告，以邮件的方式发送大家。噩梦级副本，神赐世界内最高难度的副本，只有完成 SSS 级完美评分通关王者才会开启这个难度。如何达到 SSS 级完美评分？首先要杀死王者级副本内所有的怪物，并且一个不漏的抹杀。其次，王者级副本内一直都有计时，超过时间则判定评分跌落。限制团队内减员不能超过1人。特殊，每个副本内首次完成 SSS 级完美评分的团队都可以获得额外的特殊奖励。看着里面的内容，以前不懂的地方现在豁然开朗。为何无法达到 SSS 级完美评分？那是因为副本的攻略有时限，你超过了时间限制，那么自然就不会获得。而在公告内，关于如何开启噩梦级别哥布林部落副本的条件全部诞生了。而想要获得 SSS 级完美评分，竟然需要在45分钟内通关。当前最快的团队是以1小时52分钟完成的，这种速度想要获得完美评分，简直是一个笑话。神仆看着彻底呆滞的职业者，摇头道：天赋倒是有一些，只可惜不用在正途。神赐世界存在着各种机遇，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们用心开拓，想要成为神的使者都是可能的。第24章青铜级别戒指初探噩梦级副本。天海学院内，陈博听到公告后，直接就拽住了东方海的肩膀。老东西，有开启噩梦副本的资格，不要私吞啊！可嗨嗨，我知道，你快放开，老子不喜欢男人！快放开，这么多学生看着呢，成何体统？自己学院的人开启了噩梦级副本，很多人自然都想蹭一下。简单来讲，冒险难度越高的副本，出产装备与技能书的概率就越高。虽然难打，
可万一出现一件青铜级别的装备，那就是大赚了。而且哥布林部落噩梦级是10级的副本，这可是有很多学生都特意卡在这个等级刷装备呢。可以说这一波的天海学院简直赚妈了。他们俩人刚刚商量好刷副本的问题，无数的消息就传递了过来。管理者大人，火焰学院的人想询问噩梦副本的问题。管理者大人，骷髅森林学院的人也想询问。面对大量的请求，东方海轻咳一下说道，告诉他们想要刷副本可以，10级的青铜装备就是入场券，别的老子不要。对了，特别是云岚学院，最少付出5倍的代价，要不然就滚蛋。那个学院的人他本来就恶心，而且管理者还开除了苏寒，这个仇他不能不记得。一切处理好之后，东方海问道，亡灵大帝他们回来了吗？回院长，还没有回来。副本通关结束后，他们没有休息，继续开始了攻坚。真是一个勤奋的人啊。攻坚副本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情。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从下午开始，苏寒基本没休息过。看来他是想快速的提升到10级啊。这样有天赋有勤奋的人是最为可怕的。就在众人闲聊的时候，一位学院的导师急匆匆的跑了过来。管理者大人，庇护圣所传来消息，奈克斯神仆大人希望苏寒能参加下周的神秘副本开拓。知道了，看来他也无比看重苏寒啊。每一个庇护所内都有一位神仆，同样也有一座庇护圣所。据说他们也有业绩考核，职业者的实力与天赋越强，这些神仆也将获得恩赐。而那个神秘的副本将是每个庇护所之间的斗争，具体是什么，暂时他还不得而知，只是知道奖励无比丰厚，甚至涉及到转职的问题。副本之中完成第1次王者级别后，苏寒便开始马不停蹄的继续刷新副本。他想要尽快的升级，想要在这个世界获得足够的安全，就需要足够的实力，不然终究是一介蝼蚁罢了。天知道庇护所能够存在多久。副本的攻略还是流水线一般的工业化操作。开局11波怪物开拉，直接开启嗜血，开始疯狂的秒杀，伴随着大量的怪物死亡。苏寒升级了，恭喜你升级了 LV7 LV8， 距离升级还需要4万点经验。生命17601860，魔力520580，力量2830，智力9499，耐力6870，敏捷5153。这一次的属性分配，苏寒选择了全部智力，这样的话伤害会提升很多，刷怪会更加效率。至于自己的生存，一个法师前期需要，后期的话会需求少很多，装备可以弥补。一会如果你们累了，可以提前说，我会让管理者更换其他减速职业的。不累，老大，我也是，好不容易能蹭着大腿，就算累，就算是遍体鳞伤，也得咬牙坚持着，不然错过这个机会就没有这个店了。苏寒见状没说什么，休息了不到30秒，开始第2波的巨怪。外界的陈博看得目瞪口呆，而他的学生们在加入学院后也获得了观看亡灵大帝刷副本直播的福利。我的天，王者副本也是砍瓜切菜吗？好厉害的速度，怪不得他可以30分钟完成副本的攻略，我真的是看尿了。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直播，真的是因为对方太强了呀。看到自己的人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陈博面红耳赤的骂道，瞧瞧你们这些土老帽，看看身边的同学在做什么，人家在做数据收集，还有怪物的处理方式，让你们过来观看，是来学习的，不是让你们看戏的。学生们恍然大悟，这才开始认真的观看起来。大家见过4拖1的阵容，也就是4个辅助职业带着1个输出，如此刷副本虽然慢一些，但却无比的稳健。而苏寒却颠覆了他们的认知，1带4，4个控制职业，完全可以把怪物们当猴子去戏耍。第2波怪物结束，苏寒又给所有人上了一课，他竟然指挥着自己的人去带着怪物兜风。虽然看不到整体的情况，但怪物再度回来的时候，苏寒开启了最后1波的输出阶段。升级之后，他的伤害更高，嗜血1波下去，战斗结束，时间又提升了5秒，再度刷新排行榜。恭喜你击杀了王者级别的哥布林首领，获得经验5000点，原质币5000。击败之后，苏寒的经验瞬间提升一大截。他看了一眼，距离升级还差1半的经验。副本完成5000经验， BOSS 击杀5000经验，再加上小怪给予的各种经验，总体差不多3次副本可以升1级。老大，出装备了，是青铜级的戒指，智力加5，魔法伤害加15。运气还不错。苏寒没想到自己的爆率还可以，虽然刚刚那次没出装备，但这一次
总算是给了。观看了一番苏寒的操作后，东方海与陈博开始安排人探索噩梦级副本去了。临走前，他们嘱咐自己学院内的天才们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大意，毕竟噩梦级别的副本可是非常难以探索的，不死就可以。第一波进入的队伍是天海学院新生精英，全体10级，装备全部的黑铁，部分带有青铜级的武器，正宗一个坦克，一个牧师，3个输出职业。与之前不同的是，他们的职业内添加了2个带控制天赋的人。第25章，一天提升到9级，苏寒即将进入噩梦副本。得益于苏寒的竞速副本，他们也学到了一点皮毛。经过计算与短暂的实践，最终得出一个结果：添加控制天赋职业者后，刷副本会更加的轻松，甚至会更加的迅速。可是刚刚进入噩梦副本，眼前的一幕就让这些精英天才们目瞪口呆。入眼到处都是头目，甚至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带着特殊银龙标记的精英头目，他们的身上缠绕着荒蛮闪电，血量足足有 2W。 这 TM 果然是噩梦啊！如此多的怪物，我们能行吗？先试试再说。小队们开启了第一次的尝试，结果10分钟不到就被团灭了。而当他们出来之后，副本的门口竟然早就汇聚了一群人。看星火团队也被团灭了。你们坚持了多久？8分钟。你们呢？6分30秒。我们遇到了巡逻的银龙精英头目，太可怕了，对方简直是一个噩梦的存在。是啊，不怎么吃控制，而且攻击力又强，我们的坦克都扛不住多久，牧师更是空蓝，太可怕了，这种副本怎么可能刷得过去？大家都在抱怨。为了能让他们前往噩梦副本，各自的学院可是付出不小代价的。可真正前往噩梦副本后，他们才发现事情与自己想象中不一样啊！这个副本的难度过于强悍了，别说是通关，想要存活下去，刷怪都非常的困难。这个时候，一个新的队伍出现了，他们汇报了自己的战绩。15分钟，不过人家的队伍是2个坦克，2个输出，1个回血的职业者。黑岩团队，你们也不行吗？有压力，战胜了2个精英头目，最终恢复还没好，就被迫进入战斗了。输出的压力很大，坦克的压力也很大。不过运气好的是，我们出了一件黑铁装备，还有一件青铜装备。看着对方拿出的坦克护腕，所有人的呼吸都急促了起来。这就是噩梦级难度的爆率吗？好爽！大家对视一眼，纷纷开始商议起来。毕竟副本的灭亡是有惩罚的，他们只能等待冷却，然后再度的闯入进去。其中某位职业者覆灭后，不由得感慨，也不知道亡灵大帝能否通关。我想他的话一定可以吧？不一定，王者级的难度，我们虽然做不到 SSS， 但是 S 级还是有人能完成的。就比如黑火的团队，就经常是 B 级的评分，甚至是偶尔的 A 级。你说差距真的很大吗？我看不一样啊。倒也是，噩梦级的血量那么恐怖，不可能做到群体拉怪，疯狂秒杀的。虽然这里的职业者没有几个看过苏寒的直播，但猜也可以猜到他是如何压缩时间的。但王者级别与噩梦根本不是一个难度的，光是精英头目就有 2W 的血量，那么噩梦级的 BOSS 估计是更恐怖的存在。就在他们讨论之中，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团队降临了。为首者是一头巨大的黑熊，足有2米高，而后面的几个人身上大半都闪烁着青铜的光泽。天是超新星排行榜上第2名的森林守护者团队，他们的队长可是一位隐藏职业者啊！难道他们也暂时加入了天海学院吗？我想肯定是的。你们看，他们也开启了噩梦级别的难度，果然是为了冲刺啊！超新星排行榜的第2名都来了，我想第1名的风吹雪团队也快降临了吧？不知道，听闻他们在攻略破败圣殿副本已经很久都没出来了。不一定，破败圣殿是10级的副本，最多只有王者级别，而哥布林可是噩梦级。你没听刚刚的团队说已经有青铜装备出产了？谁不想去爆更多的装备？倒也是，人们议论纷纷，而苏寒则是沉默的在副本内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收割。将等级提升到9级的时候，他发现团队的成员都扛不住了，于是宣布了休息。此时已经来到了凌晨，经过10多个小时的奋斗，队员们早已疲惫不堪，像是最为精神的尼亚都已经哈欠连天强撑着。继续下去完全没必要。老大，我们还可以坚持的。是啊，9级到10级的话，我们只需要1晚上就可以，大不了吃精神药剂。所谓的精神药剂，就是用来刺激精神的，如同旧时代的咖啡一样。但这东西也有副作用，便是吃完之后可以保证不困，可之后就会需要大量的睡眠。
苏寒闻言摇头道：“时间不早了，明天也可以来升级，大家先休息吧。”看到老大这么说，其他人自然没什么意见。退出副本后，街道上满满当当的都是人。尼亚惊愕道：“他们不睡觉的吗？我猜是噩梦副本吧。”老大开启难度后，只要加入咱们学院就可以享受进度。你们看，这些团队都是带着我们的名号呢，好像是真的。苏寒等人的出现，引来了不少人的注意。可不等大家凑过来说什么，苏寒等人就离开了神赐，返回了现实。教室内，学院内的导师们正在根据各个团队传递的资料分析噩梦级副本的怪物，根本没时间搭理他们。反倒是林娜看到苏寒回归，连忙的走上前：“大英雄，累了？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我想明天早起再刷副本，那就早点休息吧。对了，你现在多少级？”林娜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奇的询问。苏寒回答：“9级。”速度这么快？林娜被吓了一跳。普通的学生从1级提升到9级，最慢的可以说有3年，普通的基本上半年，厉害的精英3个月。而苏寒竟然只用了1天，就算没有管理者大人赠送的徽章，他单刷也是这个时间，最多会慢一些。真是恐怖啊！那明天你就可以前往噩梦副本了。想起各个团队的窘境，林娜有些兴奋地说道。苏寒看了看足足有10W的经验值，点头道：“差不多吧，速度快的话应该1上午就没问题。那你加油，今天晚上我不睡了，全力给你分析怪物的属性，争取明天你前往噩梦级别可以轻松的刷怪。”多谢。第26章奖励竟然提前了，苏寒终于抵达10级。翌日，苏寒看了眼消息，他发现尹天雪回复了自己，对方看到他也成为职业者，表示非常的开心，甚至还说如果升级困难的话，可以一起组队。目前他这边缺少一个固定的输出，看得出来这小妮子是真心的，但可惜2个人的等级差距太大，根本没办法组队了。后续的内容便是对方请教如何刷怪的问题，甚至还震惊亡灵大帝的速度。毕竟每隔不久就出现一次公告，不想知道也是不可能的。苏寒想了想，将自己的刷怪心得告诉了对方。现在他名声很大，视频早晚会被许多人看到，减速流派告诉对方也无妨。回完消息后，苏寒简单的吃了个饭，途中倒是林娜早早的就带着妹妹过来了，3个人凑在一起讨论起噩梦级副本的事情。怎么样，见到 BOSS 了没有？没，太难了，简直是超出常理的恐怖。我想除了你之外，就只有超新星的队伍能通关。这么难？真的假的，姐姐？尼亚感觉有些不可置信。超新星都失败了吗？那副本得有多恐怖？回想起昨晚得到的情报，林娜叹道：噩梦级副本的怪物虽然恐怖，但对于超新星那些隐藏职业来讲，还是可以对付的。关键是，噩梦副本内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机制，有一只非常恐怖的怪物——深渊骑士。它会在 50% 的进度出现，血量为 10W 血，各种技能都非常的可怕。目前来看，没有任何的常理可言。昨天2支超新星队伍都折戟了数次，最终暂缓了攻势。不过，噩梦副本的爆率是真的高，以学院的统计来看，已经出产了23件青铜装备。管理者们现在凑在一起讨论，不论如何，噩梦副本的开启都是必要的。装备的概率比以前多了 30%， 可谓是开创了新纪元。如果以前有这么多的装备的出产，大家何苦刷怪如此艰辛？而且，噩梦副本的经验也很高，就算不通关，也远超王者级别。同时，噩梦副本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10-15都可以刷，不会受到新手区域的限制。苏寒拿起资料看了一下，发现里面的内容多少少都有些隐藏，毕竟人家团队开拓出来的，也不会全部交给你。但里面大部分资料都有用，例如所有精英头目都是被闪电缠绕的状态。可以说，新手副本内雷属性抗性的装备今后将会成为一个大热门。如果抗性不够，很容易暴毙。但新手哪里有什么属性加成，基本上都是零雷电抗性。放心，装备我们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雷电抗性虽然不多，但能提升10点，大概每次受到攻击可以抵抗50点魔法伤害10级就可以佩戴。好的，吃饱喝足，苏寒带着自己的团队开启了新一天的征程。回到新手区域，街道上依然爆火，特别是大家看到他的出现，更是引起了无数的呼声。已经9级了吗？太恐怖了，2天就到10级了，是有些可怕。不过对方是亡灵大帝，刷怪速度快是很正常的，期待他来开拓噩梦副本啊。在人们的议论中，苏寒等人进入了副本内，还是昨天的流程：召唤宠物，开启副本，群拉，一波流。
当下苏寒的速度基本上已经可以说卡在30分钟多一点点，毕竟嗜血的冷却就是30分钟，想要再快，就只能提升到10级，否则想进入30分钟内有点不现实。一波又一波的刷怪，苏寒的经验不断升高。恭喜你击杀了王者级哥布林首领，获得经验5000。恭喜你成功通关哥布林部落王者级，奖励经验5000。整整一个上午，苏寒都泡在了这个副本之中，全程没有出去。可外面却闹翻了天，无数的团队前往噩梦级别，可是却始终无法突破50%的进度。深渊骑士就仿佛一道天堑般阻拦在所有团队面前。其中最为备受瞩目的一个团队，已经是第3次来到了深渊骑士的面前。可伴随着对方的恐怖爆发，团队的治疗与前排相继倒下。队长愤怒地骂道：“这到底是怎么鬼东西啊？到底要怎么打呀？”他能想到的方式都用了，甚至高价收购了雷电抗性的装备，可坦克就是扛不住。真怀疑这个副本到底是不是人类能通关的。上午10点，天海学院内，东方海看到庇护圣所传来的消息，眼眸不由得猛缩。首次通关噩梦副本的团队将可以获得一把白银级法杖，竟然提前了！快告诉苏寒，第一个通关噩梦级副本的人可以获得白银法杖。该死，不能让那些外来者获得啊！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是第2个副本会奖励法杖，毕竟之前都是那样赐予的，但这次竟提前了。由此可见，庇护圣所的神仆到底有多重视这个副本。如果苏寒能获得白银级别的法杖，那他的实力将会提升一大截。副本内，苏寒等人还在奋斗，这已经是他们第5次通关副本了。伴随着哥布林首领的倒下，一道白光从苏寒的体内升起，他升级了。恭喜你升级了 LV9 LV10， 距离升级还需要15万点经验。生命19602260，魔力650690，力量3436，智力115120，耐力7577，敏捷5456。提示：你可以领悟全新的技能。提示：你的宠物提升到了10级，领悟了全新的技能。提示：你的装备获得了全新的特效。提示：你的天赋能力提升了。提示：全新的副本破败圣殿已经开启。提示：噩梦级副本可以进入。提示：你可以选择一个副职业进行转职，每人只能拥有唯一个副职业，请前往庇护圣所咨询。大量的讯息从苏寒的面前划过，10级对于职业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提升，终于可以前往噩梦副本了呀！看来暂时还没人能通关呢。噩梦级副本的排行榜至今一片漆黑，没人上去。第27章，10级的巨大提升，全新天赋与古界解锁能力，等级提升到10级之后，苏寒将属性点继续分配在智力上面。2个技能点的话，暂时没动，毕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技能。法术伤害瞬间提升1节。退出副本后，他准备返回学院领取装备，可通讯器里面却传来数条特殊提醒。点开查看，苏寒发现都是管理者传来的。速度提升到10级通关噩梦副本，庇护圣所已经发布通知，第一个通关噩梦副本的团队将获得一把白银级别法系武器。看到消息后，他的脸色有些难看。庇护圣所的神仆到底在想什么？关于白银武器的奖励，苏寒是从林娜口中得知的。只要以 S 评分通关破败圣殿副本的团队都可以获得特殊奖励。最初的人都是一把武器，至今他们庇护所没有一个法系职业获得。而现在对方为了刺激团队开发副本，竟然把奖励更改了，真的是恶心。苏寒的眼眸有些冰冷，但他并未说什么，而是转头朝着远处的玩家走去。在属于天海学院的学生中，有专门给他做接头的人。亡灵大帝您好，我是管理者大人派遣的，这是您的10级装备。对方将数件装备交易了过来，全部都是青铜级别。而尼亚等人此时也来到了10级，全身上下的装备也得到了更换。其中有个人运气特别好，学院之中某个学长为了这次的噩梦副本，竟然将自己的青铜长弓租赁了出来，只要完成噩梦副本就要归还。看来大家是都希望苏寒能第一个通关，震慑所有学院与团队，特别是那个恶心的神仆。明明苏寒只要提升到10级，那把武器势在必得，现在却将武器拿出来做公共奖励，想想都觉得恶心。更换完装备后，那位同学也将觉醒技能的东西交易给他。管理者大人虽然很生气，但神不知道您提升到10级后，还是将觉醒技能的物品给了我们。我知道了。苏寒更换完装备后，将手中的石头捏碎。是否需要领悟本职业技能？是。下一刻，
觉醒圣石散发出朦胧的氤氲光芒。苏寒的耳畔响起提示音：丁，恭喜你使用觉醒圣石，从中领悟2个本职业技能。提示：你学会了被动技能死尸爆炸。提示：你学会了被动技能死躯诅咒。死尸爆炸，等级10，冷却30秒钟，效果：消耗50点魔法，点燃死亡的怪物尸体，令其发生 AEO 爆炸，每一个尸体的伤害为500点，范围20米。死躯诅咒，被动，等级10，冷却5，效果：被你杀死的怪物将会产生一个5米范围的死躯诅咒，处于该区域的生灵将获得一个持续1分钟可叠加的负面效果，每一个死亡的怪物将会对敌人造成每秒30血的效果，叠加次数50层。看着全新的2个技能，苏寒不由得哈哈大笑，真是缺什么来什么。刚刚还在想如何更高的提升伤害，这不，被动与超大范围的 AOE 就来了。只能说 SSS 级天赋职业者真的可怕，觉醒的每个技能都是其他职业望尘莫及的存在。比如主动技能死尸爆炸，苏寒现在自己拉50只怪物，如果瞬杀了这些怪物点燃尸体，就可以造成50乘以500的伤害，25000的血量将会瞬间清空，这是何等的可怕。而被动技能也相当的恐怖，持续的诅咒可以叠加50层，30乘以50，那就是每秒1500血。当然前提是要杀死50只怪物。可对于苏寒而言，群怪难吗？简直不要太简单好吧。获得了全新的技能，苏寒感觉副本彻底妥了，不过就是不知道10级之后自己的天赋与装备有什么变化。打开属性栏查看，里面的变动让苏寒非常满意。王者古剑，等级未知，效果被封锁，每提升5级，被动会获得提升，当前生成效果10级。被动王者威严，你的召唤物品质加2，召唤物数量加3。被动残暴成性，面对血量低于 20% 的敌人时，你的召唤物会更加的疯狂，伤害提升 20%。被动生灵吞噬，被召唤物击杀的怪物将会给所有亡灵生物恢复 3% 的最生命值，没有冷却时间。不仅召唤物数量提升了1个，甚至斩杀线与伤害都提升了。最为关键的是，苏寒拥有了恢复能力，不至于每次都得打得那么惊险。至于天赋则更让人满意。天赋王月之力，效果2级，主动嗜血，释放王月之力，令召唤物获得 35% 的攻速与施法速度加成，持续时间40秒，冷却时间25分钟。主动王者领域，释放王月之力，笼罩一片区域，50米的内所有的怪物都会受到王月之力的侵蚀，降低 15% 的抗性与防御力，冷却25分钟。被动首次获得召唤的契约生物必定是首领级别的存在，他们具备强大的成长性与灵智，甚至可以指挥其他的亡灵生物。同时每次死亡将不会直接灭亡，而是返回王月空间等待再一次的召唤。冷却间隔8小时，随着品级冷却时间会上升。被动16个空间，提示下一次解锁力量为20级，这次是提升了 5% 的攻速施法，还有降低了5分钟冷却。而王者领域则是一个削弱防御与抗性的技能，如果是普通职业者会觉得没什么作用，可对于苏寒这种资深玩家而言，百分比削弱抗性简直是太重要了。特别是中后期的时候，怪物的防御力与血量都是一个恐怖的数字，没破甲破魔打个屁。就说王者级的首领哥布林酋长，他本体的防御力都有100加，降低 15%， 就等于可以额外多造成 15% 的伤害，这提升还不大，比单纯的提升伤害要爽啊。当然除了自己的实力提升之外，苏寒还发现自己的宠物跟着他来到10级后也觉醒了全新的被动技能，这一波的提升真的是太关键了，至少噩梦级副本将不再是任何的困难。第28章，宠物领悟了全新的技能，打赌舌头洗马桶。骷髅狂战士，首领，等级10，血量4200，魔法600，力量320，敏捷75，技能瞬劈，每次攻击会有 35% 的几率自动释放范围3米的罡风，会造成 160% 的 AOE 伤害。技能旋风斩，挥舞强大的兵器进行螺旋攻击，期间无视任何的控制，一共可以攻击6次，每次可以造成 140% 的 AEO 伤害，冷却时间5分钟。被动耐力提升，血量额外增加 15%， 跳跃可以直接跃起，以雷霆之势落下，范围最多15米，落地后可以造成 120% 的物理伤害，同时获得雷霆之力附身，接下来的3次攻击都会额外提升 10% 的伤害。
冷却30秒。随着等级提升，技能多了一个，而且15的范围，真的很离谱。举个例子，现在的话，如果遇到弓箭手这个狂战士首领，甚至可以直接飞过去贴身打对方。看着神情高傲的狂战士首领，苏寒无比怀疑，是不是在刷副本的时候，这家伙被弓箭手还有巫师打的？不然为什么会领悟这样的技能？查看完狂战士，便是亡灵游侠，他们是真正的输出大腿。根据伤害统计，每一次的副本结束，都占据着 55% 的输出，丝毫不比狂战士弱。亡灵游侠首领，等级10，血量1800，魔法600，力量75，敏捷280，技能幽灵剑雨，凝聚暗影之力，释放出一片剑雨攻击敌人，造成 190% 的魔法伤害，持续3秒，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3重射击，可以连续释放3次攻击，对敌人造成 130%、140%、163次伤害，冷却时间3分钟。主动隐匿，亡灵游侠可以遁入暗影，只要不攻击，将不会被任何人看到，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5分钟。被动幽魂剑，游侠的剑矢是附带流血效果的特殊剑矢，被命中的敌人会获得每秒100血的持续伤害，可以持续5秒。每个游侠的被动并不冲突。被动破魔剑，针对任何带护盾的怪物，当敌人拥有护盾的时候，游侠们将会造成双倍的伤害，直至护盾彻底被破碎。10级的提升真不小啊，多了2个技能，这样以后遇到带护盾的也可以处理了。话说，你们真的是自我领悟的，还是说自动领悟的？面对主人的询问，眼眶内燃烧蓝色灵魂火的亡灵游侠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他却可以感觉到主人是开心的，于是歪了歪头，表示自己也不清楚。看着呆萌的亡灵游侠首领，苏寒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感觉嘛冰冰凉凉的，有些舒服。讲真，其他的倒是没什么，但被他抚摸的亡灵游侠灵魂火却神奇的跳动了起来，甚至变得更加灵动。但这些苏寒根本不知道，因为他只当对方是小狗一类的宠物，摸摸就结束了，却根本没看到亡灵游侠首领的目光一直都放在他的背上，眼中多了奇怪的味道。苏寒看着自己的技能，最终将技能点分配给了亡灵游侠与骷髅狂战士，他们的数值再度提升了一点点，大概 10%。 比如现在的3重射击是 140、150、160，升级之后就是150、160、170这样子。一切准备就绪，苏寒收起宠物前往了副本门口，看到他的团队到来，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屏住呼吸。10级了呀，这才一个上午而已，竟然已经提升到了10级，升级的速度太可怕了，也不知道对方能否一次性通关。你们觉得怎么样？看着苏寒选择噩梦副本并且消失在了原地，众人议论纷纷。其中某个知名团队的人说道，我觉得没问题，但竞速有些不现实，伤害问题始终是一个难关，如果获得了白银级武器，那肯定是不一样的，青铜武器还是有差距的啊。我听说对方之所以能前往王者，就是获得了青铜级的武器，怪不得运气这么好啊，特效法杖，啧，市价都要几百万了吧？肯定。在他们聊天之时，旁边的2个超新星团队也在讨论苏寒的团队。你认为亡灵大帝可以通关吗？不一定，光是深渊骑士都那么可怕，谁知道 BOSS 会残忍到什么程度？我是看出来了，噩梦就是噩梦啊，非常人能过。那你准备退出？不，我只是等待惩罚时间。哈哈，互相调侃一句也就得了，谁不想去狩猎噩梦副本证明自己？而且庇护圣殿如此看重，就算不是第一，人家也会觉得你这人不简单，今后会发布一些隐藏任务也说不定。天海学院内，2位管理者还有无数的导师都在看着大荧幕，画面中苏寒已经进入了副本噩梦难度，他该如何做呢？在开始之前，东方海眉头一挑，说道，老霍，要不要打赌？赌什么？就赌亡灵大帝能否一次通关，如果他能以 SSS 评分通关，你将当年获得的宝物给我如何？开什么玩笑，噩梦级别的直播老子又没看过，一次就想 SSS 级完美评分，你在想屁吃？那你赌不赌？如果输了，我用自己的舌头给你洗马桶，你 TM 来真的？这赌注太恶毒了，舌头洗马桶，换做自己宁可是被杀也不要这样做。但看着东方海的信誓旦旦，他真的有点不服气。那行，我就和你赌了，不过你要是输了，不仅要用舌头洗马桶，还要给我用舌头洗袜子。那就成交。2人签订契约。旁边的林娜小声问道，月海前辈，管理者大人还有这个爱好吗？
不太清楚，可能是管理者大人隐藏的太深了，我们不知道吧。噩梦级难度真的太困难了，就算我们当初也不一定可以过。那管理者大人他通关都很难了，还要舌头洗马桶，想想都起鸡皮疙瘩呀。而契约签订完成后，副本这边也完成了准备工作。第29章，噩梦级的狩猎。苏寒，先拉25波怪物吧。原本的3个魔法阵，现在变成了4个。苏寒一个人召唤了8只死灵生物，光是看着画面就给人无穷的压迫感。陈伯嘴角抽搐道：“老子能反悔吗？反悔？把你的特殊装备按出来啊！我们可是签订契约的。”看到那强大的死灵生物，东方海的嘴角不住的往上翘，他就知道苏寒肯定会有巨大提升。10级啊，那是职业者的第1个分水岭。而作为 SSS 级隐藏职业者，他要是没有任何变化才怪呢。副本内，队员们早已习惯了老大的离谱，看着漫山遍野的魔物，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听话，老大怎么安排，我们怎么做。准备好了就要开怪了，等会你们还是老套路，直接群拉1、2、3，你们还是老位置。你呀，你也是，这一次25波怪物，速度要快，不够的话提前饮用速度药剂，10级的话就可以服用炼金药剂的。来之前他们都补充好了，这都是苏寒早上给林娜交代的东西。次级隐形药剂，次级敏捷药剂，次级回蓝药剂，次级回血药剂，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这次苏寒就在给这些没有玩过虚拟网游的人上一课，什么叫做刷副本。噩梦级别又如何？他亡灵大帝无所畏惧。炼金药剂的冷却时间很久，10分钟一瓶，而持续时间只有20秒，非常的短暂。所以在副本开启的瞬间，苏寒准备就让他们喝掉。教室内听到苏寒要让队友拉25波怪，陈博与东方海嘴里的茶水都喷了出去。啥？噩梦级拉25波怪？开什么玩笑？我脑子一定是坏掉了，25波怪物，噩梦。冷静啊，苏寒。2个管理者都以为他疯了，这可是噩梦，头目级怪物的血量都有 2W， 他在搞飞机啊。但现在苏寒进入副本，谁都无法联系，只能干瞪眼着急。副本内，与其他人开启噩梦副本不一样的是，苏寒等人进入了一段剧情。原本哥布林部落只是一个渺小的部落，但随着一枚黑色的陨星降临，他们集体变异了，原本人畜无害的存在，变成了嗜血的魔物。献上生灵的血液，你们可以得到荒蛮雷电之主的力量。那个漆黑的骑士捏住哥布林酋长的脖颈，将黑色的血液灌注其中，对方痛苦的惨叫，但是很快便适应了这份力量。从这之后，哥布林整个群体变异了，他们开始疯狂地袭击一切生物，铸造邪祟的祭坛，将抓捕的生灵用无比残忍的方式献祭给荒蛮的雷神。看着活生生流血而死的生灵们，哥布林酋长无比满足，而他们自然也获得了雷电之力，但却也失去了理智，变成了力量的奴仆，再也无法恢复清醒。回归正常后，副本开始计时。苏寒看着遍地的魔物，说道：“喝药，开怪。”是。4个人饮下速度药剂，朝着各自的方向冲去。他们的任务非常简单，用法术或者技能直接吸引怪物的仇恨。虽然偶尔有远程职业，但大家早就习惯了，偶尔受伤根本无伤大雅。在队员们拉怪的时候，苏寒也没有闲着，自己也去开怪了。而4位亡灵游侠更是拉扯怪物，他们好像疯了一样，四处的拉扯怪物，不断的朝着高台前进。短短不到30秒，苏寒的队友们都已经血量过半了，而吸引的怪物足足有25波怪物，里面光是头目就有28只。看着漫山遍野的怪物，哪怕是早就熟悉的他东方海也看得汗流浃背。冷静啊，苏寒，冷静，少拉一点，求你了。噩梦级你也要这么刷怪吗？别整大了呀，稳一点，少一波怪，好不好？求你了，我可不想用舌头给陈伯洗马桶。东方海都快绷不住了，不断的在心中祈祷。其他导师纷纷的惊呼起来，噩梦级的怪物这样玩真的合适吗？可当怪物汇聚起来之后，苏寒的爆发开启了。王者领域，猩红血月直接笼罩现场。其后嗜血开启，4个狂战士抡起手中的斧子，开始了砍瓜切菜。其中的首领则是转起大风车，而亡灵游侠们则是负责破盾，其中的首领施展了剑雨，伤害快速的刷屏。3288 3966 1722，那恐怖的数字令人不由得震撼。10级就可以造成3000伤害吗？有些离谱啊。可技能加成就是这么高，再加上斩杀与时不时暴击
3000的伤害跳出来，是很正常的。短暂的3秒钟，第一批怪物迅速倒下，苏寒的死区诅咒开始发挥效果，各种的负面伤害开始不断的传染起来。而此刻，狂战士呈扇形站位，不断的挥舞斧子，瞬劈更是接连不断的触发，攻击速度越快，苏寒的武器被动也在触发。100、100、100，恭喜你杀死了噩梦级，头目获得经验1000点。恭喜你杀死了噩梦级，头目获得经验1000点。看着伤害不断飙升，苏寒感觉好像自己漏掉了什么。这时他看向属性面板，发现自己多了一个称号——哥布林杀手。属性：进入噩梦级副本哥布林部落的时候，你的伤害将额外提升 5%。怪不得，我就说伤害不对劲，高了一点点。苏寒非常注重伤害数值的跳动，现在高了，肯定有地方不对。现在找到答案也是放心了。20秒过去，大量的怪物倒在地上，副本进度已经来到了 40%。随后又是10秒过去，大量的怪物纷纷倒下，而伴随着他们的灭亡，一些黑色与青色交织的光芒不断闪烁。教室内，无数职业者与导师们纷纷吞咽口水。这么一波怪下去，竟然出了6件装备，其中2件都是青铜装，光是卖出去都是一笔巨款啊！太羡慕了。不好，如果现在使用嗜血，那么深渊骑士出现该怎么办？亡灵大帝不会漏掉了关键讯息吧？琳娜导师，你的情报说明了没有？当然，我第一时间就说了深渊骑士。苏寒这样做，我想他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出于对亡灵大帝的盲目信任，琳娜觉得对方这样做肯定有自己的准备。可陈伯却摇头道，他最强的爆发就是嗜血，而且10级也不会给更加厉害的爆发，接下来有几率翻车呀，你们要做好准备。亡灵大帝什么都好，就是为人太过于奔放了，只要是副本就想要竞速，就想要用最快的方法刷怪。可噩梦级别的存在是有深渊骑士的，这样奔放的刷怪，如果处理不了深渊骑士，那可是会对自信有影响的呢。第30章强杀深渊骑士，恐怖的死尸爆炸。万一被人抢夺了噩梦级的手刹，白银武器落在别人手里，到时候想后悔都用了。副本之中，苏寒正在快速的杀戮，恐怖的伤害刷满整个屏幕。当怪物的数量死亡到 50% 的时候，天空被乌云笼罩，一道漆黑的光泽撕破云层，化为一道光柱降落在苏寒等人的面前。任何亵渎者都要陨落。骑士散发黑烟，从那深渊柱子里面走了出来。他虽然身形如同人类，可皮肤却是一种诡异的紫红色。深渊骑士，品质，等级，血量10万，力量260，防御力70，技能污浊附魔，获得连续5次的狂暴附魔，每一次攻击都会造成 200% 的额外魔法伤害，无法被防御。技能闪光一击，可以瞬移到任何人敌人的身后进行疯狂一击，造成 160% 的魔法伤害。注意站位，注意保命。苏寒提醒一句，便开启了自己的技能死尸爆炸。发动技能的瞬间，深渊骑士脚下的尸体开始快速膨胀，随后化为一个暗黑色的球体碎裂。轰！巨大的爆炸造成非常可观的伤害，20米内的尸体被苏寒一次性点燃，各种伤害开始疯狂叠加。385、385、385， 10万血量看着非常恐怖，但20米内的尸体居然有100个之多。这一波的爆炸直接带走了 3W8 的血量，看似恐怖的深渊骑士一瞬间就没了1/3的血量。所有人都看呆了，这真的是让人闻风丧胆的恐怖怪物吗？怎么快死了呀？而战斗还没结束，受到致命的伤害，深渊骑士无比愤怒，自己高傲的身份竟然被一些虫子侮辱了，这简直是无法忍受。给我去死！深渊骑士的目光看向苏寒，那意思不搞死你？真的还以为也是泥捏的。苏寒在团队语音吩咐道，朝我脚下丢控制技能，不要超过3个。话音落下的瞬间，深渊骑士已经消失不见，而苏寒也给自己套上了骨盾。吸收622、1309，连续的2刀，除了被吸收的伤害，苏寒的血量顿时减半。不过在对方造成的瞬间，他再次发动了死尸爆炸。没错，苏寒站立的位置赫然又是一群怪物的中心点，他是故意的。轰！接二连三的暗影爆炸，凶狠的打在怪物的身上，又是 3W8 的血量快速掉落。看了一眼怪物的血量，苏寒确定自己的方法没问题。而受到技能轰炸的深渊骑士也有些发怵了，本以为可以杀死敌人，却没想到
自己快要死了。他想后退，可远处的4个弓箭手却在疯狂地攻击自己，流血伤害，加上3重射击，就算不冲，他的结局也已经注定。你们这些蝼蚁，我要杀了你们！猩红的目光再度锁定在苏寒身上，但这一次，深渊骑士的闪现没作用了，因为一道巨大的身影从天而降。322，骷髅狂战士首领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后续的攻击。休想伤害我的主人！旋风斩！风暴的大风车开始旋转起来，伴随着血量的持续跌落，深渊骑士进入了苏寒的斩杀线。原本就高昂的伤害，现在变得更加恐怖，持续的输出了几十秒，伴随着一道哀嚎，深渊骑士无力的倒下。而他灭亡之后，一道银色的光芒从对方的身上亮了起来。爆装备了，还是白银级装备？陈博直接爆了粗口。我操，深渊骑士掉白银装备了！要知道现在的白银装备有多么的珍贵，苏寒竟然在新手阶段刚刚抵达10级就爆了出来，这运气真的是没谁了。伴随着怪物的灭亡，苏寒也接到了一系列的提示音。恭喜你击杀了深渊骑士，获得经验2万点，获得声望1000点。提示：恭喜你获得未知副本线索迷失之村哈姆林尔，探索需要等级15级。提示：你可以继续攻坚副本了。一次击杀足足2万经验，真的是恐怖。不过更让苏寒在意的还是未知副本的线索。现在经过无数前辈的开拓，全世界的副本加起来也不过只有10几个，每一个全新副本的开拓其奖励都是最高的。现在他获得了未知副本的线索，本身就代表着一个新副本的即将开启。教室内，大家看着苏寒拾取的物品，一个个惊呆了。未知副本啊，这竟然是一个未知副本，这是什么运气啊？妈的，东方海，你是不是走狗屎运了？从哪里找到这么一条真龙啊？老子看着都酸了。嘿嘿，这就是运气。你放心，副本开拓之后，我肯定对你无私分享经验。这还差不多，不枉我支援你那么多的青铜装备。陈博看对方诚意十足，这才不酸了。副本内，苏寒将刚刚爆出来的白银装备穿戴上，这是一个项链，对他的提升非常大。艾尔海蓝之星，品质白银，等级10，属性加18，主动潮汐之力的认可，使用后可以获得200主属性的提升，冷却时间5分钟，全体属性提升18，外加一个爆发功能，简直是完美配合狂战士首领的旋风斩，提升不是一般的大。看着自己脖颈上的白银项链，苏寒意气风发道：恢复结束了吧？走，继续刷怪，还有15分钟，2波怪结束噩梦副本。哦，4个队友被激励到了。既然阻拦无数团队的深渊骑士都没办法拦住他们，那么还有什么可以阻拦呢？没了嗜血的大爆发，但却多了一个主动饰品。苏寒依然可以采取10几波怪一次性刷，因为他可以死尸爆炸加上死区诅咒叠加，又是一波怪灭亡。看着很多持有护盾的法师快速被点杀，大家都非常庆幸亡灵游侠掌握破盾的被动，否则速度肯定会下降不止一个档次。此时另一个团队森林守护者，超新星排行第2的人，他们也完成了深渊骑士的攻略，不过时间却大大拉长了，奖励也只有一个青铜级别的武器。恭喜你们以第2的成绩击败了深渊骑士，获得青铜武器一把。看着倒下的怪物，大家非常开心，这可是艰苦奋斗一夜的结果。可当他们听到提示音的时候，却愣在了原地。啥？有人比我们更快？开什么玩笑啊，队长，是我们发现深渊骑士的秘密。对啊，为什么有人比我们快？靠，第2名就是青铜级的武器，那么第1名肯定是白银吧？到底是谁？面对队员们的愤愤不平，熊人看了一眼隐藏职业排行榜，其中亡灵大帝已经来到了10级，他的眼眸瞬间一缩。除了那个家伙，还有谁？努力吧，兄弟们！亡灵大帝进入副本了，应该是在我们之后。看隐藏等级排行榜，他已经10级开了。不会吧？他怎么？队长，我们不能休息了。众人连忙恢复状态，虽然知道希望渺茫，可他们也不想认输，毕竟只要通关，就可以获得一把白银级的法杖。熊人自己虽然用不了，可是他的女朋友是法师，完全可以使用。第31章，噩梦级副本攻略完成，开拓者荣耀称号。没了深渊骑士后，苏寒的团队一马平川，一波怪结束，便已经来到了 BOSS 的面前。平台附近的帐篷都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鲜血祭坛。伟大的荒蛮之主啊，请您赐予我们力量，您的使者已经被击杀了，可我要为您复仇。
外来者，你们准备好死亡了吗？无数的血液汇聚到哥布林酋长的体内，他手持一把血红色的弯刀，眼眸冰冷而残暴。脚下是无数哥布林护卫的尸体。这个已经彻底疯掉的酋长，为了献祭未知的神明，竟然将自己的亲卫都杀了。哥布林首领噩梦，等级14级，血量124000，力量280，速度98，防御180，技能鲜血斩击，以强大的力量造成一次5000血量的可怕斩击。技能血尸召唤，被哥布林酋长杀死的亲卫，哪怕死亡尸体也会被其操纵，他们已经变成了傀儡。冷却时间3分钟。备注：血尸无法被彻底击杀，血量归零将会进入休眠期，时内将会苏醒，每次复苏时间将会降低1分钟。技能崩溃咆哮，对近战造成一个范围5米的恐怖咆哮，命中后会陷入破甲状态，并且会造成180%的高额物理伤害。被动噩梦征兆，血量每降低5%，哥布林酋长的伤害都会提升3%。特殊：如果25分钟内没有击败 BOSS， 哥布林酋长会跪在祭坛面前，祈求获得雷霆之主的力量，不仅可以恢复血量，甚至还获得3分钟的无敌状态。苏寒看着怪物的资料，感觉这个 BOSS 也没啥厉害的，就是伤害提升了一些，护甲提升了一些。老大，怪物拉扯上来了，那就集体站位，准备好治疗药剂。啊，不是分散吗？不一样了。苏寒轻轻摇头，刚刚他在遭遇深渊骑士的时候，就大概知道这个副本的特性了。这些怪物的伤害虽然可怕，但却有办法可以规避。大家虽然不懂，可苏寒说什么那就是什么。4个人站在一起，旁边还有一个亡灵射手。后续的怪物来临后，嗜血已经冷却好，时间刚刚25分钟。嗜血开启，猩红的王月之光从天空笼罩这片区域，骷髅狂战士们直接跳跃到 BOSS 身旁，连带着小怪一起疯狂殴打。而这时苏寒举起自己的法杖，王者领域，白色的死亡气息笼罩整个现场，所有怪物的防御力疯狂下降。而为首的哥布林酋长看到自己被围攻，狞笑一声就挣脱了束缚。你们这些小虫子竟然想拦住我，妄想！他手中的刀刃燃起血红色的光芒，朝着人群挥砍而去。尼亚等人吓得腿都软了。5000血的斩击啊！老大，您的应对方法呢？您不是有特殊装备吗？为什么还要我们送死啊？不过想想苏寒为大家做出的贡献，这些队员们竟然一个后退的都没有。可是当血光落下后，大家却惊讶地发现，每个人竟然只掉了900多血。我懂了，这竟然是分摊伤害。观看直播的东方海最先发现了秘密，刚才他就觉得不对劲。新手副本哪来的5000血技能？这不是点一个人杀一个人吗？可看到掉血量后，他终于明白过来苏寒的想法，这个伤害是可以分摊的。如果是这样就合理了。一次攻击结束，苏寒的声音在团队内响起，分散，吃药。尼亚等人反应过来，连忙服用治疗药剂，血量顿时被提升了上去，甚至再扛一刀都没事。 BOSS 再度被骷髅狂战士贴上，战斗进入了循环阶段。可当这些小怪灭亡后，苏寒却开启了死尸爆炸，而100多只小怪叠加的诅咒被动也在持续的掉血。我的仆人，你们就算死了也要守护我们部落的荣耀。血量持续降低，哥布林酋长发动了技能，可他却惊愕地发现自己的仆人们尸体竟然不见了。是你将尸体摧毁了，你这个恶魔！酋长的目光落在苏寒身上，这个邪恶的死灵法师竟然亵渎了他的子民。面对敌人的咒骂，苏寒冷笑道，到底是谁亵渎了你的子民呢？我看是你这位酋长吧，不要愤怒了，带着懊悔下地狱去吧。他说话的同时，手里的暗影剑一刻不停，而8个召唤物也在持续的进攻。几十秒后，哥布林酋长彻底倒下。我只是为了部落。气绝的时候，他依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伴随着怪物的死亡，全服公告也再度的响起，赤金色的文字震撼了所有人。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首次通关副本哥布林部落噩梦级，排行榜已经诞生，时间26分44秒，评分 SSS 级。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首次通关副本哥布林部落噩梦级，排行榜已经诞生，时间26分44秒，评分 SSS 级。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首次通关副本哥布林部落噩梦级，排行榜已经诞生，时间26分44秒，评分 SSS 级。提示：作为第一个完成噩梦级副本攻略的团队，团队内的每个人都将获得1000点声望，并且获得开拓者的荣耀称号。开拓者的荣耀，第一个完成噩梦副本团队的奖励。属性：
获得经验加 10%。这个奖励真的太丰厚了。独特的称号，神赐游戏内装备的格子是有限的，可是称号却可以无限制的佩戴。你有多少个称号都没问题，可称号的获取难度太高了，至今只有少数人能获取。而苏寒团队内的几个酱油竟然获得了这个称号，实在是太羡慕了。10%的经验加成，看似没什么，可越是后期作用就越大。有人会说，东方海那个徽章更加恐怖，可你们要明白一个问题，他已经刷不过副本了。低级副本没收益，高级副本刷不过去，就算有称号赋予的独特经验又如何？第32章白夜欢歌，这就是苏寒的影响力。森林守护者团队在苏寒完成攻略之时，他们还没见到 BOSS， 无法做到群刷，只能一波一波的处理，虽然速度慢，但却胜在稳妥。甚至在听到公告后，整个团队也就愣了一下，便开始埋头继续苦干。这便是一个真正优秀团队应该做的事情，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都要攻略完副本才可以。扰乱思绪的结果，那就是团灭。公告结束后，苏寒都没来及看神赐世界内的消息，就有一封特殊的邮件传递了过来，来自庇护圣殿的邮件，物品白银级法杖。接收邮件后，苏寒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奖励，虽然心情不是怎么好。白夜欢歌，品质白银，等级10，智力加72，耐力加26，敏捷加33。被动可以限定提升一个技能，只能选择0-10级的技能。特效可以召唤一个白夜护盾，吸收500点魔法伤害，同时伤害提升 10%， 持续时间30秒。看着装备的属性，苏寒终于明白白银级的装备为何这么昂贵了，提升的属性太强了啊！自己的项链就不提了，200点属性的临时爆发，而这个也是提升 10% 的伤害。智力的提升也是无比可怕，如果全身都是白银装备，他敢说普通人都可以完成噩梦副本。装备上白银装备，属性又提升一大截。至于技能点的分配，苏寒果断选择亡灵游侠，这是当前输出最为爆炸的召唤生物，转火快，集火也快，非常的优秀。看完了装备，便是本次副本攻略的奖励了。恭喜你击败了噩梦级首领哥布林酋长，获得经验3万点，原质币10万。恭喜你完成了噩梦副本的攻略，获得经验3万点，获得声望500点。你升级了。当前属性如下：姓名苏寒，等级11，下一级所需经验 25W， 生命2540，魔力760，力量42，智力168，耐力88，敏捷62。技能召唤骷髅狂战士2级，技能召唤亡灵游侠3级，技能古盾1级，技能死尸爆炸1级，技能暗影剑2级，被动死躯诅咒1级。检查完毕，苏寒选择了退出副本。之前是为了噩梦副本的攻略，所以放弃了询问副职业的事情。现在白银武器也到手了，他自然想问一下副职业的问题。不要忽略这个事情，任何游戏内副职业都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如果选择好了，甚至可以让主职业更加强大。金钱苏寒不缺，他想要的是能提升游戏质量，让后期升级也变得简单。透过这2天的了解，苏寒已经完全肯定，这就是一个对游戏理解根本不到位的世界，他们的认知还处于懵懂的阶段。如果自己不好好研究，感觉要不了多久，缺乏的东西会非常多。回到新手区域，街道上响起了无数的掌声，大家都在欢迎他的归来。太强了，亡灵大帝！求带一次噩梦副本啊！多少钱？咱们可以随便开。大佬，求带！大佬，我是强势的辅助职业。亡灵大帝，我想给你当玩具，请带我刷一次噩梦好不好？说话者是一个 F 杯的妹妹，但可惜苏寒没有丝毫的兴趣，而他的这份淡然让那些暗中观察的探子不由得赞叹，这人的心理素质真强啊！如果他们有这实力，估计早就飘了。好了，接下来是自由时间，明天继续开始升级，今天下午放个假。来到休息区域，苏寒对着4个人说了下，就离开了。而尼亚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忽然间都笑了。你们要休息吗？当然不，老大升级这么快，我们可比不了，所以再组一个人，完全可以。我觉得咱们甚至可以分2个队伍，如何？没问题。噩梦不是他们能挑战的副本，可王者却不是问题。如果是之前，他们肯定没有自信，但现在讲究的一个淡然。4个人拆分2个队伍，
各自组上一个坦克，还有一个学院内的书职业，王者级别，竟然也刷得有声有色。看着进步斐然的几人，学院的导师们不由得感慨万千，变化太大了。他们几个虽然是 B 级天赋，可之前的表现太普通了，刷冒险都很困难。现在竟然各自担任队伍去当指挥了，这就是苏寒带来的改变啊！我想未来这些人都是导师啊，他们的努力是应该的，苏寒可以休息。可他们如果休息了，一旦对方提升到15级，那就只能换一拨人了。说得不错，抓住机会，也得有足够的努力才能成功。众人议论纷纷，而苏寒则是来到了东方海的办公室。不过可惜的是，他已经出门了，听说是去了其他学院，只有林娜在等待着自己。你不升级了吗？我想了解一下副职业的问题。10级之后是可以有一个副职业的吧？对，不过我不建议你学习。为什么？苏寒眉头一挑，脸上满是疑惑。林娜见他不懂，连忙解释起来。副职业也是需要消耗精力的，而且想要培养很难，有那个时间不如全力升级。不，我还是认为了解一下为好。苏寒这个人认死理，如果自己没接触过，就一定不会下定结论，什么事情都要亲自体会一下再说。看他如此坚持，林娜无奈只能陪着他前往庇护圣所。副职业圣殿在泉水的隔壁，非常偏僻，来这里的人大多都是一些主职业不得志的人，升级太慢，又不想浪费自己职业者的天赋，于是只能来这碰碰运气。苏寒来到圣所咨询台面前，问道：请问副职业都什么？原来是冒险者大人。您好，我是前台咨询师迪亚，你所询问的事情，这里有答案，请看。原本神情冷漠的女前台，在看到他出现后，瞬间变得无比热情。这并不是因为苏寒实力强大，也不是因为他是隐藏职业者，因为出门后，苏寒就隐藏了讯息。之所以会受到这样的待遇，是因为他的声望足够高。神赐世界的定律，声望越高的人，领取任务、接触 NPC 就越简单，否则贸然搭讪，有很大的可能被土著击杀。这种事情不是发生过1次2次。第33章，副职业带来的巨大提升来自苏寒的建议。伴随着女人的挥手，一个光屏出现在苏寒与林娜的面前，所有的副职业全部登场。炼金师可以制造炼金药剂，但需要大量的草药。制皮师可以提取怪物的皮毛制作皮甲装备。锻造师可以开采特殊的矿脉，并且锻造战士等护甲职业装备。裁缝师以特殊怪物的材质编造布甲等法师职业装备。附魔师可以分解装备，提取特殊的材质，其诞生的材料能够给装备附魔，提升装备额外属性。工程师可以制作各种奇怪的机械造物，需要大量的矿石与图纸才能完成。一共6个副职业。苏寒看了一会，最终目光落在了附魔师上面，这个对自己的提升会最大。先生，您真的要选择这个副职业吗？他对财力的要求可是非常大的。不，这个对我提升最大。工程学其实也有很多实用的东西，比如能够让使用者飞出去一段小距离的推进器，还有特殊的储存空间设备，是超级实用的副职业。但对于实力的提升，真的太难了。而附魔师是直接分解装备，从而提升装备属性的力量，这对于苏寒而言，比所谓的工程学要强1万倍。举个例子，初级智力附魔，全身上下加起来就可以提供25点智力，这简直是相当于一件青铜装备了，还不占用位置。但附魔之后的装备也有一个弊端，那就是更换装备后得继续附魔才行。缴纳 EW 元之币后，白光笼罩在苏寒身上。你成为了初级附魔师，你学会了初级附魔，你学会了装备分解。旁边的职业者们看到有人转职为附魔师，眼中满是惊讶，因为能成为附魔师的都是有钱人。苏寒看向副职业的技能面板，初级智力护腕附魔，加3点智力，需要灰败之尘10个；初级智力护腿附魔，加5点智力，需要灰败之尘15个；初级智力腰带附魔，加3点智力，需要灰败之尘10个；初级智力上衣附魔，加5点智力，需要灰败之尘15个；初级智力鞋子附魔，加3点智力，需要灰败之尘12个；初级智力法杖附魔，加7点智力，需要灰败之尘20个。首饰的附魔暂时没解锁，熟练度不够，至少需要50点熟练度才能够解锁。旁边的林娜问道：需要学院的帮助吗？等会吧。说着，苏寒就开始原地分解装备，之前替换下来的黑铁装备纷纷的被分解掉了。提示：你分解了一个黑铁布甲护腿，获得灰败之尘8个。提示：你分解了一个黑铁布甲护腕，获得灰败之尘5个。看着掉落的材料，
苏寒忍不住吐槽，怪不得大家都不愿意转职为附魔师，简直是氪金巨兽。一个最为简单的附魔都要消耗掉2件黑铁装备，而附魔一下只提升1点，普通人根本没财力支撑。大量的装备分解后，苏寒获得了90个灰败之尘，将其一一附魔上之后，自己的智力再度提升了1截。看着消耗一空的背包，苏寒没有停下来，而是走向附近的拍卖行开始了扫荡，所有便宜的黑铁装备全都被一一的拿下。而获得了装备后，他就直接原地分解。至于附魔，自然是给青铜级的装备。苏寒对着林娜说道：“导师，你让学院内的人过来吧，谁有青铜级装备，只需要50%的材料费就可以。”没问题。不过，你的原质币够吗？林娜知道他想提升熟练度，但这样冲太过于耗费钱财了。苏寒闻言笑道：“管理者大人在我通关噩梦副本之后，就给了我500万原质币。嘿嘿，暂时不缺。你这小子真是财大气粗。那好，你等我。”片刻，学院内的同学们便蜂拥而至，只需要1半的材料就可以附魔，这简直太划算了。别看只是提升一点点属性，可对于能获得青铜装备的职业者而言，提升1点是1点啊。刷副本越简单越好。半个小时不到，苏寒的副职业熟练度就提升到了50点。首饰的附魔终于解锁，初级智力项链附魔加5点智力，需要灰败之尘25个；初级智力戒指附魔加5点智力，需要灰败之尘25个；初级智力手镯附魔加5点智力，需要灰败之尘25个。项链苏寒是白银装备，手镯与戒指暂时都是黑铁，不过没关系，首饰本来就很难出，他也并不着急。而这一波的提升虽然将500万的原质币消耗一空，可智力却实打实的提升了40点，这等于8级的属性。前期的职业者如果有了这40点属性，伤害会提升1大截。完成附魔后，苏寒返回了学院，准备查询一下破败圣殿的资料。结果林娜却接到东方海的消息，向他询问自己今后的队员需要什么副职业，甚至对于副职业有什么看法。苏寒对游戏有着超越常人的理解，如果他能指点一下，或许学院能有巨大的改变。副职业啊，我之前就想说来着，不过当时我等级不够，也无法了解。要让我说，我的团队肯定除了我之外，最好都是采集系的，外加一个工程学。3个采集职业分别对应3种材料的采集，而工程学则是提供一些额外的小帮助，比如35熟练度就有的加速装置，虽然每次副本只能使用1次，但在野外只有10分钟的冷却时间，刷怪会非常的舒服，关键时刻能救命。林娜闻言眼前一亮，3采集1个工程，这组合听起来就很棒，而且非常的全面。苏寒继续说道，甚至导师你们还可以组建一个团队，专门刷出产制皮的副本，5个人之中大部分都是皮甲的职业，快速的冲皮甲专业。至于锻造职业，哥布林副本就有一些矿石，但出产太少了，如果有大量矿石的副本，可以让5个板甲职业去刷，5个人一起采矿，副本速度虽然慢，可采集却很快，1个人提升熟练度，5个人采集，这样才是效率。第34章，来自超新星排名第2的投靠，苏寒的刷怪思路。还有林娜，你看副职业里面炼金师也可以选择一致的，直接去探索某个区域，我听说野外的区域也是类似于副本一样，按照时间探索，5个人去采集，1个人冲熟练度，而多余的装备就分解。制造业选择材料最少得装备，然后分解掉直接附魔，这样的提升才是最大化。苏寒提出的思路是以前从未有人想过的，林娜光是听着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是啊，装备是很昂贵，可是如果4个采集，1个冲熟练度，1个是附魔师，那么整个团队的提升都会非常快。如苏寒所言，只是一身低级的附魔，其实花不了多少钱，职业者们的任务或者是材料都可以卖钱。如果能凑齐一身，少说伤害比原来要提升10-15%的模样，那么一个团队获得完美附魔就是50-75%的提升，这个数字何等巨大！林娜浑身都颤抖了起来。苏寒，你为什么不早说啊？这个想法真的还有用吗？拜托，我之前也不知道啊，而且我也不是咱们学院的人。嗨嗨，好像是哦。听到他的解释，林娜尴尬的咳嗽起来。要是苏寒之前就拿出这份理论，估计那个学院怎么也不会踢掉他这种天才。但可惜，世界上没有如果。当林娜将苏寒的理论提交上去后，很快就获得了学院上下一致的认可，快速的冲击制造业，还有附魔师，对于一个团队而言至关重要。甚至苏寒还补充了一个思维，
不要被自己的想法束缚。为什么一个团队只能5个人，而不是10个人，甚至是20个人？不同的副本搭配不同的队友，这样才是最优质化的升级方法。有些人会觉得升级一定要固定队友，这样是错误的想法。比如森林多的副本，弓箭手就非常的痛苦，而盗贼这种近战职业就非常吃香，完全可以全部近战，外加一个治疗职业。超前的思维带给人们的冲击是巨大的。团队的构建是可以有大型团队的，只不过一直都没有人去建立，反倒是5人小队成为了主流。而苏寒的想法却让天海学院的职业者们领悟到，最优化的升级才是大家最需要的。不要难为自己，要发挥自己职业的长处。苏寒，你还有什么建设性的想法？真没有了，导师，我又不是智多星，每天都有新奇的想法。很多事情我需要实践才知道。好吧，那你先忙。送别导师。苏寒独自观看10级副本的视频。破败圣殿是某个非常厉害的团队在抵达10级的时候发现的，难度比哥布林部落要强不止一个档次，很多超新星团队都在这里升级。其中最快的记录是之前刷新哥布林部落的团队风吹雪，目前 A 级评分，时间为2个小时32分钟。第2名则是森林守护者 B 级评分，时间足足落后了40分钟，差距非常大。在苏寒观看视频的时候，森林守护者团队经过不懈努力，击败了噩梦级 BOSS。 公告跟着出现，恭喜森林守护者团队以第2名的成绩通关副本哥布林部落，噩梦级排行榜已经诞生，时间3小时16分44秒，评分 B 级。作为第2名的通关者，他们获得次级开拓者称号。次级开拓者经验加成 5%， 虽然是第2名，可依然获得了奖励。呼，老大终于通关了，好嘞，这个 BOSS 如果回血，我们就爆炸了。是啊，真没想到压力这么大。亡灵大帝到底是怎么击杀的？不知道，不过我想和他交谈一下。队长看着倒下的尸体，认真的说道，人家能不断的刷新排行榜，绝对是有自己的特殊理解。既然自己现在也是天海学院的人，那么请教一下应该没问题吧？退出副本，大家连忙跟着老大前往了教室，透过不断的询问，最终找到了林娜导师身上。您说要找亡灵大帝，可他在看攻略视频，明天准备攻略破败圣殿呢。导师，我身上有王者级的资格，可以让亡灵大帝不用从普通级开始打，而且如果我得到想要的答案，我愿意不再转学。你说真的？林娜噌的一下站了起来。一位隐藏职业者的加入，那可是天大的喜事。熊山点头道，我是认真的导师，看到他如此强大，我就明白我们之间的差距了。但如果能留在这里学习，那我的提升会更大。没人不想变强，如果跟着一位强者，就算是一头猪也会有改变的，更何况他非常好学。林娜点了点头，随后拿出通讯器。片刻，他开心地说，亡灵大帝愿意见你一面，不过对方也说了，对你有没有提升，那得看你自己。他只是指点一下。没问题。听到对方愿意见面，熊山顿时兴奋了起来，而团队内的人却感觉不太靠谱。自己等人刷副本的时候，速度已经提升到极致了，怎么会有进步？一行人在导师的指引下，来到了昏暗的教室内。只见一个消瘦的身影正孤零零地坐在里面，观看破败圣殿的机制与怪物属性。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对方这才转过头。你好，把你们刷副本的视频上传一下。我能的说，会点一下。熊山没想到亡灵大帝如此直接，但他也仅仅是愣了一下，就将刚刚通关的噩梦视频上传了过去。副本画面很快出现，看着他们小心翼翼的巨怪，苏寒按下了暂停，指点道，你的职业是3系德鲁伊是吧？为什么拉这么少的怪？你完全可以一次性拉5波怪，队友是可以处理的，但这样做队长会直接被杀。队员们听到要拉5波怪，第一个反应就是伤害问题，而熊山也是如此想法。苏寒无语道，你们队长这么灵活的职业，却玩的和普通坦克没区别，你们不觉得憋屈？我看着都难受。首先，其他人可以透过远程手段，只选择近战职业，外加一个头目远程的职业。巨怪后，熊山建立仇恨，接着弓箭手释放减速陷阱。这时候作为队长，你应该切换猎豹形态，快速的朝着远程职业冲刺过去，直接开爆发打一套，而不是在原地拉着一波怪。神赐世界内不是单纯的游戏，一定要灵活。爆发结束，你可以开树人形态，施展缠绕，这样怪物又可以3秒钟无法动弹。而你的队员如果在这半分钟内都无法融化这些怪物，我只能说他们有点太菜了。一番讲解，
听得熊山几人热血沸腾，竟然还可以这样！第35章，大量团队加入天海学院，前往破败神殿副本。你们的爆发技能冷却大概在5分钟，所以你们的刷怪思路要围绕在5分钟至10分钟这种点去爆发，其余时间都是平缓输出。在这个阶段，你们可以选择5波怪。至于法系头目，熊山你可以前行过去，先晕住其他人去吸引旁边的小怪，然后再处理这种难缠的怪物。随着副本的进度推移，苏寒给出了很多的方案，每一个都恰到好处，从爆发到循环，甚至是每个人每秒钟要做什么，甚至是走位，都是精确化。而来到深渊骑士的时候，苏寒看着血量不稳，更是给出了提醒。团队战一起后，你也可以跳过分摊，豹形态飞奔，熊人形态承受，然后团队分散撤退，你留在原地，这是刷怪的思路，不要断。深渊骑士，他们觉得自己打得很精彩，可苏寒的讲解却更加细致。DPS 最少可以优化 20%， 这个提升何止惊人。而后面的 BOSS 战，苏寒更是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他竟然要求熊山承担伤害时切换猎豹形态一起输出。虽然治疗的压力大，但是你要明白，你们缺输出，我能打过是因为我有特殊的方法，而你们要做的就是压榨输出的时间。BOSS 释放技能就不会释放普通攻击，所以牧师也得攻击，哪怕只掉一点点血。其次，最终的狂暴阶段，你要小怪，你可以扛着2波，直接风筝队友的减速衔接好。原本还有些不屑的队员们，现在看苏寒的眼神都充满了崇拜，这简直是太强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只是看了一眼，就能精准的给出适合他们团队的打法，甚至众人以为没有办法任何优化，而人家寥寥数语，却让时间最少可以缩短1/3。熊山闻言激动道：“真不愧是亡灵大帝，真的多谢你了！我就知道，来这里绝对是对我人生最大的改变。哪有那么夸张？只是大家都习惯了平稳，都逐渐忘记自己职业的优势。其实普通团队也可以发挥出强大的力量，只是他们习惯了安逸罢了。”苏寒摆了摆手，一行人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去。森林守护者返回新手区域门口，开启了新一轮的攻坚。按照苏寒的打法，他们一一效仿，结果开局5波怪丝毫压力都没有，简单的让他们都有些难以置信。老大，亡灵大帝真的太强了！我想给亡灵大帝当狗。哎，别说了，我都想去他那混，有这样一个强悍的外置大脑，队员根本不需要操作。之前5波怪他们消耗了10几分钟，现在却只用了3分钟，这就是有人指点的恐怖。而这个速度还在不断的提升。大约1个多小时后，森林守护者团队完成了竞速的提升。1个多小时的噩梦副本攻略，震撼整个新手区域，还有大量的庇护所，速度压缩了 30%。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刚刚出副本，无数的团队就前来询问。熊山嘿嘿一笑，说道：“别问我们，都是亡灵大帝的功劳。我已经不回原本的学员了，今后我就是天海的人。我只能说，有大佬指点真强。”那些队长们面面相觑，只是指点一下，速度就这么快？真的假的？熊山没有理会那些人的眼神，感慨道：“我只能说，噩梦级副本的奖励太强了，破败圣殿都懒得去。出新手区域之前，我准备一直都泡在这里。”说着，他带领队员继续进入了副本内。这般潇洒的表情，令无数职业者心生羡慕。2个小时前，他是第2个完成的，如果没有巨大的进步，是绝对不可能提升这么多。你们怎么看？我也想去试试。谁不想啊？但问题是，如果想获得帮助，大概率就是彻底加入天海学院。加就加，反正我想变强。说的就是能攻略噩梦级副本的，都不是普通职业者，他们现在都被卡住了。如果有大佬指点，至少副本通关不会困难吧？整个下午，苏寒一共接待了6个团队，并且根据他们的职业组合给出了各自的套路，还有如何应对副本的技能，独特的思路见解，还有非常特殊的打法，给无数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送别最后一支队伍，导师们不由得感慨，这哪里是学生啊，分明是比管理者大人还要厉害的存在。有苏寒在，只怕学院想低调都难了。数个小时后，一个又一个的团队通关噩梦副本，虽然第3名用了很长的时间，但人家总算是通关了。而职业的配置更是没有特殊职业，平均的天赋也仅仅只是 B 级。这样的成绩在庇护所内传播开来，只要找亡灵大帝讲解，那么你的职业最少可以变强 20%， 哪怕你是普通人。当然苏寒本人是不知道这些的，看完破败圣殿副本的资料就去休息了。之前连续冲击等级，讲真还是有些疲惫的，休息好后他会继续升级的。翌日，
苏寒率领自己的团队前往新手区域的边缘，这里非常的偏僻，街道也是破破烂烂的，甚至还可以看到零零散散的魔物存在。这里有怪物，不是新手区域吗？你不知道吧？这里是新手区域的边缘，本来就不安全，而这些怪物则是撕裂防护罩出现的。你看那边经常性会出现一些幽蓝的裂缝，怪物就是从里面钻出来的。听说发现破败圣殿副本的人就是探索裂痕区域找到的，根据他们的线索，似乎新手区域原本更大，但随着魔物的入侵，圣殿也随之毁灭。说话的人是熊山。苏寒自己的团队是不具备挑战高等级的资格，所以想直接前往王者，还得浪费一波时间，而找人开启则简单了许多，只需要完成一次高评分的通关，自己也可以获得同样的进度。熊山就是因此过来的。而苏寒的配置就是由原本的3个弓箭手变成了2个，作为代价，熊山也更换了职业的选择，将熊人形态找圣殿切换为鸟人形态，主打一个控制和输出。因此他现在的状态是树人、鸟人、猎豹，只能维持3种形态。鸟人形态内是有一个漩涡之风作为控制的，至于坦克，苏寒不需要。第36章破败圣殿4区域特殊型副本。副本门口并没有多少人，毕竟这里非常不安全，随时都有可能被魔物袭击，少去了打扰的人，苏寒感觉清静了很多。他其实并不喜欢过多的追捧，只是有些时候没办法罢了。破败圣殿的入口是一个虚幻的裂缝，只需要触碰即可开启副本。苏寒作为队长选择了难度，因为团队内有熊山，所以能直接挑战王者级别。很快5个人被虚幻的漩涡吞噬，进入副本内。天空灰蒙蒙的，到处都是废墟，凉飕飕的风让人不由得打起冷战。好冷啊，老大，这里怎么这么冷？尼亚是一身短裙打扮，所以来到这自然有些扛不住了，牙齿都在打颤。而熊山则是连忙穿上了棉衣，并且解释道，庇护所内有时装的，不算属性，但可以保暖，甚至是可以避寒。考虑到你们没刷过，我多带了几件。不得不说，穿上棉衣后身体舒服了许多，至少不会再浑身发抖了。苏寒将药剂分配出去后说道，做好准备，马上要开怪了。熊山，不管我让你做什么，一定第一时间执行。明白。那好，副本开启。澄澈的光芒亮起，无数的怪物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王者级别根据统计是有500多只怪物，同时这是一个4区域的副本，每个区域内都有一个特殊的精英头目，血量高达 18W 不说，每个 BOSS 还有特殊的技能，非常的难缠。很多团队宁可去刷冒险，也不愿意触碰王者级别，就是因为精英头目太恶心了。而且王者级不杀死2个精英头目，根本无法进入 BOSS 房间，这就是限制。目前最快的副本速度为2小时32分钟，评分仅仅是 A。 至于为何不去杀其他2个精英，一来浪费时间，二来这个副本有一个特殊的机制，每死亡1个精英头目， BOSS 的血量与实力都会获得提升，这就是最大的隐患。能杀死 BOSS 获取经验，谁愿意去浪费多余的时间？副本开启，苏寒的第一个命令就让熊山吓了一跳。你们4个人直接喝下隐形药剂，从4个方向朝中间汇聚，精英头目脚下集合，能拉多少怪拉多少怪，敏捷药剂在破隐形的一瞬间喝下。明白。其他3人已经离开，熊山自带前行，也是抓紧走了。不过在途中他询问了一句，大佬，真的不用管远程法系怪物吗？不用。好家伙，怪不得他刷副本的速度快，一次性拉这么多的怪物，能不快吗？在众人离开后，苏寒也喝下了隐藏药剂。直播间内大家拭目以待，连东方海都提前回来了。众人破影开始一路吸引仇恨疯狂的奔跑，路上偶尔有落单的怪物也被亡灵游侠用弓箭吸引过来。四面八方怪物都在汇聚，而位于在中心点的精英头目也发现了异常。究竟是谁敢入侵我们神圣的殿堂？他高举手中的武器，发出震天咆哮。圣殿侍从泰瑞，王者级精英头目，等级15，血量18万，力量236，防御150，技能毁灭审判，爆发单体攻击，对正前方造成3000伤害，并且留下一道炽热的灼烧剑气，站在其中每秒钟会掉落500血。技能炎魂之体，爆发火焰之力，对附近的敌人造成一个强力的 AOE， 伤害为 175% 的物理伤害。技能腐蚀深渊，瞬移到敌人身后，造成一个可怕的深渊攻击，之后将会获得一个治疗降低的效果，必须吸收2200点治疗量才就可以继续恢复。
被动幽邃之力，进入战斗后，头目的力量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强，每分钟提升 5% 的伤害与防御，叠加没有上限。被动幽魂护盾，可吸收3万点伤害，一旦护盾碎裂，将进入为期30秒的虚弱阶段，受到伤害提升 12%。看了眼头目，苏寒快速释放自己的召唤生物。当熊山狂奔过来的时候，迎面就看到8只召唤生物，吓得他直接爆出了粗口：“我操，大佬，你这么可怕的吗？足足5000多血量的宠物，坦克有锤子用啊，根本不如人家一根毛。”苏寒瞥了他一眼，示意对方赶紧站位。众人凑在一起，怪物蜂拥而至，群体缠绕，漩涡之风来了！熊山怒吼一声，变成一棵2米高的大树。他挥舞着双手，无数的藤蔓从地面升起，附近10米内的怪物全部被束缚。而后，他快速的切换为鸟人形态，直接朝着精英头目脚下丢了一个漩涡之风，恐怖的龙卷拉扯着怪物疯狂靠拢。尼亚与其他2位弓箭手纷纷面露羡慕，隐藏职业就是强啊，这么多的技能！艾尔海蓝之心，白夜欢歌，饰品与武器双重爆发。而苏寒的骷髅狂战士首领与亡灵游侠首领开启了爆发，我将碾碎你们的骨头！力量增强，骷髅狂战士首领凶恶的吼道，随后抡起斧子开始了旋转。3988 3842 6299 3722，恐怖的伤害数字把熊山看得目瞪口呆，这尼玛是人类能造成的伤害。而这还没有结束，亡灵游侠也爆发了一轮恐怖的剑雨之后，就是3重爆发，每一剑都精准的命中了这个 BOSS。 破魔的力量轻松将护盾击碎，精英头目直接虚弱，伤害提升更加恐怖。而大量的怪物被击杀后，苏寒高举法杖，如神灵一般下达了裁决：死尸爆炸！轰轰轰！死躯诅咒疯狂的流血，而这一轮的100只怪物尸体爆炸，也瞬间带走了怪物45000的血量。这便是爆发饰品的可怕。一轮攻击不仅清理了一个区域 90% 的怪物，甚至还将精英头目灭亡了。熊山看得倒吸一口冷气，而天海教室内，所有观看着全部都愣住了。这真的是王者级破败圣殿吗？有点过于简单了吧？亡灵大帝好像还没开嗜血吧？对啊，我靠，我差点都忘记了，这次他没有开启嗜血，这才4分钟啊，竟然就清理完了一个区域，恐怖！我只能说，副本的排行榜即将刷新。一个区域的精英头目结束，苏寒让人拉扯着那些闲散小怪，朝着下一个区域前进。剩下的都是一些近战魔物，没什么压力在身上，只需要风筝即可。欢迎你进入幽暗区域。刚刚踏入，众人就感觉视野下降了很多，很多隐藏在黑暗中的怪物，如果不仔细看，怎么看不清？尼亚扫视了一圈，疑惑道：“老大，这里怎么没有精英头目啊？”很简单，这里的精英头目是会隐身的，不过你们还是按照刚刚的打法，如果有谁碰到了精英头目，直接发坐标就可以。其他人快速过去。明白。战术安排结束，所有人瞬间分开。而在远处的污泥怪内，一双红色的眼眸正冷冰冰地注视着一切。第37章，圣殿刺客林纳斯，领悟技能幽灵视觉。熊山作为隐藏职业，再加上多次刷过破败圣殿副本，自然就受到了苏寒的关照。他必须要拉7波怪才可以。有过刚刚苏寒的指点，他已经逐渐喜欢上灵活的感觉。跳跃腾挪，熊山化为鸟人，在天空中释放星光。远处的5个淤泥怪被吸引到，就在他感觉压力不大，想继续吸引一波的时候，身后的一个淤泥怪忽然间发生破碎，并且传来锐利的风声。不好，他隐藏在这里！老大，救命！坐标 72.36， 熊山被吓得头皮发麻，直接发送了坐标地址，同时整个人变了树人形态。虽然说防御力最高的是熊人，但他已经切换了形态，而树人形态有一个被动，单次掉血量超过 30%。会获得一次 50% 的减伤，5分钟触发一次。在他变身的瞬间，一个高额的伤害从自己头顶飞起，1266，这还是有减伤被动，要是没有，估计他会瞬间暴毙。看到暗杀没成功，刺客瞬间消失在原地，准备再次的暗杀。可苏寒等人已经赶了过来，冰冻陷阱，群体缠绕加漩涡之风，啪！一个白色的冰霜快速的在地面形成，虽然看不到敌人，可是对方却在地面留下了冰霜的脚步。其后，一根巨大的藤蔓缠绕在了刺客的身上。嘿嘿，小贼，现在该轮到你了。胡笑吧，狂风。熊山嗑了一口血药，恢复到健康的血线。只见他高举翅膀，
一道狂风从地面吹起，附近的怪物受到影响，开始疯狂的聚拢起来。此时视频的冷却已经结束，苏寒开启爆发，白夜欢歌，艾尔海蓝之心，旋风斩，剑雨，优先爆发，再度释放技能。恐怖的死区诅咒随着怪物的死亡开始不断的朝着刺客身上蔓延，大量的技能落下，刺客的隐形再也无法维持，顿时显露身形。这是一个身材无比消瘦，身体如枯骨一样的刺客型怪物。圣殿刺客林纳斯，王者级，精英，头目，等级15，血量15万，敏捷260，防御90，技能风啸凿击，造成165%里伤害的重创攻击，被命中后会有破甲效果。技能伪装，敌人可以变化为任何魔物，低级的侦测技能无效。技能隐匿身体消失5秒钟，随后从黑暗中爆发，造成3000点伤害，同时会让敌人陷入瘫痪，3秒钟无法移动。如果3秒内杀死敌人，技能会直接刷新。被动黑暗隐遁，血量降低到30%时会自动触发无敌，并且隐匿离开，期间无法被攻击，也无法被控制。被动致命幽魂，低于30%血量后，林纳斯会进入疯魔状态，伤害提升50%，并且免疫控制。大量的尸体堆积后，苏寒也是不客气，趁着爆发时间还在，直接开启死尸爆炸，轰轰轰，尸体快速的碎裂，再度造成无数的伤害。原本15万血量的刺客很快就来到了斩杀线，但就在熊山以为可以顺势击杀对方的时候，刺客的身上竟然亮起了烟雾，他原地消失不见了。老大，刺客消失了。这是被动触发了，小心附近的就行。如果是成长的围攻，刺客肯定隐匿离开，但现在苏寒等人可是将附近所有的怪物都拉过来了，对方根本没有伪装的能力，所以如果自己是这个刺客，肯定是要趁着无敌的时间来杀死面前的这些人，以血还血。正在负责输出的亡灵游侠忽然间背后中刀，身体更是僵硬的停在原地，刷刷2刀下去，一位普通的亡灵游侠就此倒下。嘿嘿嘿，你们这些家伙我会一一处理的。杀死了一位召唤兽，对方的身体快速消失，根本不给亡灵游侠首领射击的时间。控制技能丢在地上，丝毫没有任何的效果，这是控制免疫。苏寒瞅了一眼，说道：保持阵型，他现身肯定是要杀我的召唤兽，你们注意输出。刷，站在远处的亡灵游侠再度被偷袭，刚刚对方被小怪攻击过，现在血量不稳，直接再度的倒下。亡灵游侠首领的剑矢直接擦着空气而过，连续2位部下的灭亡，极大的刺激了这位首领。吼，他开始低吼起来，眼眸中的冰蓝幽光竟然变成了红色。这时苏寒接到提示，你的亡灵游侠首领受到极大的刺激，感觉到了侮辱，体内的王月之力觉醒，获得被动技能幽灵视觉。幽灵视觉高级被动技能，任何隐形的生物只要有灵魂波动都无法躲过亡灵游侠首领的侦查。领悟技能了，苏寒面露欣喜，没想到死了2个亡灵游侠，竟然让首领级的存在领悟技能，真不错。而获得全新的能力后，亡灵游侠首领终于能看到敌人的踪迹，看着还想要继续猎杀自己部下的虫子，他举起弓箭，直接动用3重射击，1666、1772、1889，连续3次伤害，让林纳斯有些懵逼，自己不是隐形的吗？为何可以被攻击到？他转过头，刚好对上那双猩红的眼眸，不好是破影效果。林纳斯想要逃离，可是5秒钟的隐形已经过去，技能陷入了冷却，随后大量的伤害灌注，最终林纳斯灭亡。提示：恭喜你击杀精英头目圣殿刺客林纳斯，获得经验1万点。提示：你可以前往下一个区域。伴随着刺客的倒下，前往的迷雾已经散去。熊山等人看着威风凛凛的亡灵游侠首领，感觉他好像变得更强了，甚至眼神都充满了灵动，特别是看向苏寒的目光充满了歉意。老大，他这是领悟了一个被动，所以能够破隐形了。宠物还可以在战斗中领悟技能。苏寒闻言一笑，说道：也许别人不可以，但我的召唤物可不一样呢。听到主人的夸奖，心怀歉意的亡灵游侠首领瞬间开心了起来，眉眼间的笑意如同真人一样的美丽。虽然他没有眼睛，可红色的灵魂火却怎么看都怎么好看，如同宝石一样的美丽。第38章，柱子，永远的神，最难精英头目圣殿傀儡。刺客被击杀了，虽然是靠着宠物的破影，可终究是过了。
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最为困难的精英头目，还有就是 BOSS 了。也不知道4个精英头目灭亡后 ，BOSS 会不会有变化？东方海喃喃自语。一直以来，哪怕是他那个时代，破败圣殿也都是选择2个区域，然后进攻主殿的 BOSS 房间。苏寒这样的打法，在大家看来是浪费时间的。其次，4个区域内有一个区域非常的可怕，正常的团队甚至是隐藏职业者都很难通关。可苏寒如果能通关4区域，并且击杀王者 BOSS， 那就能稳妥开启噩梦级别破败圣殿的噩梦级副本。可是远比哥布林收益大。林娜忍不住补充，这里的人形怪物比较多，掉落的矿石甚至是垃圾盔甲都不少。最为关键的是，这里出产很多的副职业技能书与图纸。东方海闻言不由得点头，如果能通关的话，他们天海学院的排名估计是要往上冲一冲了。副本内，苏寒等人进入了第3个区域。欢迎你进入了圣者偏殿。刚刚踏入，熊山就忍不住提醒，老大，这里是最简单的地方，精英头目是一个战士。我看到了。隔着很远，苏寒就看到了怪物在游荡。此地与刚刚的地方不同，澄澈而明亮，无数浑噩的人形怪物在散漫的游荡，其中头目的数量很多。但正如熊山所言，这里的怪物都是战士，全是短腿的家伙。正常风筝，正常的打法，记得精英头目怪物要分散，不要被震荡波命中多个人。明白？一如既往的拉怪，众人分散吸引火力，慢慢的将怪物拉扯到精英头目的脚下。怪物很笨拙，虽然攻击力很强，但正常的团队都可以风筝到死，而苏寒也采取了这个办法。不过他更加精髓的是，让所有人都找到建筑物面前输出。一开始学院的人还不懂，直至怪物触发冲锋的时候，效果才体现了出来。碾碎你们这些虫子！圣殿战士咆哮一声，身体开始冲锋，目标锁定在了熊山身上。苏寒当机立断地吩咐道，闪躲到建筑的后面。这里是圣殿的废墟，自然是有各种建筑。熊山变成豹子形态，1秒钟不到就跑到了建筑后面。随后只听轰隆一声，他竟然没有受到一丝的伤害。如此画面令人惊奇，竟然还可以这样处理。我的天，冲锋撞在建筑上，这样就不用治疗职业了，完全规避了这种伤害，真的离谱。天才一般的想法。对待腿短的职业，苏寒有无数种方法处理。卡建筑不过是最为常态的，靠着接二连三的冲撞柱子，精英头目的血条疯狂跌落。当圣殿战士高举手中的斧头时，苏寒依然选择了让大家都躲在柱子后面，没有了目标之后，对方竟然愣住了，随后取消了技能。我靠，还有这种打法吗？战斧投掷，我们都是拉扯的距离越远伤害越低，没想到全部闪避在柱子后面可以规避这个技能。只能说柱子 YYDS。 圣殿战士遇到亡灵大帝真的是倒霉，直接减少一个技能后，战斗变得无比轻松。亡灵游侠各种的射击配合骷髅狂战士的输出，轻松就拿捏了这个怪物。恭喜你击杀了圣殿战士特纳，最终区域圣殿试炼场已经解锁。提示：圣殿守护者的难度已经提升。提示：难度越高，通关所获得的奖励就越高。伴随着最终的迷雾解锁，苏寒等人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区域，这就是怪物汇聚最少的一个地方。同时这里也是一个广场。看着身躯巨大的 BOSS， 尼亚等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这怎么打？血量也太多了吧，攻击力也吓人啊。圣殿傀儡王者级精英头目，血量22万，攻击312，防御175。技能：圣殿火焰喷射，朝着前方喷发大量的火焰，每秒钟造成1500点伤害，持续4秒。技能：圣殿拳击，朝着前方挥拳，造成4000伤害，并且会让敌人陷入减速效果。能量：从战斗开始，圣殿傀儡会积蓄能量，抵达100点的时候将会产生自爆，造成10000点伤害，每30秒提升10点能量。被动：炽热爆炸，血量每降低 20%， 神殿傀儡都会陷入僵直，并且开始自我引爆，造成3次的连环伤害，每次3000点血量。被动：自动防卫，如果超过7秒钟没人攻击，神殿傀儡会释放激光无差别的攻击所有人，每秒钟5000血。技能虽然简单，可数值却高得吓人。苏寒看了一眼怪物的面部，疑惑道：这不是最简单的怪物吗？为什么会是最难？老大，这精英头目一拳就能打死人。是啊，您看3分钟必须要杀死，而且还有近战的5次爆炸，这东西怎么看都不是我们能挑战的。老大，不然咱们直接去 BOSS 房间。看着汗流浃背的几个人，苏寒摇头道：
这真是最简单的精英了。你们觉得困难是不知道打法，可是我们就算躲在柱子后面，也会被爆炸波及。熊山估算了一下技能范围，感觉躲建筑战术是不行的，爆炸的范围足有5米，就算躲进去也不行。而学院的直播房间内，无数的导师也在想这个问题。数值如此高的精英头目，硬抗肯定不行，可躲建筑，那就要承受对方的爆炸，而且不攻击也不行，攻击也不行，到底要怎么办？东方海与陈博也是不懂，因为当年他们也开拓过，结果就是覆灭了1周的时间，最终选择了放弃。难道要骷髅狂战士顶着大家一起强杀？要知道，这个精英头目可是不吃任何控制的。对方是机械体。第39章秦王绕柱打法，爆压电荷附魔。大家左思右想，完全没有任何的头绪。实际上，如果有头绪的话，早就实践过了。可圣殿傀儡攻击力太强，侦查范围也很宽广，不等你们观察一会，就直接进入了战斗状态。在众人困惑之中，苏寒已经下达作战指令。一会，2个弓箭手搭配尼亚，跟在亡灵游侠附近。他们怎么走，你们怎么走，我让分散直接分散。记住，分散结束，一定要快速回归原点，继续集合，全程都是集合。明白。熊山，你跟着我，还有骷髅狂战士走一起，全程鸟人状态打输出，任何控制技能都不需要。懂了。虽然不知道苏寒是如何安排，但他只需要做到听话就足够了。战斗开启，圣殿傀儡的眼眸逐渐亮起，发现入侵者，执行摧毁指令，级别彻底抹杀。庞大的身躯锁定了苏寒等人，准确来讲，是锁定了苏寒本人，其他人都没有发动攻击。这样的仇恨建立是会紊乱的，因为他根本扛不住圣殿傀儡的攻击。可苏寒的站位却让人疑惑，明明卡建筑方法不能使用，为何他还要去废墟圆柱体附近呢？这个圣殿广场内有4根非常粗壮的岩石柱子，哪怕天堂破灭，这些东西也没有被摧毁。而苏寒的战术就是秦王绕柱，越是体型庞大的怪物，其移动速度就越慢。不仅如此，他们的移动还会受地形的限制。在苏寒不断的拉扯中，圣殿傀儡终于来到了他的面前。远程部队攻击。在苏寒下达爆发指令的时候，早就隐藏在圣殿傀儡背后的队员们开启了输出，而苏寒的爆发也跟着开启。圣殿傀儡会锁定伤害最高的人，当亡灵射手爆发的足够凶狠时，他直接就放弃了苏寒，转头攻击后面的人。这一个回头就是浪费了3秒钟的时间，边打边绕圈。熊山，5秒钟之后，我们开启输出。好的。圣殿傀儡在追击，可巨大的建筑阻碍了他的身体，根本就无法追上。而亡灵游侠爆发之后，苏寒的骷髅狂战士也开始了爆发，他后背受痛，当即转身。可骷髅狂战士特别贱，爆发结束，直接以跳跃的方式逃走了。摧毁指令提升，追击敌人。圣殿傀儡转身朝着亡灵游侠追击而去，不过中途他的血量已经降低到 20% 的界限，触发了被动，侦测到能源下降，启动自毁装置。看到头目原地不动，苏寒当即吼道：快速分散，前往下一个柱子。嗖嗖嗖，几个人快速撤离，除了亡灵游侠等远程职业外，骷髅狂战士都是以最快的速度跑的。轰轰轰，高额的伤害竟然将建筑都摧毁了。不过这 20% 血量的战术演示却看呆了直播教室内的所有导师。竟然是这样，好家伙，体型庞大就是笨拙，我们当初怎么没想到？哈哈，果然是最简单的傀儡啊！苏寒说的太对了，不是怪物太难，是我们的方案不行。圣殿傀儡无比的笨拙，这边自爆途中被苏寒等人疯狂的输出，直接又掉了 5% 的血量。而等到他再度来到苏寒面前的时候，追击战斗又开始了。想要攻击，却始终无法触碰到人群，而想要转身，无疑就会浪费时间。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这就是秦王绕柱的打法。围绕建筑，将精英头目活生生的当作傻子来戏弄。连续的4波下去，圣殿傀儡的血量已经没多少了，而建筑也彻底崩塌。不过来到斩杀线后，就不是对方说了算，而是要看苏寒，他可不会给圣殿傀儡任何的机会。没有了建筑该怎么办？很简单，继续利用伤害来风筝，一边撤退一边打，随后停手让另一边的人进行输出。几十秒过后，圣殿傀儡轰然倒下，一张闪烁着青色光芒的图纸从对方的身上爆了出来。出东西了，老大是青铜级的稀有产物，我看看。苏寒捡起图纸，
发现这竟然是一张附魔图纸。爆压电荷附魔，部位武器，品质青铜级，等级10，材料35个灰败之尘与1枚电荷之心，材料出产自王者及以上的圣殿傀儡，限制需要50点附魔熟练度才可以学习。属性附魔后能让武器附加电荷之力，每次积攒5点能量，暴击能积攒10点能量，同时每点能量会提供1点暴击，提升到100点会触发强大的电荷，对敌人造成800魔法伤害，同时暴击效果持续3秒，主属性也会提升100点。宠物也可以积累电荷。看着附魔图纸，苏寒面露惊讶，这副职业自己真的没有选错，光是这图纸就价值连城，1点电荷等于1点暴击，那么100点就是100%的暴击，虽然只能持续3秒，可需要知道的是，苏寒有足足8个宠物，基本上2秒钟就满暴击，全程暴击也太恐怖了吧！而且就算不是自己，换作是弓箭手或者是法师战士等职业，这个附魔也非常强悍，只能说青铜级的附魔真是强啊！熊山看着附魔图纸，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老大，等一会出副本，我能不能也附魔一个啊？钱啥的都好说，这附魔提升太大了，哪怕是坦克职业也可以提升巨大的输出，谁不羡慕？苏寒闻言点头道：行，先通关副本再说。圣殿傀儡没人打，所以咱俩目前只有自己一份。取出电荷之心后，他直接就给自己的武器替换了附魔。只见一道蓝色的光芒从白夜欢歌上面亮起，附魔成功了。学院内，东方海对着自己的导师们说道：快安排人去刷王者级的副本，直接选择2个最简单的头目，这个附魔对我们是巨大的提升，速度要快，别耽误苏寒的副本进度。明白。一个强力的附魔对职业的提升是巨大的，之前他还有些觉得氪金，现在看到苏寒爆出了稀有图纸，心中就只有一个想法，让所有精英学生都替换附魔，这样一来他们的刷图速度会更快。而陈博这边也不例外，看到情报的那一刻就已经安排人去刷圣殿副本了。第40章堕落的圣殿侍从特亚，等亡灵大帝有空，让他也帮我的学生附魔一下吧，材料我自己出。没问题，附魔能给苏寒提升熟练度，他才不会拒绝呢。副本内，伴随着圣殿傀儡的倒下，最终的殿堂也开启了。提示：最高难度的副本房间已经开启，祝你们好运。请注意，圣者侍从的力量非常强大，千万不要被杀死。看着提示公告，苏寒带人朝着里面走去。大殿的内部与庇护所的圣殿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有些破败。原本光亮的地板，此时布满了蛛网与紫黑色的力量。当他们踏入大门后，依稀可以听到里面的圣者侍从正在祈祷：请您原谅我，伟大的圣主，黑暗太可怕了，唯有获得力量才能击败他们，仁慈的您一定会宽恕我的吧。靠近之后， BOSS 的面板展现了出来，堕落地圣殿侍从，王者级，血量26万，攻击212，防御126，腐蚀当前进度 5%， 技能圣殿剑术，快速的冲击到一个敌人面前，造成连续5次的恐怖斩击，每次都是霸体，并且会持续的提升伤害，依次为 115%、120%，由此类推。技能圣殿净化，可以驱逐所有负面效果，冷却时间5秒钟。技能圣殿之盾，召唤神圣护盾，吸收8000点伤害，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圣殿束缚，以强大的圣殿之力将敌人束缚在十字架上，并且进行光明裁决。被定住的人5秒钟无法动弹，其后承受12000点的燃烧魔法伤害。被动腐蚀之力，被污染的圣殿侍从会不断的汲取深渊之力来强化自身，当能量提升到 33%、66%、100%的时候，技能形态会有所改变，不仅攻击力会逐步提升，形态也会不断的改变，而100%的时候，他的力量会彻底堕落。被动释放任何技能都会消耗神圣之力，加速堕落。堕落形态，技能带有深渊腐蚀之力，攻击力提升 30%， 防御力提升 15%， 同时伤害附加腐败之力。腐败被技能命中后会获得一个持续1小时的负面魔法，每秒钟掉落50血可叠加。提示：腐败之力只能在圣殿驱散。特殊腐败状态下 BOSS 有一伤效果，受到的伤害会提升 50%， 一直会持续到战斗结束，足有20几万血，甚至双形态的 BOSS 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熊山更是惊愕道：这不对吧？为什么怪物会这样？这和我打的不一样。我想你当初打的2个头目形态的 BOSS
而我们是4区域的首领。尼亚的话让熊山清醒了过来。对啊 ，BOSS 的形态不一样，4个区域竟然是这样，怪不得。入侵者，你们说面对整个世界都陷入了黑暗，是获得黑暗的力量抵抗，还是彻底放弃呢？听到苏寒等人的交谈声，堕落的圣殿侍从终于停止祈祷，从地上站了起来。他的脸一半是正常的，一半是腐烂的，那紫黑色的眼眸看着就令人心生呕吐，而腐烂的脸庞也长满了蛆虫与黑色的纹路，正可谓一半恶魔，一半天使。左边是正常的脸，无比英俊，如同明星一样，可右边的脸却如同地狱的蛆虫，令人恶心。苏寒想了想，给出了一个前世非常著名的回答：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圣殿侍从，你堕落了。这番话令圣殿侍从浑身一颤，原本怨毒的眼眸也多了一丝清澈。堕落了，是吗？可我只是想保护这最后的净土啊！如果失去了圣殿，我们将什么都没有。堕落的是你们！当对方怒吼的那一刻，战斗已然打响。老大，怪物拉过来了！外面零零散散的小怪，经过一大圈的绕路，终于被拉扯到了圣殿之内。数量虽然不多，但也有40多只左右。先拉5个过去，分批次拉。明白。听到苏寒的指挥，大家明白这又是全新的战术。在他的指点下，第一波怪物死亡快速的造成了5层死区诅咒。黑暗之力的出现让圣殿侍从无比恼火，又是你们这种黑暗力量，就该彻底抹杀你们。圣殿净化，白色的光芒亮起，圣殿侍从驱散了自己身上的负面效果。可苏寒恶心的是，一波又一波的拉怪，刚刚净化解除了负面效果，又是一波死区诅咒降临。该死的蝼蚁，你再惹怒我！圣光啊，庇护我吧！光芒净化，原本只有半张脸的腐蚀，在他动用圣光之力的时候，这份力量开始逐渐的扩散了。但苏寒没有任何迟疑，你净化，那我就继续拉一波怪杀死，恶心不死你！负面效果再度落下，每一次的净化都会提升 5% 的腐蚀程度。短短1分钟不到，战斗还没爆发，圣殿侍从就净化了6次，而腐蚀的力量已经让他半身都变成了黑紫之色。混账！你们这些家伙，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懦弱的人，才会让圣殿破碎。漆黑的力量从圣殿侍从体内不断的爆发，第一波腐化开始。深渊才是我真正的力量。圣殿侍从的剑逐渐变成了纯黑之色，伤害也提升了一部分。若非苏寒的召唤物有恢复能力，怕是现在血线都有压力。我会制裁你们。圣殿之盾，请庇护我。一个高额的护盾出现在对方的身上，可还没等他出手，4位亡灵游侠就将其破盾了。双倍伤害的破魔效果，每个人一剑就能将其击碎。整场战斗，苏寒都没有开启爆发，也没有开启嗜血，一直都在重复不断的击杀小怪，同时刺激对方释放更多的技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 BOSS 只有进入彻底堕落状态，才会有高额的一伤。如果在这之前使用爆发，那将是纯粹浪费伤害。我看你就是一个废物，圣殿就是因为有你这种白痴，才会彻底的破碎。看看你脚下的伙伴们吧，我要摧毁他们的尸体！死尸爆炸！苏寒高举法杖，一边刺激对方，一边引爆的尸体。这种做法一下子就激怒了圣殿侍从。第41章破败救赎者，经验光环奖励。特亚哥哥，这是我送你的鲜花，喜欢吗？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神殿的守护者了。特亚，你要记住，圣殿的职责就是守护百姓。特亚先生，早上好。午安，特亚守护者大人。耳畔的呼唤依稀存在，看着那熟悉的脸庞逐渐破碎，圣殿守护者特亚心中的怒火一下子被引爆了。我要你死！他手持长剑，直接锁定了苏寒的位置，瞬间冲刺了过去。可还未靠近，就被狂战士首领拦截而下。古盾套上，圣殿剑术竟然这样就被拦截了。大量的伤害落在对方身上，虽然很痛，但却不致死。苏寒看着对方的腐蚀程度继续上升，继续嘲讽道：生气了？看看你那丑陋的姿态，你还算是圣殿的人吗？被深渊腐蚀的家伙终将会被我们惩罚，就算是死，我也要拉着你下地狱。圣光啊，请裁决面前的家伙。表情已经扭曲的圣殿侍从 BOSS 直接扬起手臂，一道金色的闪电在其手中凝聚。圣殿束缚，一旦被命中就会陷入数秒的瘫痪，到时候苏寒必死无疑。唰，技能落下，苏寒纹丝不动，但是一道身影却替他拦截了技能。一个普通的亡灵游侠。轰！金色的光明在昏暗的殿堂内亮起，
而圣殿侍从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体内的腐蚀程度已经来到了66。他不只是释放技能会增加腐蚀，被苏寒不断的嘲讽，也会逐渐的失去理智。但这个还不够，伴随着大量召唤物造成的伤害，圣殿侍从渐渐不说话了，眼眸也被红色吞噬，直至小怪们彻底死亡。他的理智也被幽邃的力量彻底淹没。深渊才是我的主人。提示：圣殿骑士已经彻底堕落，无法动用圣光之力。提示：圣殿骑士受到伤害提升 50%， 伤害提升 30%， 请尽快杀死对方。苏寒看到对方进入斩杀阶段，那也是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开启了嗜血爆发。武器积攒的雷鸣电荷现在也是真正的开始爆发。苏寒的召唤生物与自己都会积攒电荷，8个召唤物与自己，瞬间就可以将暴击拉满。短暂3秒的暴击，看得熊山等人头皮麻烦。3266、3199、3372，而这只是普通的攻击，真正的爆发还到来。看到暴击叠加到满额之后，苏寒这才让宠物进入爆发状态。旋风斩，3重射击，剑雨。圣殿侍从虽然很想躲避，可是苏寒的仆人们却将他当成了活靶子，开启疯狂的屠戮。3382、3568、3772，虽然只有3秒，却将伤害彻底拉满。圣殿侍从被打懵了，这才20秒不到，自己的血量就由15万跌落到3万。虽然他竭尽全力杀死了2个骷髅狂战士，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在苏寒电荷叠满之后，圣殿侍从特亚最终无力地倒在了地上。我最后还是没有守护住这个世界吗？留下遗言，首领彻底灭亡。苏寒沉默地看着对方，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平心而论，对方的想法是很好的，但很可惜低估了那破坏世界的力量啊！恭喜你击败了最高难度的堕落圣殿侍从，获得经验3万点。恭喜你以4区域难度通关王者及副本破败圣殿，获得评分 SSS 级完美，声望300点。噩梦副本已经对你开启。作为第一个以完美评分完成4区域的玩家，你获得了破败救赎者的称号。破败救赎者攻略破败圣殿的时候，伤害会提升 5%。提示：你的团队已经刷新副本排行榜，是否公开？公开。现在他名声在外，需要的就是声望。下一刻，庇护所内外响起了公告。这几天内大家都熟悉了，只不过这一次是另外的副本。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通关副本破败圣殿，王者级排行榜已经刷新，时间35分26秒，评分 SSS 级。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通关副本破败圣殿，王者级排行榜已经诞生，时间35分26秒，评分 SSS 级。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通关副本破败圣殿，王者级排行榜已经诞生，时间35分26秒，评分 SSS 级。而紧随其后，第二则公告降临。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首次开启破败圣殿噩梦级难度，作为一个开拓出新难度的团队，特此奖励其所在的学院共享亡灵大帝团队的进度。如果该学院能在24小时内完成副本的攻略，将额外奖励经验光环。经验光环持续1周，任何刷怪或者是副职业的熟练度都会有额外 10% 的提升。听到消息，东方海啸的嘴都歪了。操，老子破防了！旁边的陈博第一个绷不住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群体 buff，1周的经验光环，不练级冲副职业都有奖励，太牛皮了吧！老伙计，别慌啊，要不然你的学院直接融入我的门下，组成副学院如何？到时候任命你为副院长，不仅可以共享进度，甚至还可以享受光环。真的，老子还能骗你？快，这就融合！陈博士坐不住了，他现在根本不想争权夺利，如何能蹭到亡灵大帝的福利才是至关重要。有了这个光环效果，真的是能起飞啊！不要瞧不起1周的时间，10%的加成，多爽啊！招募人都简单呢，俩人这么一合计，顿时就完成了合并。而苏寒还在捡装备，4区域难度的 BOSS 给出了不少的东西，一件青铜级布甲上衣，还有一个青铜级的板甲。暂时他这不需要坦克与战士，于是就将装备丢仓库了。其次便是一个制皮的配方，可以制作10级的青铜皮甲。这次的收获可以说是本满钵满。苏寒将东西分配给自己的小弟，看着对方受宠若惊的模样，他提醒道：给了你就要发挥作用，以后有空多去制皮。明白，老大。这边装备分配完，苏寒就看到熊山一脸猥琐地看着自己。嘿嘿，老大，能不能再混一个噩梦副本啊？跟你打好爽。
啥都不用干，负责拉怪就行。对比之前累死累活的升级，差距太大了，简直是咸鱼式升级。苏寒无语地看着他，问道：“你的团队怎么办？他们都是学院的人，回头自己组人呗。而且有你这个大佬在，他们刷副本不会慢多少的。”老大，我真的输出很高，您考虑一下。第42章，雪山副本的消息触发隐藏任务。行吧，你愿意打工就来。不过先说好，我不要闲人，安排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有不适合的副本，你得替补。行啊，没问题。熊山拍着胸脯，无比的开心，抱上大腿的感觉是真爽啊！众人补给了一下，准备攻略噩梦副本，而外界却彻底被苏寒刷新的排行榜震撼到了。SSS 级评分的破败圣殿，苏寒团队通关了，速度快的不可思议不说，而且还是4区域难度。虽然之前他们也有通关新手副本，可破败圣殿与哥布林副本完全不是一个难度啊！4个精英一个比一个凶悍，想要做到完美评分，必然是所有的怪都杀了。可他们怎么击杀圣殿傀儡的？那个怪物是最难攻略的啊！风吹雪团队，刚刚他们也在攻略圣殿傀儡，但最终因为扛不住伤害而被对方的自爆送走了。来到副本门口，还没等讨论，就听到了公告。几个小姑娘咬着嘴唇，都有些难受。她们已经在这里努力了1周，结果却被人轻松领先。噩梦哥布林无法通关也就罢了，现在人家破败圣殿都完成了 SSS 级评分，真是能被气死。姐姐，别着急，论坛上似乎有大量的人在询问攻略的问题，天海学院似乎没有隐藏啊！几个姑娘连忙打开视频，只见里面的玩家是普通职业者，他们的团队伤害也很普通，但却依靠着卡建筑的打法，慢慢磨死了怪物。主打的就是一个敌人前进，我们后退，敌人转身我们追击，敌人引爆我们分散。简单的打法，无脑的输出，看得姑娘们傻眼了。这真的是刚刚的怪物吗？怎么感觉不对劲啊？竟然打法这么简单，果然是战术问题啊！风飘飘看完视频攻略，不由得长出一口气。不是伤害不行，那就是自己不会打。人家有战术，比不过是很正常的。对了，飘飘姐他们还公开了噩梦哥布林副本的打法。天海学院的心胸不错，有时间我们也去拜访一下。学院类似于以前的工会，总之大家都想招募人，群体越大，获得的群体奖励就越大。诸如这次亡灵大帝通关即将获得经验光环，不说风吹雪团队，就算那些20多级甚至是30级的职业者都有些心动。10%的经验加成，真是可遇不可求。很多人都在考虑花钱进来刷1周再说。云岚学院内，尹天雪看着2个视频，眼中有些难以置信。他总感觉这些打法好像很熟悉，难道亡灵大帝是苏寒哥？不可能吧！少女尝试着发了一条消息，结果显示对方正在副本之内。想到对方如果真的亡灵大帝，少女激动的有些说不出来话。以前的同学是公认的大佬，这得多开心啊！不过对方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呢？少女冷静下来后，有些莫名的失落。而这时通讯器响起：“姐姐，是我正在雪山副本之升级，刚刚看了天海学院的视频，我想问一下，这个亡灵大帝是不是你之前提及的同学啊？看他们的打法似乎很像，声音优雅而带着一丝的高贵，仿佛站在面前的是一位贵族小姐，优雅温婉。”尹天雪点了点头说：“我也觉得像，不过姐姐，你们那个副本攻略怎么样了？”雪山副本是20级以上的高级副本，难度非常可怕。听说最强的 BOSS 是一位无比强大的龙王，至今无人能通关，哪怕普通级都是，挺不错的。之前卡住我们的勇士级已经完成了，但是王者级还是遥遥无期。光是精英头目就让大家费尽心思。我想最近回来一趟，看看你的同时，顺便去天海学院找一点思路。好耶，我想吃圣代雪糕。行，我给你带。两姐妹聊了很多的事情，但最多的还是升级。毕竟现在不是旧时代，只有实力才是唯一的生存标注。等级越高，生活就越安稳。破败圣殿、噩梦级副本，苏寒等人抵达后，便进入了一段画面内。只见原本祥和的圣殿上空，忽然间被一道黑暗撕裂，无数的魔物从天空降临，大量的百姓被黑暗的幽邃之力吞噬，化为蠕动的淤泥。而原本奋力抵抗的圣殿战士们，在深渊之力的影响下，逐渐沦为了丧尸一般的傀儡。圣殿守护者特亚率领4位守护者激战深渊生物，可他的力量终究不够，最终不顾其他人阻拦，
强行吸收了深渊之力。虽然封印了裂缝，可自身也堕入了深渊。理智崩溃之前，他驱赶走了所有幸存者，最终利用圣器将圣殿彻底封锁，而自身也消失在了大殿之中。画面结束，提示音响起，欢迎勇者们进入破败圣殿噩梦级副本，请击杀堕落的圣殿侍从，取回残破的圣器，触发隐藏任务，为庇护所寻回失落的圣器，奖励未知，但会根据自身职业获得特殊奖励。提示：圣殿急需圣器，这对于庇护所而言至关重要。老大触发隐藏任务了。我看到了，不过这次的任务也不简单啊，取回圣器，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吧，可能这比正常的噩梦副本还要难。苏寒有一种预感，其他人是没有触发过剧情的，唯独自己有，这很不正常。而且触发剧情后的噩梦副本是比后续的噩梦级副本要困难，但不管怎么说，自己获得的奖励明显要高，这样就足够了。反正只要给足奖励，自己就干了。区区的噩梦副本又不是没刷过，现在苏寒关心的是，那个特殊的奖励到底是什么？真的有些好奇。状态补充结束，他开启了副本。相比起刚刚，映入眼帘的除了密密麻麻的怪物之外，原本的圣殿精英头目们竟然开场就已经堕落化了。圣殿侍从泰瑞，噩梦级，堕落化，等级17，血量22万，力量246，防御170，技能毁灭审判，爆发单体攻击，对正前方造成3500伤害，并且留下一道炽热的灼烧剑气，站在其中每秒钟会掉落600血。技能炎魂之体，爆发火焰之力，对附近的敌人造成一个强力的 AOE， 伤害为 195% 的物理伤害。技能腐蚀深渊，瞬移到敌人身后，造成一个可怕的深渊攻击，之后将会获得一个治疗降低的效果，必须吸收3500点治疗量才就可以继续恢复。被动彻底腐化，被深渊之力控制的圣殿侍从力量获得了提升，从战斗开始就会狂暴，伤害提升 35%， 并且没有任何的理智。被动幽魂护盾，可吸收5万点伤害，一旦护盾碎裂，将进入为期30秒的虚弱阶段，受到伤害提升 25%。 被动腐蚀长剑，丢出自己的大剑，污染大地处于其中的玩家，速度会降低 50%， 同时每秒钟受到400血的深渊伤害，持续8秒会被腐蚀，只有前往圣殿才可以解除腐蚀。看着堕落化的精英头目，苏寒没什么感觉，唯独这个腐蚀却成为了他需要研究的东西。毕竟如果自己的召唤物都被腐蚀，那副本真的别打了。看了一下怪物的血量，苏寒将自己的青铜法杖交给了熊山。这次你全程打鸟人，主目标是这个 BOSS， 其他人按照之前的方法拉怪，远程注意打断好，其他没什么。怪物集中之后，等破盾再输出，别着急。怪物虽然恐怖，但实际上在他看来也就那样。第43章，憋屈的圣殿刺客，这群人不要脸啊！明白。4个队员喝下隐形药剂，快速的离开，而苏寒则是喝下药剂，朝着精英头目的脚下走去。初始区域最为简单，可却也有很多的精英头目，这是噩梦副本的特殊化。10几秒后，四面八方传来了开怪的消息。苏寒高举法杖进行召唤生物。入侵者，你们不该来到这里。堕落侍从发现苏寒等人出现，进入了战斗状态。他高举武器，一个漆黑的幽邃护盾呈现在自己的身上。老大来了，直接冲到我身后，位置进行转移。一会熊山你记得开启加速。明白。站位结束，怪物逐渐汇聚，各种的减速已经铺垫，小怪们还有精英头目们已经成群结队的来到堕落侍从面前。苏寒这一次的打法与上次是有区别的，吸引怪物之后竟然朝着下一个区域的边缘前进，而他的这个举动非常明显，竟然是快速的击杀区域首领，然后带着大部队进行下一个区域的攻伐。而他选择的区域不是刺客，而是圣殿傀儡，这就是聪明的想法，因为圣殿傀儡那边的怪物少一些，并且输出压力不大，可以完美的恢复一波。拉扯结束，爆发开启。苏寒这次延迟了几秒才开启了嗜血。其后王者领域，饰品爆发，武器爆发，暴击已经叠加到100层，输出简直是来到了极致。无数的怪物汇聚到一起，死区诅咒疯狂叠加。其后趁着爆发的最后一点点时间，苏寒引爆尸体，足足160具魔物尸体瞬间爆炸，而圣殿侍从也随之倒下。在超级精英头目灭亡的那一刻，2件青铜装备从对方身上亮起，苏寒将其捡起来，随后看向熊山。切豹子形态，
群体狂奔，来了！熊山从鸟人变化为猎豹，只见他低吼一声，众人顿时感觉身轻如燕，开始朝着下一个区域狂奔去。尚未灭亡的怪物们在追逐着他们，可苏寒却没有搭理。这种刷怪的模式让观看者不由得目瞪口呆。什么叫效率？这就是效率。副本只要开启，每一秒钟都不会浪费。天海学院副管理者陈博不由得赞叹一句：真是赏心悦目，看他打副本就像是欣赏电影一样。有着10秒的加速状态，苏寒等人快速冲击到圣殿傀儡的面前。附近的怪物由亡灵游侠们与熊山等人拒怪，而他本人则是负责吸引 BOSS 来带位置。确定好方位后，苏寒这才开启正常循环的输出。圣殿傀儡也被污染了，除却正常的技能之外，还多了一个追踪人的技能，锁定一个敌人，持续15秒。一旦被追逐到，将会直接抹杀。看似残忍，可实际上简直是搞笑。苏寒几个人甚至觉得更加轻松了，根本不用去管这个精英头目，直接输出就够了。而被标记的人只需要围绕柱子转圈就可以，甚至都不需要衡量输出。全程3分钟。等到苏寒的饰品与武器的主动效果冷却结束，位置也刚好来到了小怪的尸体面前。死尸爆炸，旋风斩，剑雨，3连爆发。圣殿傀儡浑身颤抖，最终双眼暗淡下去，彻底的灭亡。老大，又出装备了！电赫甚至给了2个。熊山站在尸体面前，心中无比激动，还是跟着老大混爽啊！青铜装备和不要命一样，这都出4件了。自己身上的1件上衣就是刚刚爆出来的。苏寒看了一眼装备，发现属性还不错，1件法杖，1件锁子甲。衣服分配给了2号弓箭手，而武器则给了尼亚。给2人附魔之后，前方的区域也开启了。不过让苏寒觉得奇怪的是，深渊魔物没有降临。记得自己刷噩梦副本的时候，深渊魔物的进度是怪物死亡超过 50% 会自动降临，现在竟然没触发，也真的是奇怪。打开副本讯息，苏寒恍然大悟，只见在副本讯息中，当前深渊进度为 50%， 而明确标注深渊降临的进度是 100%。 看来怪物是在 BOSS 房间啊。苏寒喃喃自语，耽误了片刻，并不影响他们的刷怪，因为整个过程他都在赶路。第3个区域选择的是刺客，被深渊腐蚀之后，对方也获得了提升。堕落的圣殿刺客林纳斯，噩梦级，等级17，血量17万，敏捷275，防御90，技能深渊凿击，造成 160物理伤害的重创攻击，被命中后会有破甲效果，并且有几率被深渊腐蚀。技能幽灵伪装，敌人可以变化为任何魔物，低级的侦测技能无效，破影后会提升 20% 的伤害，持续2秒。技能隐匿身体消失5秒钟，随后从黑暗中爆发，造成3000点伤害，同时会让敌人陷入瘫痪，3秒钟无法移动。如果3秒内杀死敌人，技能会直接刷新。被动黑暗隐遁，血量降低到 30% 时会自动触发无敌，并且隐匿离开，期间无法被攻击，也无法被控制。被动深渊附体，获得深渊之力，整体技能额外造成 20% 的渊海伤害，如果被刺客杀死，3天内无法进入神刺世界。刺客的属性与苏寒之前看到的没什么差别，唯一的可怕之处就是被对方杀死后会受到深渊的影响，无法进入神刺世界。苏寒看了一眼，没有选择分散，而且原地开启了攻击。亡灵游侠首领觉醒了幽灵视觉，是可以无视隐身的。现在对方的举动全部都被他看在眼中。进攻，3重射击，咻咻咻！听到主人的命令，亡灵游侠首领那也是丝毫不客气，直接远程开始进攻。堕落的神殿刺客还琢磨着想要怎么暗算入侵者呢，谁曾想到下一秒就被攻击了。他一开始以为是误打误撞，谁曾想下一秒又是一轮箭矢朝着自己飞来。妈的，这群人不讲武德呀，竟然可以看到伪装隐形的自己，你们这是自寻死路。连续的被攻击直接让神殿刺客林纳斯掉了足足1万的血量，这能忍得住？看着蹦跶出来的精英头目，苏寒大手一挥，进攻。刺客就是玩暗算的，当他无法隐形的时候，就只是一个活靶子了。第44章，我在等爆发，你在等什么？林纳斯跳跃出来，直接锁定一个人就向前冲。谁曾想到，那个被他锁定的人竟然变成了一只灵活的豹子，不断的左跳右跳，根本让他摸不到。还没等林纳斯切换目标，
4个大汉就已经将他团团围住。我要碾碎你的骨肉，来给主人下酒！面目狰狞的骷髅狂战士首领直接拦截住了刺客，开始了大风车，连带着附近的淤泥怪一起绞杀。休想拦住我！林纳斯自然不想和战士脸贴脸，黑色的力量笼罩自身，便要消失在原地。可下一瞬，又是3连射落在了他的身上。没错，林纳斯是隐遁了，可弓箭落在的地方却不会隐藏，破影了！白痴！骷髅狂战士首领哈哈大笑，转身继续开砍。林纳斯别提有多委屈了，一个被无限破影的刺客，打个锤子！全程他都在被追着打。不过当血量降低到 30% 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反击的曙光。你们这些侮辱刺客存在的家伙，我将会黑暗中将你们一一抹杀。林纳斯消失之前，匕首依然亮起了幽寂的光芒。他动用了深渊的力量，现在已经彻底堕落化。不过即便消失，亡灵游侠首领还是锁定了他的位置，手中的弓箭不断飞射，不管林纳斯去哪，弓箭就会跟到哪。隐形只有5秒钟，虽然是无敌，可一直被人报位置也足够是恶心了。这群恶心的入侵者，我不会放过你们的！林纳斯在心中破口大骂。他现在跑到哪里，弓箭就跟到哪，同时被他锁定的目标也会快速的撤离。这还打个屁！5秒钟太短暂了。最让林纳斯破防的是，一旦自己中箭，旁边离开会出现4个骷髅狂战士大汉，他们无耻的包围了自己，走都走不掉。你们够了！圣殿刺客破口大骂，逮住一个骷髅狂战士就开始咔咔的砍，反正活下去是不可能了，至少带走一个。而苏寒偏偏不让他如意，破影的一瞬间，骨盾直接套上，吸收伤害的同时，他的技能爆发也冷却好了。我在等待爆发，你在等待什么呢？全程为何亡灵游侠都在攻击？是在追逐目标吗？当然不只是这一点，其中还有一点，就是他在触发电荷。现在90层，苏寒的技能冷却都转好了，直接以最强悍的姿态开启大爆发。不开嗜血的情况下，30%血只用了5秒钟就带走。提示：堕落的圣殿刺客已经灭亡，前方区域已经开启。最后一个精英的区域是圣殿战士，也是最为简单的一个。苏寒采取的办法是将刺客区域的魔物汇聚起来，带着前往圣殿战士的区域。2波怪物的融合，虽然压力大一点，可是技能衔接好，还是没问题的。众人在副本中狂奔，后面是大量的魔物在追击。来到全部都是近战丧尸的区域后，熊山一马当先开启了加速技能，狂奔，一道咆哮，众人的速度更快。圣殿战士还在纳闷呢，就已经进入了战斗之中。作为菜鸡头目，他多了2个技能，堕落之力以强大深渊之力灌注到武器上，攻击力会获得大幅度提升。被动腐蚀变身，进入战斗后会直接被深渊之力吞噬，失去理智的代价是获得一身特殊的护盾铠甲，可吸收伤害5万血，同时铠甲碎裂后会有1伤效果。最为简单的精英头目，就算加了技能，实力也不错，如此罢了。苏寒依然使用卡柱子的打法，汇聚怪物，破掉护盾，以小怪的尸体施展死躯诅咒，最后炸裂一波，循环3次，圣殿战士这才倒下。果然没有守护住圣殿的荣光。提示：你已经击败圣殿战士，获得经验25000点，最终的区域已经开启。提示：最终的守护者已经彻底堕落，丝毫没有理智。提示：还有30秒，如果不进入圣殿内部， BOSS 将会直接开启战斗。老大这什么意思啊？那个圣殿侍从会出来吗？我猜大概是。苏寒看着倒数计时的秒表，给予了肯定。那我们要进去吗？当然，谁知道外面会有什么幺蛾子。不等 BOSS 冲出来，大家就直接进入了圣殿内部。与刚刚王者及副本不同的是，大殿的整体都呈现出一种让人极度不舒适的颜色，扭曲、黑暗、腐败。直播教室内，某位导师长期盯着墙壁的光泽看，竟然直接呕吐了出来。东方海清醒过来后大喊道：不要盯着墙壁看，会有深渊腐蚀的。神赐世界的东西是可以携带到现实，既然装备与魔物都可以，那么这种新出现的深渊之力是否可以？答案想都不想，肯定是可以的。那位导师吐过之后直接晕厥了过去。而副本内，苏寒看了一眼后也是皱起了眉头，不要看那些深渊的东西，专注副本战斗。明白。大殿前方，圣殿侍从跪在一个充满裂痕的月牙面前喃喃自语：纵然世界离我而去，我也不曾后悔，深渊才是美妙的旋律。我说的对吧？勇者们，
你们击败了我的仆人，对吗？现在是否愿意为深渊效力呢？圣殿侍从一边说着，一边转过身。看到他的那一刻，尼亚顿时呕吐了起来，因为实在是太丑陋了。这个圣殿侍从彻底堕落化，整个脸都是腐蚀没两样，眼球之中还有一个蛆虫在蠕动，真是多看一眼，晚饭都吃不下去。相比起大家的恶心，苏寒的注意力却放在了 BOSS 身后的那个东西。难道说这就是圣器？苏寒忽然间有了一个想法，如果自己趁着 BOSS 不备将这个圣器揣进怀里，是不是会有输出加成呢？因为噩梦级别副本的首领 BOSS 面板过于强悍了，就算苏寒都感觉有些不对劲。既然不是正常攻略，那么肯定就有其他的方法。这种副本他见过很多。第45章深渊侍从与遗失的圣器。深渊侍从特亚噩梦级，等级17，血量36万，攻击264，防御168，状态深渊化，技能深渊剑术，快速的冲击到一个敌人面前，造成连续5次的恐怖斩击，每次都是霸体，并且会持续的提升伤害，依次为 115%、120%，由此类推。技能深渊堕落，强大的深渊之力已经腐蚀了这位圣殿守护者，将深渊之力注入指定目标，并且会扰乱对方的神智，让队员变成敌人。技能深渊之盾，召唤深渊之力化为护盾，吸收18000点伤害，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深渊之海的召唤，呼唤深渊之力，召唤深渊的魔物进攻敌人，数量为20只，冷却时间10分钟。被动彻底沦为深渊奴仆的侍从会不断的召唤深渊之力，如果超过30分钟没有击败，这片区域将会被深渊彻底腐蚀。提示：一旦被腐蚀，将会直接团灭，并且在深渊之力下死亡，3天内无法进入神赐世界。被动堕落之力，深渊已经改变了特亚的身体形态，任何技能都会提升 5-15% 的伤害。被动深渊魔剑，特亚掌握深渊之力，与他战斗会逐渐受到深渊的影响，伤害会逐步降低，每5分钟降低 5%。特殊圣光之力可以驱散深渊造成的影响。苏寒快速地浏览了一遍技能，在其他人陷入绝望与迷茫的时候，他已经确定 BOSS 的打法，在深渊的力量下颤抖吧。特亚高举深渊魔剑，一道幽蓝色的护盾将他保护了起来。其后，这位堕落的深渊侍从朝着骷髅狂战士首领发动了攻击。1166，光是一次普通攻击就让骷髅狂战士掉落了1/4的血量。学院内导师们被吓了一跳，太可怕了吧，一次普攻就没了1/4的血量，这么高的伤害怎么打啊？36W 的血量就算是开启嗜血也没法战斗吧？是啊，这还不是5连攻击，要是直接触发肯定会秒人的。这 BOSS 真的是噩梦。等等，苏寒在干嘛？战斗开启，苏寒本应该在指挥，可他却朝着旁边隐匿而去。在直播间的视角下，苏寒已经绕过了殿堂，摸到了刚刚深渊侍从祈祷的地方，看着面前散发微光的月牙，苏寒更加确定自己的想法没错。遗失的圣器圣光月牙，效果驱散深渊之力，效果加强圣盾庇护之力。被动持有后会赋予玩家与整个团队神圣伤害加持，仅限该副本。特殊在副本内该物品可以被玩家使用，并且会赐予玩家4个技能。技能1，圣光护盾，可以赋予玩家与宠物强大的护盾，群体与单一都可以，一个护盾可以吸收5000伤害，冷却1分钟，圣能消耗5点。技能2，圣光净化，可以净化深渊之力带来的伤害，冷却1分钟，圣能消耗5点。技能3，圣光护罩，制造一个强大的护罩，抵御深渊之力造成的伤害，持续5秒钟，冷却5分钟，圣能消耗10点。技能4，圣光爆发，获得圣殿的力量，提升伤害 30%， 持续3分钟，仅限一次。提示：每次使用圣光之力都会让月牙的能量降低，低于1的时候，圣器会自动熄灭副本，通关失败。当前圣能为100点，我就知道高难度的副本肯定有问题。苏寒握住圣器，一道阴晕从他身上升起。这时身后的骷髅狂战士首领扛不住了，可一道圣光却将他包裹了起来。给我死！深渊侍从挥舞长剑，想要将眼前的虫子抹杀，可他的伤害却全部都被吸收了。圣殿的力量？怎么会？看到熟悉的力量出现，特亚一下子愣住了，不过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自己的东西被偷了。你们这些虫子竟然敢盗取我的宝物！特纳转身怒目而视，可眼底却不知为何多了一分释然，这让苏寒十分不解。
不过有了圣器后，战斗轻松了许多，众人获得群体护盾，开始疯狂的输出。而作为一直在打输出的亡灵游侠首领，则是惊讶的发现，自己的攻击竟然附带了500点的神圣伤害。以苏寒为单位，一个人就可以每次攻击多造成4500点伤害，这伤害的提升简直不要太大。在众人的疯狂攻击之下，特亚有些扛不住了，他长剑一指熊山，就释放了深渊之力。先让我处决一个虫子。老大，救命！看到 BOSS 看向自己，熊山吓得双腿直哆嗦。可当扭曲心智的深渊之力落下时，一道神圣的光芒竟然从自己的身上亮起，扰乱心智的技能竟然1秒都没持续就被苏寒秒化解了。这反应速度看呆了所有人，教室内更是惊呼不断。不要耽搁输出时间，你没有被控制。看着发呆的熊山，苏寒一边搓技能一边提醒着他，不要以为这个副本打死 BOSS 就结束了，后面还有深渊使者呢。反应过来之后，熊山也是连忙的跟上输出，各种的星星不断从他身上散发而出。虽然伤害不高，可加上圣器的输出也不低了。眼见自己的能力被破解，特亚恼火的一剑刺在地上，只见一道裂缝出现，无数的怪物从异次元飞奔来，它们之中有绿色的蜘蛛，有黑色的淤泥怪，甚至还有飞在天空中的猎犬，看上去无比的吓人。让我的仆人来对付你们吧！哈哈哈哈！当初特亚就是被这些东西恶心透了，现在换他来折磨别人了。苏寒冷笑一声，在团队内指挥道：巨怪旋风斩。剑雨，他为何不开场就爆发？等的就是这一波小怪。恐怖的 AOE 快速的斩杀起来，20只魔物诞生也不过是给 BOSS 叠加死区诅咒，甚至苏寒还给他炸了一波尸体。吃鸡不成反10米，深渊侍从再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一波过后，他的血量已经降低到了 50%。特亚非常想杀死面前的人，可不管他如何使用技能，苏寒都会轻松的化解。2分钟后，伴随着最后一发暗影剑，深渊侍从特亚灭亡。第46章，深渊使者穆尼亚。这 TM 根本就是魅魔吧？这么简单？我感觉也简单的了一些。不过我很好奇，他是怎么发现这个 BOSS 有弱点的？也没什么提示啊。不对，是有的。你看 BOSS 身上的词条有提示，圣殿的力量可以净化深渊，结合之前的隐藏任务，不难推断出这个副本内有圣器。对啊，不过亡灵大帝的反应真的好快，我们还在思考，他已经行动了。你以为亡灵大帝是你啊？副本内分秒必争，错一步可能就是团灭。直播间教室内，众人议论纷纷。诚然，苏寒的输出很高，可他真正让人佩服的，还是分析副本的情况与打法，简直是神灵一般的力量。如果换做其他人，怕是得团灭一段时间才能得到答案。副本内，伴随着 BOSS 的灭亡，提示音也跟着响起。提示：恭喜你击败了破败圣殿的守护者深渊侍从特亚，获得经验5万点，原制币10万。提示：您击败了深渊的侍从特亚，现在真正的深渊使者即将出现。当 BOSS 倒下之后，特亚痛苦地呻吟起来，小心，真正的邪恶要降临了啊！伴随着他的惨叫，无数漆黑的烟雾从这位侍从的背部疯狂喷吐出来，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队员们更是吓得纷纷倒退。咔嚓咔嚓咔嚓，特亚那有些惊化的背部已经彻底崩裂。随后只见一条漆黑而纤细的手臂从对方体内钻了出来，真是高估了这个虫子，连这一点深渊之力都无法承受，活该被人杀死呢。如果早点接受深渊的改造，又岂会被眼前的这些蝼蚁抹杀呢？满是不屑的声音，充满了对特亚的不屑。很快，对方站在了众人的面前，尼亚的脸色顿时羞红了起来。这是一个女性化的深渊魔物，身材无比傲然，胸前甚至只有类似于泳衣的比基尼。最关键的是，这魔物手中竟然握着一条皮鞭，嫣红的眼眸满是诱惑与堕落的气息。次级深渊使者穆尼亚，等级17，阵营深渊，血量36万，魔力5万，防御力179，敏捷72，技能深渊鞭笞，以深渊武器捆住敌人，进行10次的鞭笞攻击，每次都会造成900点深渊伤害。提示：受到该技能时，装备会强制剥落3秒钟，无法穿戴。技能深渊魅惑，以强大的深渊之力扰乱心神，意志力越高的人，该技能的效果就越弱，一旦被命中，将会沦为对方的奴隶。圣光可以净化该技能。技能深渊之海，以强大的深渊之力打开深渊大门，释放恐怖的深渊之力，造成5万伤害。
技能魅惑之音，释放强大的音波，造成全体伤害，持续2秒，共计5000点，无法被抵抗。被动深渊之毒，每次被攻击都会受到深渊之力的干扰，达到100点就会被深渊之力腐蚀，会更容易受到深渊的伤害。深渊使者的技能描述非常简单，甚至经历过刚刚的事情，大家也觉得不难。苏寒一马当先的开怪，根本不理对方说些什么，反应圣器在自己手中，直接输出就可以。嗜血，王者领域，白夜欢歌，视频爆发，圣光爆发。刚刚登场的 BOSS 还没介绍完自己的开场白，就被无数的伤害打在身上，爆压电荷瞬间叠满，大风车每次攻击都是暴击，而亡灵游侠们也在释放着自己的力量。深渊使者愤怒不已，直接扬起手中的长鞭就对着苏寒飞来，可他却没想到对方反应超快，抬手的瞬间就翻滚闪避了出去，而后面的熊山还在那丢技能呢，根本没料到技能来袭，直接脖梗就被鞭子捆住了。救命！他呼喊了一声，身体咻的一下飞了出去。众目睽睽之下，虽然没有抓住正主，但先调教一下你这个小可爱吧。深渊使者轻舔了一下舌头，眼中满是欲望，而手中的皮鞭更是化为了幻影，快速落下。啪啪啪啪，66、72、38，每次的伤害都不高，可从第一下开始，熊山的身上就只剩下一条裤衩了，那种模样真的是要多惨有多惨，直播间教室内的人都笑尿了。哈哈哈，怪不得亡灵大的闪避了出去，这强行被鞭笞也挺惨的呀，穿着裤衩被打，谁想啊？快看，熊山的表情变得享受起来了。糟糕，这是被动技能，受到深渊之力的影响会臣服的，该死啊！熊山，快点坚持住，别被对方魅惑啊！教室内的声音自然无法传递到副本里面。熊山在伤害的叠加下，眼神逐渐模糊了起来，看向深渊使者的目光逐渐变成了爱心。好疼，我的女神，我爱你，我愿意当你的蛆虫，为你清除所有的东西。我要看着越来越离谱的熊山，苏寒在输出的途中丢了一个净化过去，顿时熊山清醒了过来。此刻他跪在对手的脚下，正用舌头一点一点地舔着深渊使者的脚趾，那地上有多脏真是别提了。清醒过来的熊山顿时呕吐了起来，可没等他说些什么，就被深渊使者踹飞了出去。没用的小狗，真是的，好好臣服于我的高跟鞋不好吗？还有你，掌握圣器的虫子，应该先杀掉你才对。在刚刚自己鞭笞面前的人类时，那个家伙一直在打自己，现在血量都降到了 50%， 要是不尽快杀死那个掌握圣器的人，自己会有死亡的可能。深渊之海啊，淹没这个世界吧，让这些卑微的虫子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力量。深渊使者将手刺入自己的身体，伴随着紫色的血液落下，天空上一道巨大的裂缝被打开，无数的洪流从头顶冲刷而下。大佬，不好了，圣殿要倒塌了！听到建筑不断崩塌的声响，大家都慌了，唯有苏寒却在冷静的输出：继续打，不要停。当第一个建筑碎裂的时候，一道护盾将所有人都保护了起来。深渊洪流摧毁建筑，摧毁了面前的一切，只留下那个深渊使者在洪流中狂笑。蝼蚁们，感受一下深渊的恩赐吧！哈哈哈！第47章，苏寒免疫了魅惑魔法，深渊使者灭亡。恐怖的深渊洪流朝着苏寒等人的头顶落下，幸好有圣殿护盾力量的加持，这才免疫了伤害。但苏寒也发现，如果卡着技能的冷却，这个 BOSS 是必须要在第2轮的圣盾之后击杀的，也就是说，这个副本有输出的压力。当深渊的洪流结束之后，刺激深渊使者这才发现，那些攻击自己的人类根本没有死亡，笑容瞬间凝固。切，早就告诉那个白痴要毁灭圣器了，就是不听使唤，现在反倒给我留下麻烦了。该死的废物！听到深渊使者的怒骂，苏寒心中一动，难道被深渊寄生的特亚，难道是为了保护圣器，所以才会勉强活到现在吗？按理说，如果被深渊力量腐蚀，只会有2种下场，一种是变成怪物，另一种就是逐渐的堕落为深渊生物。可特亚不仅没有听从对方的话，毁灭圣器，那就说明特亚是知道深渊生物寄生自己的，封锁圣殿废墟，也只是等待有缘人来杀死自己，甚至是依靠圣器杀死自己体内的深渊生灵，只有这样才符合对方的行动。看来错怪他了呀！苏寒的技能一刻都不听，疯狂的输出，而他的召唤生物也是如此。有着爆压电荷的附魔，
外加上圣殿恩赐的力量，还有苏寒宠物自带斩杀线，很快就将深渊使者的血量压制下去。哪怕是死亡，我也要让你陪葬。深渊魅火，这一次穆尼亚的目光对准了苏寒，粉色的光芒化为爱心，朝着他飘落而来。不好，老大要是被命中的话，圣器就没用了，快传递给我们！可技能的速度超级快，不等苏寒传递圣器，技能就已经飘落下。但让所有人震惊的是，这种魅惑精神的技能在苏寒身上竟然是免疫，怎么可能？深渊使者面露震惊，区区的外来冒险者怎么可能免疫自己的能力？可偏偏他没有动用圣器，为什么能免疫呢？直播教室内，导师们也纷纷失声，没有动用圣器，却也可以免疫技能，为什么？是精神力。不要忘记，精神力越高的人，对于这种精神系的技能抵抗力就越高。林娜想到了苏寒的属性测试，他的精神力可是目前最高的。但他们都不知道的是，苏寒是穿越者，其灵魂强大无比。看到免疫出现后，苏寒心中松了一口气，开始尽情的爆发伤害。10秒钟不到，这位魅魔类型的深渊使者终于挂了。恭喜你击败了次级深渊使者，获得经验5万点，元智币10万点，声望500点。恭喜你完成了隐藏任务遗落的圣器，获得声望500点，圣殿贡献值1000点。恭喜你升级了！恭喜你完成了破败圣殿噩梦级副本，获得奖励7万点，元智币15万。恭喜你刷新了破败圣殿噩梦级副本排行榜，是否公开？是。在苏寒确定的那一刻，公告再度响彻整个庇护所。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首次通关副本破败圣殿噩梦级，排行榜已经诞生。时间37分22秒，评分 SSS 级。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首次通关副本破败圣殿噩梦级，排行榜已经诞生。时间37分22秒，评分 SSS 级。恭喜玩家亡灵大帝团队首次通关副本破败圣殿噩梦级，排行榜已经诞生。时间37分22秒，评分 SSS 级。提示：作为第一个完成圣殿隐藏任务的团队，他们将获得经验5万点，声望2000点，并且获得圣殿贡献值1000点。圣殿贡献值对圣殿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可以获得，贡献值越高，获得的资源就越丰富，甚至还可以成为圣殿的代言人，完成各种不可思议的任务。看着公告降临，职业者们纷纷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眼神。果然又完成了噩梦级副本吗？真的太强大了。不过那个圣殿的隐藏任务是什么？为什么大家刷了这么多年的副本都没有触发过？难道只有噩梦级副本才会触发吗？无数的人议论纷纷，但更多的大家还是想知道圣殿的贡献值该如何获得。这东西大家都是第一次听到，根本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圣殿门口，停留在这里的职业者们询问着贡献值的问题。圣殿仆人解释道，所谓的贡献值是只有完成隐藏任务才能获得的，普通任务根本无法获得。那请问这个东西能兑换什么？多了，白银级装备，甚至是特殊的技能书，甚至是进行2次职业的唤醒都需要。听到对方的解释，职业者们目瞪口呆，白银级的装备都可以兑换吗？看着大家震惊的表情，圣殿仆人微笑道，如果贡献值足够，甚至可以申请成为我们的一员，到时候不仅可以自由各个庇护所，甚至成为神官都可以。一旦激起千层浪，这个圣殿人员说了什么？伟大的神官，只要贡献足够，成为神官都可以。没开玩笑吧？看着大家难以置信的表情，圣殿的神仆笑道，不要惊讶，神赐世界也有我们的力量，所以你们的实力越强，对我们的帮助就越大。成为神官又有什么不可呢？话虽如此，可神官的权力不是一般的大，不仅掌管整个庇护所，甚至可以沟通神灵，这是多么荣光的事情。副本之中，苏寒正在拾取本次掉落的东西。第一次通关是真的爽，给了3件装备不说，其中1件还是白银级的戒指，而技能书也给了3本。一本牧师的神圣祈祷，效果为可以为5个人进行治疗，每一次效果都会叠加，而最后一个人可以提升 150% 的治疗量。冷却5分钟。一本战士的愤怒咆哮，效果为短暂提升队伍内 10% 的物理输出，持续20秒，冷却3分钟。一本法师的激流，效果为释放一道水柱攻击敌人，可以让体型小的敌人后退，造成 175% 的魔法伤害，冷却30秒，持续5秒。3本技能书都是非常稀有的青铜级，而戒指则是法系的属性非常不错，只不过没有特效。第48章黑暗圣殿神仆凯瑟琳，光明之星，等级10，智力+32，魔力+60，套装无。
虽然属性一般，但比自己身上青铜级的戒指要提升了10几点属性，可以说相当强大了。当苏寒处理完一切，准备带人转身离开时，原本变成灰烬的尸体却散发出了一缕白光。他转头望去，发现这竟然是特亚的灵魂。对方身体飘忽，朝着天空飞去。看到苏寒在注视着自己，特亚开心地说道：“谢谢你，勇敢的冒险者，我没有白白坚持这么久，希望被我保护下的人能够一直活下去。”众人无比动容，这位圣殿的守护者果然不是坏人，而是为了封印深渊使徒，在这里苦苦等待的英雄。苏寒朝着他摆了摆手，特亚灿烂一笑，随后在白光中消失不见。老大，你说他会上天堂吗？哼，那也得这个世界有天堂啊。我们走吧，得去交任务了，不提升实力，我们只怕连对地狱都没办法去。老大你真没情趣。尼亚忍不住吐槽，但苏寒说的却是实话，对方可以安息，可他们却要在地狱中挣扎。如果不升级，那么等待自己的恐怕就是世界被魔物彻底毁灭。谁知道庇护所能存在多久呢？这次的副本让苏寒见识到了，就算圣殿也会扛不住。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他能靠的只有自己。返回新手区域，附近已经聚满了玩家，大家都是准备开荒噩梦副本的。看到苏寒等人出来，他们纷纷凑过来问好。大佬，请问有什么攻略吗？大佬，我们已经加入了天海学院。大神，求指点啊！听说加入天海学院可以获得您的指点，是真的吗？面对无数的职业者，苏寒点头道：是真的，不过我们的导师也在指点学生们关于噩梦级副本的攻略，后面我会出的，请大家不要着急。我要去交任务了，多谢大神解惑。大佬要忙，众人自然不敢阻拦。看着消失不见的亡灵大帝，玩家们纷纷感慨，几天前还是一个萌新，现在却已经成为我们需要仰望的神，真的是强大。可不是吗？听说2个学院直接合体了。噩梦副本的难度啊，里面装备咔咔的出，听说价格都要被打下来了。以前的青铜装备是可望不可求的，而现在平民团队都可以进入噩梦，杀不了精英头目，完全可以杀小怪。慢慢的，团队就能凑齐半身青铜装备，到时候刷副本不简单。也不少专门打装备的团队，现在听说都赚了1000万元之币，房子都换成了别墅。天海学院现在可是庇护所内风头最强的了。回到现实，苏寒交代几人去复盘一下，顺便将技能做个解读，而熊山则是扭捏的来到他的面前。老大，那个能不能把我被魅惑的视频删除啊？太丢人了。回想起自己的社死画面，熊山恨不得一头撞死在墙壁上，然而苏寒却哈哈大笑起来。那可估计短时间内不可能，听说已经变成教学素材了。不过你小子身材很不错呀，怕什么？熊山闻言脸都绿了。不过趁着老大出门的时候，他还得回自己的队伍，拉着以前的朋友们过一下噩梦副本。有着刚刚的经历，他感觉完全没有问题。这次随行之人依然是林娜导师。路上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意见：苏寒，要不要咱们组建一个强大的团队？我来给你当内务如何？平时可以几个队伍来磨合，开荒的时候你带着最强的队长们刷副本，开拓过去后，我们可以分配出来刷。装备也采用内部的交流。听到导师这么说，苏寒疑惑道：不是有学院吗？有是有，学院不是个人的，很多事情东方大人也没办法出手。如果你个人组建团队，慢慢就可以培养势力。现在2个学院融合，有利益就会有矛盾，不是吗？林奈点出了问题。苏寒目前只是一个学生，虽然展现出恐怖的潜力，但靠着他的名声赚钱也落不到他手里。如果有团队运营，那就不一样了。苏寒想了想，皱眉道：我没时间管理，我可以替你打理整理装备，还有学院内富有实力的人我都认识，只需要振臂一呼，绝对可以没问题。至于财务，你爆出来的东西完全可以加入团队的宝库，我们的副职业甚至是装备都可以为你提供。听着对方描绘的未来，苏寒感觉真的可以搞一下，于是团队便草创成功了。当前只有7个人，苏寒原本的4个队友外加林娜老师还有熊山，后面的人都需要筛选，一切由林娜去操办。来到圣殿门口，苏寒找到了圣殿的负责人，也就是那位身着白衣的神仆。你说在副本内获得了圣殿遗落的圣器。听到他的话，对方十分惊讶。苏寒拿出任务物品，结果白衣神仆更加的开心。请问神仆大人，缴纳这个圣器，我可以获得什么奖励？奖励？当然有。神仆眼眸微微一冷，说道：1000点圣殿贡献值，外加1件白银法袍如何？听到对方的话，
林娜面露诧异，而苏寒更是将圣器直接收了回来。这个举动无疑惹怒了对方。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既然神仆大人您没诚意，这个圣器我可以换一个人缴纳。苏寒冷冰冰的回答。他得知了消息，掌管法杖的就是面前这个货。明明以高评分通关破败圣殿就可以获得，但他偏偏变卦了，真的是差一点就无法获得白银法杖，现在又想坑自己的圣器，简直是恶心至极。白衣神仆冷漠道：作为庇护所内的职业者，不缴纳圣器，难道你想反叛？哎呦，好大的帽子啊！怎么现在的神仆都喜欢威胁这一套吗？这可是圣殿明令禁止的呢。神圣的殿堂内，一位身着黑裙的高挑女子款款走来，洁白的手臂上戴着黑色蕾丝手套，浑身上下都充满着熟女般的魅惑。附近年轻的职业者们都已经看呆了，甚至林娜都不由得面红耳赤，只因对方的身材太好了。看到女人出现，白衣神仆的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可不等他说什么，黑裙女人便对着苏寒笑道：小家伙，将圣器给我，奖励不会亏待你的。顺便一提，你面前的神仆是光明系圣殿的，而我是黑暗系，别怕，咱们一个阵营呢。说罢，女人展示了自己的资料：黑暗圣殿神仆凯瑟琳，等级未知，归属黑暗圣殿，关系友好。第49章技能进化圣石，关于隐藏副本的情报。数据面板是不会骗人的，特别是对方身上有着圣殿认可的标志，更加无法作假。但出于慎重考虑，苏寒还是多问了一句：黑暗圣殿是怎么回事？原来这边的人不知道吗？圣殿也是有分殿的呢，光明与黑暗，雷霆与火焰，其实都有的。只不过有些圣殿逐渐没落，正如我，黑暗圣殿的人现在人才凋零，可不像这里，如此天才的职业者都会遭到冷遇。我说的对吗？听到凯瑟琳的冷嘲热讽，白衣神仆冷哼道：我的事情不用你管，但面前这位职业者可以说是100年难得一遇，就给那么一点奖励，也亏你给他出去。遗落的圣器究竟有多么的难得，你不会不知道吧？林海先生，面对他的再三质问，白衣神仆的脸色更加难看。但凯瑟琳说的是事实，他无从辩解。顺便说一下，林海，我已经从那边调人过来了，现在是和你同阶的存在。你说什么？为什么要调人？难道原本水火不容的局面，听到对方说调任，林海瞬间想到了什么，标签顿时凝重了起来。凯瑟琳无奈一叹道：是的，如你所想，这个区域被他们盯上了，我过来是协同你们的，所以放下心中的贪念吧。我不信，这里才刚刚，信不信由你，这是圣殿的令牌，从今天开始，我也是这里的管理者。凯瑟琳将自己的信物交给对方，林海看了一眼，匆匆离去。苏寒等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似乎面前的这个女人比白衣神仆要好。嘻嘻，小家伙，不用担心，林海那个人呢，就是贪了点，实力还是有的。对了，将圣器交给我吧，然后去努力的提升实力，时间很紧迫呢。大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苏寒将东西交出，可两位神仆之间的谈话似乎隐藏着什么，他很想知道。凯瑟琳看到圣器后，表情顿时激动了起来。果然是他，果然是哥哥的遗物。小家伙，请问他安息了吗？是我亲自送走的，灵魂已经飞升了。苏寒将噩梦副本的过程给对方讲解了一遍。听闻对方被深渊魔物附体时，神仆小姐的目光顿时暗淡了许多。原来是这样吗？所以哥哥当时不肯走，谢谢你让他安息，这是属于你的奖励。小家伙，鉴于你的杰出表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3天之后将有一个特殊副本对外开放，取得第1的人可以获得一套本职业的青铜首饰套装。提示：恭喜你完成了隐藏任务遗落的圣器，获得圣殿贡献值1500点，获得特殊职业初阶转职圣石1枚，获得低阶技能进化石1枚，使用后可以让技能获得进化1次的机会，进化后的技能会比之前的技能要厉害。特殊职业初阶转职圣石需要等级15，使用后可以让本职业的力量获得蜕变，并且影响本职业的技能走向，同时开启专精。苏寒看着到手的奖励，心中非常的开心。听说普通职业的转职都要完成一系列的任务才可以，而特殊职业耗费时间更是长达1周，自己能直接获得1枚转职石头，还是挺不错的。至于技能进化石，他还是第一次听说，感觉这次实力又能提升一大波了。那个凯瑟琳小姐，隐藏副本能不参加吗？为什么？对方疑惑地看着苏寒，结果却听他说道：视频我不缺啊，
就算是套装我身上的白银饰品，也比那个强啊。青铜级，苏寒现在真看不上，纯粹浪费时间。有那个功夫，自己不如去刷噩梦副本。凯瑟琳上下打量了他一下，感觉苏寒说的也没错。3件白银级装备，剩下都是青铜装备，真不是那么需要。哪怕是套装，提升幅度也很小。你说的倒也是，不过隐藏副本里面除了青铜首饰套装的奖励外，还有类似于你身上游龙徽章的奖励。难道你不想试试？苏寒一听这话，顿时变了个脸色。嗨，刚才是我大伤了，凯瑟琳小姐，我其实也没那么着急。早说嘛！要是知道有特殊装备的奖励，苏寒怎么会拒绝？看到他死皮赖脸的模样，凯瑟琳闻言笑得无比灿烂。好了，回去吧，3天的时间，你应该可以提升到15级。这次能参加的团队基本上都是一些强者，希望你能获得第1名。那就再见了。苏寒摆了摆手，离开了圣殿。凯瑟琳回到房间内，看着手中的圣器，眼眸一下子湿润了起来。当初兄妹2人一起成为神仆，那是何等的风光！只可惜魔物的入侵打破了平静。哥哥，你放心，我一定会继承你的遗志，杀死那个家伙。我发誓。想起毁灭哥哥的那个深渊魔物，凯瑟琳就恨得牙痒痒。如果不是对方，自己与哥哥还有嫂子，怎么会天人永隔？只有那个家伙，自己绝对不能原谅。回到学院后，苏寒就在林娜的指点下建立了团队。至于拉人方面，自然是先将自己熟悉的人拉进来。熊山听闻此事，竟然将自己的队员都拉了进来。老大，没想到咱们有团队了，这真的是太好了。继续努力吧，争取3天后到15级，到时候有个隐藏副本，我们一起去。明白。前往副本之前，苏寒独自来到休息室内，将刚刚获得的技能进化石捏碎。你使用了低阶技能进化石，可以从以下技能中进化一个。苏寒看了一眼，发现连被动都可以进化，但他现在走的是召唤流，自然是进化召唤物。看着骷髅狂战士还有亡灵游侠，最终苏寒决定将其用在骷髅狂战士的身上。目前输出已经足够，需要的是坦度。如果对方能更肉一些，那对自己而言会非常的有用。第50章骷髅狂战士进化死亡骑士，请问是否进化技能召唤骷髅狂战士？是。在苏寒确定的瞬间，空气中的氤氲光芒一下子涌入体内。提示：您的技能召唤骷髅狂战士已经进化为召死亡骑士，技能形态发生变化。提示：死亡骑士可以在主人提升到15级的时候选择职业进阶。提示：初始死亡骑士无法转职，但依然非常强大。看到骷髅狂战士变更为死亡骑士，苏寒心头忍不住一跳。等等，记得以前自己玩的某款游戏里面就有这个职业啊？难道说他的召唤物直接能召唤死亡骑士了？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苏寒举起法杖召唤了死亡骑士，伴随着4道猩红的光芒，4位死亡骑士诞生了。其中的为首者赫然是首领级别。死亡骑士首领，等级12，血量6800，魔力720，攻击310，防御210。被动：死亡污染，攻击的时候会散发病毒，造成负面效果，每层会让中招的敌人移动速度降低 5%， 最多叠加5层。被动：血之滋味，攻击的时候会有 5% 的几率恢复自身 3% 的血量，任何负面效果不算。被动：血之瘟疫，造成伤害时有 35% 的几率会触发瘟疫攻击，其伤害为自身攻击力的 126%。技能：符文魔剑，丢出一把魔化武器，造成 35% 的减速，并且每秒钟造成 175% 的物理伤害，范围5米。技能：凛冽寒风，吹向寒冬号角，造成小范围的暴风雪，持续攻击敌人，在冰雪持续期间，死亡骑士受到的伤害降低 20%， 持续时间20秒，冷却时间3分钟。对比之前的骷髅狂战士，死亡骑士不管是防御力还是攻击力都提升了一截，同时还具备转职的能力，甚至兼备伤害的同时保命能力也提升了。而普通的死亡骑士则是缺少了符文魔剑，其他技能全部兼备。隐藏任务的奖励真不是盖的。参见主人，多亏了您的恩赐，我又获得了更强的实力。就在苏寒欣赏数据面板的时候，死亡骑士首领单膝跪下。听到他的话，苏寒疑惑道：你是从那个骷髅狂战士进化的？是的，主人。对方老实回答。如此神奇的事情，苏寒感觉非常惊讶。可当他询问对方是如何进化的时候，死亡骑士却表示不明白。看着神态更加威武的亡灵生物，
苏寒猜测可能是技能进化，所以召唤物也获得了进化。肉体只是亡灵生物寄宿的躯壳，而灵魂才是亡灵生物的本质。想到这，苏寒感觉这个世界似乎有些不简单。后续，他继续进入了副本，目前距离15级还差不少的经验。3天的时间，如果不规划好，很有可能不够用。进入副本，苏寒这次带的人是2个弓箭手，外加上熊山。尼亚是固定位置，暂时没法更换。看到他召唤出全新的亡灵生物，熊山震惊道：“老大，骷髅狂战士怎么变成死亡骑士了？我操，好威武！之前是骷髅架子，虽然手持大斧，可怎么看都感觉身材有些单薄。而现在4位死亡骑士身着黑色盔甲，手持冰冷大剑，看着就让人感觉靠谱。进化了隐藏任务的奖励。好了，我们开始刷怪吧。3天内一定要达到15级，不然我们进入隐藏副本，实力可是弱于别人的。”好，一行人开启了升级之旅，流程和之前相同，都是整个区域的怪物拉扯在一起，然后带着精英头目一起杀。不过上一次的时候，苏寒还是有风筝的，这一次直接让死亡骑士开启凌冽寒风，大地瞬间化为冰霜。当爆压电荷叠满后，苏寒直接开启爆发，碾碎你们的头骨。死亡骑士首领狞笑一声，直接丢出了自己的蓝色符文魔剑，虽然没开嗜血，可造成的伤害却非常惊人，而且有着瘟疫的减速与血量爆发，小怪们很快就暴毙。至于精英头目更是被减速搞得跑都跑不起来，活生生的被风筝死。我靠，老大这也太爽了吧！减速加回血，还有减伤，要是战士职业看到会哭的。别吹了，老大这个召唤生物是首领级别的。再说了，15级的玩家都到不了6800血，专心刷怪，下一个地图了。OK。一波清理结束，众人马不停蹄地前往了第2个区域。苏寒看向计时器，比第一次刷的时候要足足快了12%的时间，已经非常可怕了。接下来的3天，他们都泡在了副本里面。等级越到后面越是困难，从14级提升到15，竟然需要60万经验。要不是苏寒有单独的经验加成，估计要1个月才能完成，还是说一直刷噩梦级别难度。而这3天内，苏寒等人也是收获满满。光是青铜装备就出了23件，其中副职业图纸12张，技能书4本，基本上团队内大家都有一半是青铜装备。加油，再一把老大就15级了，我们的等级也差不多，冲起来！圣殿恩赐外加苏寒的嗜血，众人疯狂输出，在无数的技能下，深渊使者终于体力不支倒在了地上。恭喜你击败了次级深渊使者，获得经验5万点。恭喜你升级了，等级提升到15级后，可以前往圣殿领取初阶转职任务，也可以使用转职圣石直接完成直接的晋升。提示：所有职业者在15级的时候都要选择职业的专精，而每一个专精会有不能的技能形态。提示：检测到你已经拥有特殊职业初阶转职圣石，当前可以进阶，请问是否进阶？是。苏寒等的就是这一刻，当然想进阶了。死灵法师只不过是初始的职业，随着等级越高，职业的力量也会逐步增强。这就是为什么20级以上的人能成为导师，而30级能成为学院管理者，因为30级可以领悟本职业内更强的技能。只不过苏寒在进阶时，一轮红月从他的头顶升起。第51章职业专精进阶，死灵操纵者。你的职业已经进阶，受到王月之力的天赋影响，你的职业被定格为召唤系，其名死灵操纵者。提示：你获得死灵召唤专精，任何召唤物都获得了10%的额外加强。提示：你获得了技能亡灵墓园，施展后可以让墓园内的召唤物获得20%的防御力与每秒5%的恢复生命，持续10秒，冷却10分钟。提示：你获得了技能召唤幽灵，消耗200魔法，可以召唤一只幽灵为你作战。职业觉醒完成。受到天赋的影响，苏寒自动锁定了专精，而这一波的提升无疑是巨大的，因为15级的职业者在外面已经是人上人了。如果有魔物入侵或者是地图探索活动，苏寒现在就能可以参加，甚至申请独自探索都可以。这证明他已经出了新手村。看了一眼面板，苏寒顿感满意。15级的自己属性那是相当的强大。姓名：苏寒，等级1501000000，职业：死灵操纵者，天赋 SSS 级王月之力已隐藏，生命2872，魔力1260，敏捷110，
力量120，智力216，耐力150。有着白银法杖与首饰的加持，苏寒的智力异常恐怖。现在哪怕是一个单纯的暗影剑都可以造成1000伤害，更不要说那惊人的血量，随随便便可以吃噩梦级别的一个技能不死。当然，点杀技能不算。而等级提升到15级后，苏寒的骨戒也发生了改变。王者骨戒，等级未知，效果被封锁，每提升5级，被动会获得提升。当前生成效果15级。被动王者威严，你的召唤物品质+2，召唤物数量+4。被动残暴成性，面对血量低于 25% 的敌人时，你的召唤物会更加的疯狂，伤害提升 25%。被动生灵吞噬，被召唤物击杀的怪物将会给所有亡灵生物恢复 3% 的最生命值，没有冷却时间。质量没有提升，可数量却多了一个，等于现在一个召唤魔法，苏寒可以召唤出5个死灵生物。至于天赋，则需要等到20级才能有新的能力，暂时没提升。检查了一下，没什么改变，苏寒就带着团队返回现实了。目前他已经无法再进入新手区域，15级之后，新手区域自动封锁，这是对萌芽们的保护，也是规则，否则新生的职业者根本没有生存空间。回到学院，原本有些清冷的地方，现在人声鼎沸。在苏寒完成噩梦级破败圣殿副本结束后，天海学院就拥有了为期1周的经验光环。不只是升级的职业者，很多冲副职业的人也纷纷加入了进来。现在走在路上，吆喝声都不断，冲击锻造，倒贴了来人打造，直接赠送5000元制币。冲击制皮，兄弟们，我们团队自己搞，谁来直接赠送1W 元制币。冲击炼金，可以签订契约，只要帮我冲击50点熟练度，今后任何药剂免费帮忙做。看着无比繁华的学院，几个人的眼中满是震惊。没想到咱们学院这么热闹，可能是我们长期泡在副本里面吧。记得前几天的时候，学院也就早上与傍晚人多。是啊，老大，咱们接下来去哪？休息一下吧。现在已经是午夜了，我们等明天隐藏副本开通再集合。好的。众人各自散去，有些去冲副职业了，有些则是去熟悉新专精的问题。当然，苏寒也就清静了一会，就被尼亚找上门。法师也有3个专精可以选择：主爆发的火焰与雷霆系，主控制的冰霜与风系法师，其余其他派系，尼亚的天赋不适合。如果选择火焰，他可以打一个融化反应，伤害也很高。老大，你说我是转职冰霜还是转职风系？如果选择冰霜，那么雪山副本我就没办法去了。副本20级以后的副本有2个地方，雪山还有迷失之地，其中前者是冰霜区域，而后者则是沙漠地区。职业的选择会导致尼亚很可能无法和苏寒继续组队。看着神色紧张的少女，苏寒笑着说，你可以选择与自己天赋契合的职业，虽然是冰霜，你忘记了我曾经说过的话，没有垃圾的职业，只有垃圾的职业者。冰霜又如何？而且15级后我似乎也得去沙漠地区走一趟，估计20级还遥远呢。你说的也对，嘿嘿，我这不是舍不得你吗？那好，我选择风系的法师好了。单纯的冰霜，我感觉限制太大了，反而是风系不但具备巨怪，甚至保命也会好一些。风系的法师很少，这并不是说清河不行，而是风系的法师输出太低了，很多转职后的职业者肠子都悔青了。现在论坛内，法系输出最垃圾的职业就是风系。如果是以前，尼亚绝对无脑火焰与冰霜，这是主流派系。但跟随苏寒奋斗了这么多天后，尼亚也领悟到，垃圾的不是风系法师，而是团队不会配合。正如老大所言，垃圾的从来都不是职业，而是那些使用者。以前的时候，控制系天赋不是最垃圾的，新手阶段都没人要，甚至还得花钱升级。自从控制流开发出来，简直是新手区的香馍馍。看到带控制天赋的职业者，恨不得喊他们爸爸。考虑到要长久的合作，尼亚觉得众多法师专精中，唯有风系功能性最强，兼备巨怪与提升队友的移动不说，还可以控制怪物一手。至于伤害，有老大在，根本不缺伤害。那么缺少的是什么？输出的环境，还有给老大提供更加舒适的升级体验。就算是抱大腿，你也得会喊666是吧？现在尼亚已经深谙此道，甚至还将自己的想法在团队频道内分享了出来。除了熊山之外，其他所有人都是各自有所领悟。人家是隐藏职业者，虽然不如苏寒，但却有一颗成为老二的心。他的豪言壮语就是，当不了老大，那我就当万年老二，
一人之下也行。团队频道内，温蒂，哈哈，真的佩服熊哥，你加油。对了，你的专精是什么？熊山，我问过老大了，还是鸟人系，主打输出。不过我的职业特殊，就算赚了专精，还是可以临时客串一下坦克职业与恢复职业，算是非常不错的。比如我现在是星辰之销售专精，但变成小树形态，依然可以多一个治愈术。如果是熊人，就多了一个坚硬皮毛的技能。嘿嘿，你呀，特殊职业者就是厉害啊，羡慕死了。琳娜，好了，个人有个人的梦想，大家赶紧升级吧。尼亚的想法非常不错，你们在凑队伍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曾经大家因为升级困难而固步自封，现在有苏寒作为开拓者，升级会慢慢变得简单。时代也在变化，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明白？所有人在团队内异口同声。第52章副本开启，绝望之塔。琳娜的话并非虚言。自从苏寒出现后，新手区域的副本可以说是随便的队伍都能通关，刷不过噩梦与王者可以刷副本。而大量青铜装备的产出，也导致黑铁装备不值钱了。淘汰下来的装备，平民都买得起。有了基础属性的提升，还有副本攻略的存在，真的很难吗？而这仅仅是一个刚开始。琳娜甚至在想，如果苏寒的等级提升到20级，甚至是30级，那又将会迎来怎么样一个变化？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众人休整一天，苏寒等人也将装备都替换为了青铜级别，这是为了隐藏副本做准备。翌日清晨，庇护所内响起了公告，提示隐藏副本绝望之塔即将开启。提示该副本为圣殿开拓世界时寻找到的一个特殊副本，开放时间24小时。入口圣殿泉水面前。绝望之塔。类型闯关制度。限制一旦进入无法返回，并且副本内不允许使用任何的补给品，泉水与面包除外，这2件物品是战斗结束才可以使用。提示该副本为积分制度，每通关1层将获得10点积分，超过30层之后将有几率获得装备，超过50层之后将必定掉落本职业的一把15级的白银级武器。如果能完成100层，全体成员将获得丰厚的奖励。注意，该副本为全体庇护所公开直播，表现最好的队伍将获得特殊称号与徽章。排行榜，当前最高进度的队伍为36层。看到公告，庇护所内的所有人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隐藏副本的奖励也太丰富了，我的天，难度也太高了吧！无法补给，一旦死亡将暂时无法参加战斗，这等于是全凭个人操作呀。直播吗？这下终于看看我们和大佬团队的差距了。我靠，我想看一下亡灵大帝的团队啊！我也是，还有风吹雪的团队，听说他们获得了白衣神仆的认可，不用去做职业进阶任务呢。真的，这也太令人羡慕了呀！在万众瞩目之下，庇护所内的2支队伍汇聚了。原本是有3支队伍，但因为熊山加入了苏寒的队伍，导致现在庇护所内只有2个队伍能参加。其一，风吹雪团队；其二，亡灵大帝团队。而其他庇护所内，最近冒出来的隐藏职业者们也纷纷登场。凯瑟琳看到苏寒的到来，笑着说：“实力提升得很快啊，这次你感觉如何？能拿下多少层？100吧，感觉低于这个层次，没什么压力。”饶是神仆的凯瑟琳也没有想到，苏寒的口气如此狂妄。你认真的？我从不开玩笑。看着眼眸清澈的少年，凯瑟琳凝视了他一会，随后笑道：“那我就好好期待一下了。”旁边的吃瓜群众听到2人的对话，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纷纷将刚才的视频放在了论坛上。亡灵大帝直言，低于100层没什么压力。号外，亡灵大帝已经锁定第1了。隐藏副本，那不是我亡灵大帝说了算。其他准备参赛的团队看到这个新闻，不由得纷纷皱起眉头。许多位置偏远的庇护所团队甚至根本不知道苏寒的存在，毕竟公告发布也是有范围的。但许多实力强悍的团队却忍不住冷哼。高手其实每一年都有，隐藏职业者说实话也可以不上榜单。刷了几个新手副本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那也太不把别人当人了。随着参赛队伍不断的添加，直播平台也随之开启。当前一共32个队伍，其中有20个队伍都是有隐藏职业者的。我的天，竟然有这么多的隐藏职业者！等等，我看到了什么？5个隐藏职业者的团队吗？这是龙城、我草、首都的团队。真的是5个隐藏职业者，他们已经公开了职业者，牛皮！话说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你们真的是白痴！如果刷新了榜单不愿意公开，其实也算是隐藏的。原来是这样，无数人露出震惊的表情，甚至更多的人觉得，也许亡灵大帝不是第1，因为
对方如果刷了副本不公开的话，那么排行榜是否也不会更新呢？龙城庇护所内，天命团队，真他妈的恶心啊！每次都被一个白痴抢走了记录，他到底是怎么通关的？别生气，墨尘，我们这次肯定能拿下第一。我听盛老说了，这次即便不到100层，第一的队伍也可以获得特殊的徽章。我只是觉得恶心，那个家伙天天搁那刷新排行榜，恨不得别人不知道一样。这段时间我睡觉脑子都在嗡嗡响，听到刺客在不断咒骂，其他人的表情也不怎么好。他们是龙城的天骄，5个隐藏职业者的团队，想要凑齐真的不容易。原本里面的3个人很早就可以提升到20级了，就是为了这个隐藏副本，大家才愿意压制等级，因为那个徽章太过于特殊了，是一件铂金级的存在。龙城庇护所的神仆对他们说过，这个隐藏副本50年才会开启一次，一旦错过，那将永远不能参与，因为有等级限制。在众人吐槽之中，所有团队纷纷进入了副本的内部。房间不小，差不多300米左右。苏寒进入之后发现这里说是塔楼，可实际上却如同小地图一样，山峦树林都有。提示：副本将在10分钟后开启，请大家做好战斗准备。提示：战斗开启后，怪物会立即刷新，每层将会有5分钟的调整时间，不允许中途反悔，不允许吃任何的药剂，但允许喝泉水与面包，恢复血量与魔法值。提示：每一层的难度都会提升，每10层将会出现一个精英 BOSS。祝你们好运！看着天空中的倒计时，苏寒对着团队吩咐道：“和之前刷副本一样，群体开怪，压力上来再说。”明白。4个人快速的分散，而苏寒则是一边朝着地图中心移动，一边高举法杖念诵召唤咒语。第53章，既然藏不住，那就彻底的爆发。天海学院内，直播是共享的，就算不在圣殿附近，学院也有自己的直播间。陈博对着东方海说道：“这次苏寒藏不住了呀，本来就是如此，真龙不会一直处于潜水，我早就做好准备了。”男人抿了一口茶水，轻轻的说道：“苏寒注定是强者，而这样的盖世天才，岂是自己能阻拦崛起的？帮助他成长，就是自己最大的功劳。”在2人说话的时候，苏寒的召唤生物降临了。召唤死亡骑士，猩红的光芒形成6角魔法阵，4位凶悍的死亡骑士缓缓地从里面站了起来。他们身高1.8米，手持蓝色的符文剑，看起来无比雄壮。而第一次目睹苏寒职业的人，也是全部愣住了。我靠，我看到了什么？我眼睛没花吧？这个15级召唤5个召唤物，就算是召唤师都没这么离谱啊！我记得我们的同学也是一个召唤师，你能召唤几个啊？被同学问及，那个学生尴尬地竖起一根手指。旁边的人看了一眼，感觉这才是正常人。而当他们看清亡灵骑士首领的血条后，都傻眼了。多少？这 TM 是召唤生物，7200谢某，我靠！等等，为什么这个召唤生物是首领级别啊？我没看错吧？好像是真的。天呐，这就是隐藏职业者吗？亡灵大帝的实力果然是恐怖如斯。泉水面前，张泽看着亡灵大帝的面容，嘴巴都张大了。他幻想过击败对方，也幻想过花钱找对方来带自己，甚至都想过贷款去混一个噩梦排行名次，只要装个币都可以。毕竟他可是 A 级职业者。可张泽不懂，自己都出价几千万了，消息就是没有人回复。现在他终于明白，对方为何不鸟自己了。因为亡灵大帝是苏寒，那个被自己叔父开除、被自己一直排挤的人。不好了，要出事了！叔父，咱们碰到事了！张泽被吓得魂不附体，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直接跪在了地上。因为苏寒在召唤完死亡骑士后根本就没结束，并且继续举起了法杖。出来吧，我的仆人亡灵游侠！黑色的烟雾升腾而起，5位强大的亡灵游侠从那些迷雾中缓缓走出。他们的血条虽然没有死亡骑士那么恐怖，可5位弓箭手是什么情况？那就是移动炮台，甚至可以说，只要他们不死，输出就绝对不会断。旁边的人都傻眼了，甚至说话都开始结巴了起来。这才是亡灵大帝的真正实力吗？5位亡灵游侠，还有一个首领级的存在，这到底什么情况？我是在做梦吗？5个死亡骑士，5个亡灵游侠，外加上5个职业者，这是作弊吧？我的心脏都扛不住了。之前大家还在想亡灵大帝是如何单刷的，现在换我觉得我也行啊！强悍的召唤生物，让人们心生绝望。与这样的天骄在一个时代，根本就看到第一。至于张泽，现在已经是浑身颤抖，整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旁边的职业者们看到他如此不堪的模样，纷纷询问起来。当得知
亡灵大帝是因为这个人被开除后，纷纷露出了看戏的表情。哈哈，敢开除一个 SSS 级职业者，真有你的呀！云岚学院真他妈笑了，云岚学院果然是天才，本来可以崛起的，冲击第一学院，现在纯小丑啊！我听说张泽的叔父是管理者，为了资源才会这样。牛皮，这样的护犊子护出来一个什么？纯小丑？可不是吗？如果说亡灵大帝在云岚学院，估计啊，那边都已经起飞了。看看现在的天海学院，就知道亡灵大帝的影响力有多么的恐怖。根据最新统计的数据，最近7天，天海学院一共招募了112个团队，其中副职业者还有各种天才不计其数，这是何等庞大的势力！正当大家都在想张泽与他的叔父会是什么下场的时候，苏寒再度举起法杖。哎，什么情况？还有召唤生物吗？我靠，我的心脏也扛不住了！你真的是刚出新手村吗？一次召唤5个，也就是开局15个召唤生物，您这是远古诸神转世吗？这简直不是人类啊！现在不仅仅是职业者们震惊了，连同圣殿的人都彻底被苏寒的实力所震撼。什么叫强大？什么叫盖世无双？什么叫无敌？15级召唤12个亡灵生物，这便是亡灵大帝的恐怖。凯瑟琳看得小嘴微张，她都难以想象自己与哥哥的恩人会是如此的强大。而与苏寒有过节的白衣神仆现在也安静了下来，他是因为属性不同，所以天然讨厌苏寒。可这位神仆怎么也没想到，对方的实力会是如此的可怕。召唤幽灵。当苏寒念诵咒语的时候，灰色的魔法阵出现了，同样是5个，同样是召唤生物，他果然还有召唤生物。灰色的迷雾中，4道幽灵出现，人们看着实力弱小的召唤物，终于松了一口气。毕竟要全部都是威风凛凛的召唤物，那也实在太可怕了。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真的大意了，苏寒的召唤生物根本没有这么简单。只见一道黑色的光芒出现，5个普普通通的幽灵进化了。提示：你召唤了幽灵，但由于装备的影响，你召唤的幽灵获得了一次品质的提升，自动进阶为炎魂。幽灵们那透明的身体在强大的黑光之中快速地燃起了火焰。好，他们朝着天空咆哮起来，无数的火焰出现在身体四周。刚刚召唤的生物直接就进化，什么情况啊？空气在剧烈的燃烧，从这一点足以可见这个召唤生物的恐怖。火焰属性啊，那可是标志性的输出高。但这一切还未结束，刚刚消散而去的黑暗之光再度的降临。第54章恐怖的3段进化，炎系恶灵，炎破坏者诞生。提示：你召唤了炎魂，但由于装备的影响，你召唤的炎魂获得了一次品质的提升，自动进阶为炎魂破坏者。原本炽热的空气忽然间沸腾了起来，甚至画面都开始产生了扭曲。炎魂在尖叫，刺耳的声音持续了数秒，随后他们身上的火焰竟然变化出了肉体，甚至头顶的火焰都更加璀璨。不仅于此，炎魂们的眼眸也变得更加灵动，如同人类一样。人们被这一幕吓到了。2次进化，这难道就是亡灵大帝的力量吗？围观的职业者们浑身颤抖，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苏寒会有这么强。1次进化不行，还有第2次，我都怀疑我在做梦了。谁来给我一个巴掌啊，让我清醒一下。别说了，我现在才明白，人与人的差距简直比人和狗的差距还要大。是啊，我感觉我都不如人家的一个宠物。职业者们已经彻底认命了，有时候人与人的差距真的是比人和狗的差距还要大。至于张泽，看到这一幕后，双腿猛地一夹，又是一松，竟然直接尿了。旁边的同学们嗅到气味后，纷纷面露嫌弃的捏起鼻子。我靠，他尿了！张泽活生生的被吓尿了。哇去，好恶心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我听说人家那个女同学也没有说喜欢苏寒，就是有好感啊。话说你追不上，也别这么瞎做。现在害怕了，早干嘛去了？就是。面对众人的唾骂，张泽根本说不出来话，他的眼眸死死地盯着大荧幕，心中不断在想，这一定是假的，这一定是假的。可让张泽彻底绝望的是，炎魂破坏者们的进化根本没结束。一轮恐怖的红月出现在他们的头顶，普通的炎魂破坏者，其中一个获得了巨大的成长，身躯变得庞大不说，火焰也变得更加汹涌可怕。我是熔岩之主，我要为主人清扫一切的敌人，获得王月之力的恩赐。炎魂破坏者进化为了首领级的存在，原本只有半米高的存在，竟然一跃成为了2米的火焰之恶灵。到这，
变化才结束。观赛的人们已经麻了，大家都没见过如此夸张的画面。至于张泽，同学们听不到他的声音，纷纷低头查看。没曾想，张泽因为过度的惊恐，竟然被吓得吐白沫了，浑身甚至都在抽搐。不过想想也是，这样一位真龙，又岂是他这样的白痴能招惹的？对方甚至都不需要动手，只需要一句话，张泽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如此强大的落差，谁不害怕？炎魂破坏者首领，等级15，血量4600，魔力2900，智力212，防御力72，技能燃烧，点燃一个目标，使其造成260%的魔法伤害，并且会持续造成1500点火焰伤害，持续3秒。技能火焰冲击，爆发火焰之力，冲击敌人可以造成1800点魔法伤害，同时获得1层火焰之力，最多叠加10层，每一层火焰之力将会提升自身魔法伤害 3%。技能炎爆，凝聚火焰持续蓄能 2.5 秒，随后爆发出一枚可怕的火焰冲击，对方圆10米内造成6000点魔法伤害，冷却5分钟。技能火焰护盾，可以吸收2000点伤害，如果护盾破碎，炎魂破坏者将产生一次自爆，对范围5米内造成2000点魔法伤害。被动火焰破坏者，暴击率越高，造成的伤害就越高，如果是100%的暴击率，那么暴击伤害将会额外提升 25%。 被动燃烧之恶灵，一旦炎魂破坏者死亡，那么将会造成一次恐怖的自爆，伤害为6000点，同时在原地留一片巨大的熔岩，每秒钟造成1200伤害，持续5秒。恐怖的面板展露在所有人面前，如此离谱的属性，让人不禁怀疑，亡灵大帝到底是召唤出了什么恐怖的生物？恐怕单纯的 SS 级的魔法师都不是这个炎魂破坏者首领的对手。而庇护所内，凯瑟琳已经目瞪口呆，自己活了这么多年，这样可怕的召唤生物自己竟然从未看到过，甚至死亡圣殿内的大主教都没有如此恐怖的召唤物。苏寒到底是何许人也？召唤结束，苏寒看了眼倒计时，目前只剩下30秒的时间，刚刚好，准备结束。他便静静等待怪物的刷新。片刻，当天空中的数字清空之后，上百只怪物刷新在平原上。第一层的难度非常简单，只有普通魔物，连一个头目与精英都没有。哥布林，等级15，血量3200，攻击160，防御72，所有的魔物都是一个鸟样。熊山与尼亚配合，两个风系技能就将怪物汇聚到一起。随后5位死亡骑士们的爆发直接跟上，轻松秒杀所有怪物。恭喜你们成功通关第一层，获得积分10点。提示：你们可以直接进入下一层。苏寒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进入下一层。第二层的魔物相较于刚刚实力提升了一些，不仅血量有了 30% 的提升，防御力也提升很多，但依然无法抵挡他的伤害。期间，炎魂破坏者们都来不及输出，怪物就被死亡骑士们秒杀。喂，你们这些呆头呆脑的骑士，给我们一点发挥空间！面对炎魂破坏者的问候，死亡骑士首领回头冷笑：谁让你们动手慢了？主人可是在观战呢，想要获得主人的欢心，就得杀得快一点。而现在，谁出手慢，自然就碰不到魔物啊！炎魂破坏者闻言有些恼火。好，既然你这样说，那就别怪我了。第3层的怪物刚刚刷新，炎魂破坏者积蓄的炎爆就爆发了。只见天穹上一道火焰冲击落下，方圆10米的怪物直接就被清空了。熊山还等着聚怪呢，结果刚走出2步，就看到面前的怪物被蒸发了。我得法，这是什么怪物？听到熊山那震惊的语气，炎魂破坏者首领无比得意。瞧见没有，我才是主人最为厉害的宠物。第55章，掌控全局的指挥能力逐渐拉开的距离。老大，这个炎魂破坏者好凶猛啊！大范围的清场 AOE 技能，简直是太爽了。熊山感觉他们这次能夺得第一，没人能超越。那当然，不拿第一次，我都懒得参加。苏寒的回答霸气十足。绝望之塔这个副本是没有任何补给的，一旦战斗开启，就要坚持到最后，要么死，那么通关，没有第3条路可言。其次，还有一点，那就是技能的冷却。通关1层之后，不管是宠物还是自己个人的技能，都不会得到刷新，而是维持刚刚的状态。这代表着爆发技能要规划，如果提前用，那么遇到棘手的怪物就会难以处理。前5层没什么难度，苏寒与其他选手没什么差距，可以说大家都在疯狂的拉怪，然后一波平推。
输出高低显现不出来，甚至在第5层，苏寒也仅仅只领先12秒而已。此刻，天骄团队内，天恒作为队长，一波风骚拉怪带着32只，输出职业随后爆发伤害，看着割草一般的效果，团队内的刺客莫尘忍不住笑了起来。哥几个，那个狗屁的亡灵大帝也不过如此啊！论速度，我们才是第一。哼，小人得志罢了。我们隐藏这么久，等待的就是今天。团队内，大家都在吐槽，唯独龙城庇护所内的长老却有不同的看法。他看着苏寒的直播视角，眼中满是惊艳。这个职业者不仅实力强大，甚至每一步都是精心策划的，简直是优雅到了极致。而且他和自己培养的团队不同，每一波技能都有自己的安排，而不是胡乱的爆发。其实前几层的伤害大家都差不多，毕竟都是秒怪。可苏寒的团队快就快在没有任何的空档期，也没有休息的时候，从头到尾都在刷怪，每一个技能，每一个控制都在计算中，可以说整整6层都没有休息过。这是何等强大的指挥能力，真是厉害的少年。我看就算是我们庇护所内的团队也不是他的对手啊。圣老，可我们的人速度也不慢。旁边的下属有些不服气，目前他们培养的团队落后的可不多。圣老闻言摇头道，还是年轻，那个亡灵大帝的团队从始至终都没有休息过，也没有任何的爆发。你以为对方只有这点实力，人家能开启噩梦级别副本，可不是泛泛之辈。至今我们的团队都没有开启过。一席话让圣殿的侍从瞬间清醒过来，他转头看向直播间，瞬间瞳孔猛缩。苏寒此刻已经来到了第7层，经历过刚刚的大战，天骄团队正在原地恢复状态，而他却再度开启了战斗。之前的领先由原本的12秒逐渐已经拉开到了16秒。副本内5个人分工明确，和正常副本没有区别。4个酱油引怪，苏寒来完成收割，每一次的爆发与循环都是经过精确的计算，甚至连控制技能的衔接都被卡死。3秒钟之后，熊山释放漩涡；8秒钟之后，尼亚在左侧释放阵风。在苏寒的指挥下，远处速度慢得快，竟然直接被熊山席卷着朝场地中心赶去，而尼亚则是在对方控制结束后补充一个阵风。这专精后的技能能吹出一道强烈的风，将敌人震飞一段距离。那些速度缓慢的淤泥怪在阵风的吹拂之下，跟着旁边的魔物一起位移了数米。看着怪物进入指定范围，苏寒这才开启爆发。凌冽寒风、符文魔剑，连续2个宠物技能，再加上苏寒的王者领域，直接就将魔物们的血量快速的压制下去。来到斩杀线，最终苏寒补充了一波死尸爆炸，完成清唱。而5位亡灵游侠外加上5位炎魂破坏者，则是负责点杀那些血量多的头目怪物。全程几个队员没耗费什么魔力，轻松便进入了下一层。这时他们与第2的团队已经拉开了20秒的差距，可相比起苏寒这边的风轻云淡，排名第1的团队就有些相差巨大了。对方不仅爆发了2个特殊技能，还因为怪物汇聚的慢了一些，差点导致爆发给错位置。副本结束后，他们的魔力只剩下1/5，如今只能坐下来恢复状态。莫尘抬头看了眼排行榜，随后忍不住又揉了揉眼睛，直至他看清上面的数字，这才尖叫了起来。我操，我们竟然不是第1！什么？其他队员听到这话都无法安静了，大家纷纷看向排行榜，只见他们与第1的团队竟然已经有30秒的落差，而且对方刚刚完成了击杀就开启了下一个房间，中间不仅没有停顿，甚至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天恒大哥，他们不需要休息吗？资料上不是说他们就一个隐藏职业？天恒是队长，也是刚刚的风骚坦克，职业为风系血精灵骑士，能打能输出，跑得又快，甚至还具备强大的破影能力，是非常强悍的一个职业。可对方面对这样的情况也有些不解，但现在已经没时间多做思考，如果继续耽搁，差距只会更大。走，我们也继续。他既然不怕，我想10层之前也都没有压力。你们控制一下魔力，不要胡乱的爆发。明白。第8层，这个房间非常不简单，里面的魔物之中有一些是树妖，无法移动不说，甚至免疫控制技能。之前的巨怪在这里根本不适用。老大，熊山看向苏寒，询问该怎么办。后者沉声道：这次拉着怪物走，开火车。所谓的开火车，就是苏寒来当车头，其他人跟随，将那些可以移动的花草魔物将会不断的追杀他们，一边移动一边输出。
将小怪拉扯到头目脚下，就可以定点式击杀。特殊的树妖一共有4只，那苏寒就以4方为目标，其他人引怪，而他来移动爆发。众人明白了意思，快速的分散而去。而看直播的人暂且不知道苏寒的战术分配，但很快他们就张大了嘴巴。苏寒带领自己的队伍，竟然一边冲刺一边输出，杀死第1头树妖后，紧随其后就是第2头。每一个特殊树妖的面前，都有一位死亡骑士在抗怪。清理完一波，根本不管后面残血的小怪，直接前往下一个目标地。而苏寒作为车头，从未停下，全程1分20秒，战斗结束。第56章 7.26 秒通关第10层 BOSS。 而排名第1的团队，他们的战术也很精彩，竟然4个人分散攻击，甚至他们队伍中的治疗者都可以打伤害。原本30秒的优势被缩短了10秒。哈哈哈，这就是我们的强大，我们的治疗职业都可以输出，才比队伍4个菜鸡是无法与我们争夺第1的，就是让他们得意一下就足够了，第1肯定是我们的。龙城团队嚣张的发言得到了无数迷妹的认可，但圣殿的长老却已经不看自己的队伍，反而是将目光看向苏寒的团队。他这边虽然只有1个隐藏职业，可战术的安排实在太精彩了，甚至这位长老觉得普通人看了他的战术后，也能以一个平民的团队完成攻略，最多不过是速度快慢的问题。第9层怪物没什么可说的，大量的兔子魔物，攻击力很强，防御力一般，但速度快。苏寒采取的办法和以前没什么差距，熊山丢漩涡，然后尼亚阵风，以炎魂破坏者的爆发来碾压，速度非常之快。就在大家以为苏寒进入10层之前会休息一下，但他却没有任何停顿。完成攻坚之后，直接就进入了第1个重要关卡第10层。刚刚进入地图后，众人就看到了 BOSS 的存在。岭山霸主，等级16，血量12万，防御力200，技能山石投掷，举起石头砸向敌人的头部，造成一个巨额的伤害，并且还会晕眩敌人。技能无可阻挡，以强大的身躯朝着敌人所在的区域撞击，造成5000点伤害。被动山石护甲，可吸收12000点伤害，如果护甲碎裂，那么岭山霸主将会进入5秒钟的破甲状态，受到伤害提升 30%。 在大家还没看完技能介绍的时候，苏寒的爆发开启了。嗜血，王者领域，视频，白夜欢歌，一轮伤害叠加，亡灵游侠开启了3重连射，恐怖的破盾速度让岭山霸主连开场白都没发出，直接就护甲破碎坐在了地上。而这时炎魂破坏者的蓄力已经完成，有着刚刚伙伴们的暴击叠加，他们的伤害已经来到了巅峰。嘿嘿，终于轮到我们出场了，让你们瞧一下毁灭的世界力量吧。火焰之魂高举左手，发出得意的笑声，其后一枚如同陨石般的火焰快速的从天而降，恐怖的数字从岭山霸主的头顶飞了出来，24322，单体伤害足足24000。这一幕让所有观看之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刚刚大家还在想，为何炎魂破坏者首领如此的嚣张，现在看到这惊人的数字，大家都沉默了。额外 25% 的暴击伤害，外加敌人承受伤害额外增加，暴击率拉满，还有苏寒的饰品与武器的触发，还有降低抗性与防御，这恐怖的数字直接奠定了苏寒的无敌之路。试问谁能在15级制造出这种伤害？而且这仅仅只是宠物。岭山霸主的血量并不高，破甲后直接被带走1/5的血量，这还不算苏寒其他的召唤兽。5秒钟后战斗结束，而另一边的天骄团队还在那闪避技能呢，苏寒却已经步入了第11层。之前的狂妄现在全部变成了笑话。而最为让龙城天骄团队吐血的是，庇护所还整出了一个公告，当前亡灵大帝团队已经击败了绝望之塔的第1位守护者岭山霸主，耗费时间为 7.26 秒。当前亡灵大帝团队已经击败了绝望之塔的第1位守护者岭山霸主，耗费时间为 7.26 秒。当前亡灵大帝团队已经击败了绝望之塔的第1位守护者岭山霸主，耗费时间为 7.26 秒。这个公告一出，所有团队都傻眼了，他们感觉自己好像出现了幻觉，这是不是我们听错了？ 7.26 秒好像是这个数字，但他的输出这么高，不是说只有一个人是隐藏职业吗？墨尘正在灵山霸主的脚后跟输出呢。看了苏寒对付圣殿傀儡后，现在遇到体型巨大的怪物，众人都是一个道理，跟着他秦王绕住。不过他们这破甲结束5秒才打了 80% 的血，
还是说奔跑了过去，对方就结束战斗了？什么情况啊？当灵山霸主灭亡后，墨尘看向排行榜，苏寒竟然已经来到了第12层，距离已经拉开了，甚至还不是多少秒，而是足足的1层。看到这情况，众人被气得吐血。墨尘直接咬牙道：“队长，我们不能停。”谁知天恒却摇头道：“我们已经没魔力了，必须要恢复。”可恶啊！墨尘一拳捶在地上，脸上满是不甘心。他特别瞧不起苏寒，可偏偏对方就是快得离谱。视角切换，10层之后的怪物，明显强度上升了一个档次，精英头目都开始跟着出现，但苏寒还是老样子。巨怪，减防御，宠物爆发。这一次是亡灵游侠，那么下一次就是炎魂破坏者，甚至是死亡骑士。反正他不会一次性把爆发丢完。而作为苏寒的队员，他们的装备也是精心挑选过的，虽然属性一般，可都是能缓慢恢复魔力与生命值的装备。天海学院的讲台上，林娜将苏寒的准备说了出来。副本既然不能恢复，那么就要携带缓慢恢复的，比如每5秒恢复10点魔力值，虽然很低，可是在这种持久战中，越是时间长，这种装备的价值就越大。伤害可以靠手法与身法来提供，但是魔力与生命却没时间恢复。听到亡灵大帝对无法恢复的副本理解，导师们纷纷鼓掌。这样独特的想法真的是独一份。大家都在考虑该如何提升伤害与防御，甚至是治疗。可人家想的却是，如果不恢复，该如何维持状态？如果全程都不用恢复，那么时间自然会拉开。渐渐的，苏寒来到了15层。第57章，杀人先杀马，没了马的骑兵就是瘸子。这里的怪物是无数的骑兵，甚至还手持弓箭。对于很多团队而言，这是一个挑战。骑兵机动性高，防御力强大，而弓箭手则是可以威胁输出职业。老大，这群家伙跑得好快，我们怎么办？简单，杀了他们的马。骑兵速度快，防御高，但你的坐骑不会防御力也很高吧？亡灵游侠与炎魂破坏者只需要破坏敌人的坐骑就可以了，伴随着伤害全部转移到马匹上，骑兵们直接扛不住了。大家都是爱马之人，怎能看着自己的坐骑这样被点杀？可越是看到他们生气，苏寒就越开心，甚至指挥炎魂破坏者直接进行点杀。骑兵中的首领正准备瞄准呢，忽然间一道恐怖的热浪来袭，伴随着12667的伤害飘起，他的爱马没了。骑兵首领瞬间落地。你敢杀我的马？杀了又怎么样？没了马，你就是个瘸子。苏寒竖起中指，直接将嘲讽拉满了。骑兵们愤怒地瞪着他，可没了坐骑，他们的速度由之前的鬼火哥瞬间变成了蜗牛爬行，基本上可以说任人欺辱了。骑兵们想转头逃跑，可无数的减速已经落下。来了这，你还想走？熊山释放完群体缠绕，直接变化为鸟人，开启疯狂输出。而死亡骑士们则是用身体挡住了去路，无数的藤蔓将骑兵们困住。死亡骑士堵住去路，这已经是瓮中捉鳖了。符文魔剑，凛冽寒冬，2波伤害灌注而下。第15层轻松通关。苏寒看了一眼团队内的状态，还保持在 45% 的样子，看来20层之前不用休息了。至于龙城天骄的团队，苏寒懒得去看排行榜，反正只要打好自己的就足够了。从16-19层，压力逐步提升，精英头目基本上每层都有，甚至头目级别的怪物也开始逐渐变多起来。除了苏寒与龙城的团队一直都在快速推进，第2梯队的人已经开始了频繁休息。在苏寒通关后不久，龙城天骄也来到了15层。面对速度奇快的骑兵们，他们气得跳脚。倒不是说对方伤害多高，他们的隐藏治疗职业非常强大，根本不怎么掉血。问题是，这些狗东西打一波就骑马跑了，简直是无耻至极。你们 TM 有种别跑。墨尘作为一个刺客，现在气得快爆炸了。自己刚开启爆发，结果那个骑兵首领直接转身跑了，自己的速度自然是跟不上骑马的。开启的爆发最终只能沦落为清理小兵，怎么能不气？外界目前最高的记录是33层，现在的压力已经逐渐大了起来，毕竟没有恢复能力啊。凯瑟琳，白衣神仆看向大荧幕，眼中多少有些懊悔。凯瑟琳说的没错，得罪苏寒这样的人，多少有些不应该。对方潜力太强了，想超越自己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当前绝望之塔排行榜，第1名亡灵大帝团队目前20层，第2名天骄团队目前17层。原本是10秒的差距，逐渐变成了1层。
现在已经是3层，虽然没有断档，可这样逐步的落后，被彻底落下是迟早的事情。面对如此高压的情况，天骄团队有些着急了。墨尘一边输出一边吐槽：“那个家伙真的不用休息吗？他现在都有些懵逼了，对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速度根本停不下来？第20层应该也是厉害的 BOSS 才对，对方会停下吗？”可墨尘仅仅等待了30秒，公告就再度出现了。当前亡灵大帝团队已经击败了绝望之塔的第2位守护者恶灵之狼王，耗费时间为 27.26 秒。当前亡灵大帝团队已经击败了绝望之塔的第2位守护者恶灵之狼王，耗费时间为 27.26 秒。当前亡灵大帝团队已经击败了绝望之塔的第2位守护者恶灵之狼王，耗费时间为 27.26 秒。这则公告出现，墨尘直接眼前一黑，而天恒的心里也不舒服，再度落后了呀！时间退回半分钟前，苏寒遭遇狼王，那是一头非常可怕的魔物，至少数据面板上会让某些团队绝望。恶灵之狼王，等级18，血量188888，攻击210，防御122，技能嗜血扑友，疯狂的扑杀团队内所有的职业者，并且会在他们身上留下一道永远流血的伤痕，每秒钟300血，直至战斗或者死亡才会消失。扑咬伤害为988伤害，如果没有扑咬到敌人，恶灵狼王会进入狂暴状态，接下来的1分钟内伤害会提升 100%， 冷却时间15秒。技能恶狼咆哮，召唤5头狼崽子进行攻击，期间狼王将会获得 35% 的攻速加成，直至狼崽子死亡，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恶灵之力，召唤一个与自己类似的灵魂，2头狼会一起进攻，伤害不仅会叠加，流血也会，超强的伤害，超强的爆发。这狼王一看可就是输出压力非常大的首领，因为流血会一直存在，15秒一次，对于团队的治疗压力也不小。而苏寒的应对方法是5个人成为五角星，让狼王在原地扑咬，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对方变成了活靶子，可以被大家群殴，同时因为扑咬时原地不动，所以死亡骑士也不用跑。站桩式输出的话，那就简单多了，疯狂输出即可，算上嗜血的爆发，还有15个召唤物的恐怖伤害，连30秒都不到，战斗已经落幕。我刚才还在想，如果找石头规避会怎么样，可看到扑咬失败会狂暴，感觉就不能闪避了。是的，如果拉远了也不好，近战职业没办法输出，定在原地就是最好的输出方法。不愧是亡灵大帝啊，看他打 BOSS 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人们纷纷称赞，哪怕是学院的管理者或者是那些久经战场的人都觉得苏寒太聪明了，看到数据的第一眼就做出判断，简直不是人类能做到的。在苏寒离开副本后不久，天骄团队也过来了，他们看到了 BOSS 后也制定了属于自己的战术，只不过他们选择的是让人风筝一下，降低坦克的承受压力。虽然有些麻烦，但也在2分钟内处理掉了。只不过有着苏寒之前的战术，他们的打法无疑延长了 BOSS 的死亡时间。虽然治疗压力小，但时间越长越容易失误，这就是问题。一旦出现第2头灵魂，压力甚至会成倍的增长。刚刚还是墨尘反应快，来了一个吸引火力，大家全力输出 BOSS 本体才结束了战斗，否则压力会更大。第58章灰烬刺客与治愈储藏。休息期间，天恒看着苏寒的通关时间陷入了沉思，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差距？一边回想刚刚的 BOSS 技能，一边在脑海演练。忽然间，天恒眼前一亮，原来我们的差距是这样，如果原地不动，让他直接扑杀就可以了。墨尘，我们之前的战术错了啊！你想，如果我们原地不动，那么狼王是不是就可以无压力的输出？你也不用跑来跑去的。风筝 BOSS 是不错的战术，能延迟他扑杀技能的时间。可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个问题， BOSS 扑杀对于治疗是好的，可是对于近战的 DPS 和坦克而言，就等于没有输出时间。好像是啊。墨尘反应了过来，大家也明白队长的意思了。虽然他们的战术很不错了，可对方采取了原地发呆战术，让近战宠物一直打输出的话，那么速度毫无疑问是会超越他们。几个队员心头一沉，看来对方那边有战术大师啊，我们不能休息了，恢复的差不多就要继续。哥几个不要隐藏自己的实力了，该展现出我们隐藏职业的强大力量了。明白。墨尘等人逐渐冷静下来，心知现在不表现的话，那就真的是小丑了。他们可以心态失衡，但作为天骄，调整心理是第一要素。第22层关卡刷新，苏寒面前的怪物已经有一半都是头目了，
普通小怪的血量地飙到了10万。是的，你没听错，最垃圾的怪物都是10W 的血量，而头目则是15W， 精英头目是20W。不过，即便怪物的血量提升，他的打法也依旧非常潇洒。巨怪、控制、叠加伤害、爆发，机械化的输出手法，让人看着好像没有什么技术可言，但认真观察的话，却不难发现，苏寒的指挥团队的手段其实非常精细。他在战斗的同时，一直都在精修怪物的走位，甚至是队员的状态与走位都在掌控之中。熊山左侧挪移3个身位，尼亚后退2个身位释放阵风，外加水系魔法，获得指令的2个队员轻松闪避了怪物的冲击。其中，尼亚还将原本准备攻击的法系魔物全部震飞了出去。打断不一定要释放打断技能，比如敌人准备释放魔法，将其击飞或者是击退，施法同样会获得打断。2个石像鬼目标对准弓箭手，正要释放冲击波，忽然间身体被狂风吹起，魔法被打断后，他们还想继续释放魔法，但很快一颗水炮飞了过来，将他们的身体向后推了一段距离。当石像鬼想释放魔法时，却超出了攻击距离。如此精准的判断，令人拍案叫绝。而苏寒队伍内的弓箭手一直都在攻击远处的精英头目，对于身边发生了什么丝毫不关注，哪怕怪物的魔法即将完成，他们都没有任何动摇。这份专注力，这份执行力，简直让人无可挑剔。当然，这也是对苏寒的绝对信任。凯瑟琳看到这里，忍不住赞赏道：“这才是真正的团队啊，默契十足。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配合如此完美的团队。他们是将自己的背部都交给了队友。”苏寒的直播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团队，什么是指挥的重要性。作为他团队内的成员，你不需要多余的走位，也不用想那么多，专注输出即可。此刻，伴随着伤害的不断叠加，怪物们的血量正在疯狂掉落。来到残血之时，苏寒直接一个死士爆炸，完成收割。真 TM 精彩，感觉打得好轻松，我也想去里面打工。为什么我不是天海学院的人啊？要是我被亡灵大帝选中，那该多好。咦，我靠，天骄团队也开始爆发了，他们的技能伤害好高啊，而且里面那个2B 刺客竟然变成了暗影形态，这就是隐藏职业的强大吗？大家闻言纷纷看向隔壁。天骄团队是很强大，可是从副本开启到现在，他们全程被苏寒碾压。难道一直以来这些人都在隐藏实力吗？那是一群防御力非常高的精英头目。墨尘深化暗影之魔，手持2把燃烧灰烬的武器，正在疯狂的砍杀。6722 7688，全部都给我毁灭吧！看似是刺客，可爆发之后，墨尘却仿佛一个战士。他的职业是灰烬刺客，特殊天赋是可以化为一个暗影战士，期间所有的属性都会提升，并且会有无视防御的强大能力。大家都被亡灵大帝逼到了极致，如果再不爆发，只怕他们的差距会更大，甚至连继续闯关的心情都没有了。化为暗影之后，墨尘的攻速提升了足足3倍，持续期间，只要能击杀魔物，他的变身就一直可以持续，最多维持30分钟。虽然这个技能好用，但冷却时间却足足有90分钟。当墨尘爆发结束后，团队内的牧师成为接力，开启了自己的特殊能力——治愈储藏，能吸收治疗的能力，过剩的治疗可以储存为伤害，然后化为鲜血大地，一次性爆发出去。释放后，造成巨大的冲击波，足足有15万的伤害，而且无法被防御减免。当伤害飘起的时候，外界全体哗然。这就是天骄团队的真正实力吗？隐藏职业果然没有一个是简单的。15W 血量，他怎么做到的？我操，这是一个妹子吗？简直是核弹！在5个人的爆发之下，他们与苏寒的团队只剩下1层的差距。第30层，苏寒进入的一瞬间就忍不住笑了，因为敌人是一个大家都认识的老熟人——4级深渊使者穆尼亚。熊山看到对方的一瞬间，脸都绿了。老大，咱能跳开这个 boss 吗？对方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简直是噩梦啊！甚至熊山都不敢打开私信，只因里面全部都是一些调戏自己的话，像什么小狗狗虚不虚，不要主人姐姐啊，姐姐的皮鞭也很厉害哟，踩他喜欢吗？那些私信简直是太吓人了，他这小年轻根本扛不住。第59章，堕落黑骑士33的噩梦房间。看着熊山那惨白的脸庞，苏寒笑道：“你怕什么？一会记得躲好技能，要进入战斗了。”
好吧，其实熊山也明白无法跳过，奈何对方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过于强大了，以至于现在看到就抵触。绝望之塔内的深渊使者，相比起副本里面没有丝毫的减弱，甚至还有所增强。在 BOSS 附近有着足足15个精英头目，每一位都是深渊魔物。魔灵兽，品质精英头目，血量28万，攻击力241，防御力122，技能召唤魔灵虫，如果在1分钟内没有击杀，将会召唤魔灵虫，数量为12只。魔灵虫，一种会自爆的特殊虫子，一旦血量降低到0，就会自爆造成2000点伤害。被动深渊之甲，任何的伤害都会降低 15%。怪物没什么技能，纯粹的恶心人。至于深渊使者，面板和之前一致，没什么区别。苏寒在开怪的瞬间便在团队内说道：直接拒怪，我来嗜血轰杀。几个队员在命令下达的一瞬间就行动起来，各自吸引所有的魔灵兽，将怪物拉扯过来后减速铺垫上。死亡骑士开启拉怪模式，地面化为凄冷白霜，伤害降低的同时，苏寒也开启了又一个新技能亡灵墓园，这样召唤生物的防御力与恢复就能抗住了。地面化为黑暗，无数的墓碑纷纷升起，虽然是虚幻，但给人的视觉效果是非常具有冲击性的。天空变成了昏暗，地面化为了墓园，让人仿佛置身于死者的世界。还没结束呢，来吧，我的仆人们，在黑暗中狂欢吧，嗜血。苏寒施展爆发，红月降临，所有的召唤物进入了疯狂的状态。炎魂破坏者们不断的发射法术，火球如同加特林一样疯狂的喷射，而亡灵游侠也不甘示弱，手中的弓弦一刻不停。小虫子们，接受我的调教吧。深渊使者皮鞭一甩，熊山忍不住怒骂，因为 BOSS 的目标又是他。老子 TM 犯了天条吗？为什么又是我？老大救命！面对小弟的呼唤，苏寒面不改色。关键他也很想拯救啊，问题自己距离远，又没有圣器，所以熊山你就自求多福吧，朝着他脚底丢控制，不要打，明白？众人心领神会，各种减速与控制朝着熊山脚底丢了过去。在对方被魅惑的力量控制的一瞬间，身体瞬间就变成了冰块，同时还有各种的减速，可以说他现在根本就动弹不了。观众们都看笑了，而那些贵妇们却纷纷发出遗憾的叹息。本来还想再看一下熊山那健壮的肌肉，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深渊使者的技能被苏寒化解后，输出进入了常态化。炎魂破坏者甚至趁着对方魅惑熊山的时候，直接补了一发炎爆，恐怖的 2W4 伤害再度飘起。在苏寒宠物的疯狂输出下， BOSS 的血量疯狂下降。很快第二波点名来袭，目标是尼亚。苏寒对着2号弓箭手说道：补上强顶控制，脚下丢陷阱。明白，老大。那个弓箭手伤害也不打了，直接给尼亚脚下丢控制，自己冲了过去。魅惑技能落下，他也被控制了，而尼亚则是输出高一些，全程没停止攻击。6秒钟后 BOSS 倒下。至于深渊的洪流，对方甚至都没来得及施展就结束了。苏寒感觉可能是时间积蓄不够，否则开场就施展的话，谁来都得死。毕竟这只是15级的副本，他这边战斗结束，外面的人则是不由自主地鼓起了掌。太漂亮了，竟然是这样的打法，知道会被魅惑，所以控制起来。我看刚刚听神父大人说，上一次的通关者是牺牲了一个队友才换取的通关，所以33层就扛不住了。正常，这个副本的压力真的很大，比常规的破败圣殿还要可怕。众人议论纷纷。眨眼睛，苏寒已经来到了第32层。房间刷新的瞬间，大家纷纷倒吸一口冷气，这竟然是一群数量众多的堕落黑骑士，血量高，防御高，数目恐怖，可以说是所有团队的噩梦。堕落黑骑士精英头目，等级18，血量31万，攻击力266，防御力240，技能冲锋，以霸体朝着前方冲刺一段距离，造成1500伤害，并且晕眩敌人。技能黑冰附魔，让武器附着冰霜之力，可以造成强大的冰霜伤害，并且让敌人陷入减速效果。技能黑甲之鳞片，释放后可以让附近100米内的黑骑士获得防御力提升 30% 的效果，持续3分钟，冷却15分钟。光环领袖之力，作为黑骑士的首领，只要旗帜在，那么所有的黑骑士都会免疫控制，并且提升 30% 的伤害。霸体无视控制，精英头目有4个，我靠，还有附魔与群体增加防御呢。
怪不得历史最强纪录就是33层，光是这一层可能就拦住无数人吧。不知道亡灵大帝该如何处理。众人拭目以待，而苏寒的队友也感觉有些棘手了。但实际上，苏寒也就感觉还凑合。单体的精英头目有光环，那只要点杀就可以，先不选择群体爆发，直接抽单体就可以。至于剩下的黑骑士，既然风筝不了，那就靠体型卡住。战斗开始，苏寒便开始让宠物们点射，其他的队友依然在吸引大量的黑骑士。4位精英头目被触及到，自然是疯狂冲击过来，他们的速度与战斗力都是最猛的。而远处的黑骑士也冲了过来。天海学院内，所有的导师都皱起了眉头。这个房间一马平川，没有任何的地形可以卡住，也没有任何的石头可以挡住冲锋。为什么亡灵大帝还要拉这么多的怪物？一旦死亡骑士扛不住，那不就要彻底团灭？要知道，黑骑士中不仅有近战的形态，还有远程弓箭手呢。房间内敌人的数量高达400，真的要全部一波拉吗？第60章免疫魅惑与雷电法王。战斗打响，苏寒带头冲锋。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分散之后，没有胡乱的开怪，而是有层次的去拉扯怪物。看着400多只怪物汇聚过来，观赛者们感觉心脏都快承受不住了。这么多的怪，会直接团灭吧？结果当怪物汇聚一团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死亡骑士们竟然没死。这到底是为什么？视角拉近，人们这才发现，原来能攻击到死亡骑士的怪物都是攻击力最弱的盾牌兵。用怪物卡怪物，我操，还有这种方法，太精彩了吧！这个拉怪的方式，近战会卡住后排，学到了，真的学到了，牛皮，真的长见识了。苏寒的方式简直太有效了。黑骑士是一个小型军团，里面是有盾牌兵的，他们的攻击力要低非常多，同时体型巨大，还举着盾牌。如果将他们当作墙壁，那么后面的怪物根本冲不过来。此时炎魂破坏者与亡灵游侠疯狂地攻击着精英头目。冲锋！黑骑士精英头目不断地掉血，所以非常的生气。可当他发动冲击时，却发现自己的身体被前面的人挡住了，冲锋直接打断。攻击也是如此，怪物冲多，可场地说实话，前面的盾牌兵已经把人都包围了，想撤退也不可能，后面还有大量的同伴。如此安逸的输出环境，让外面的玩家们羡慕死了。前一秒是死局，后一秒安逸输出，太爽了吧！拉怪还能这样拉的，我想亡灵大帝就算不做输出职业，当一个坦克也是神级的。那不是废话，这就是差距。你看头目们扛不住了，之前的嗜血已经冷却结束，苏寒在巨怪完成的瞬间就开启了疯狂输出模式，同时开启亡灵墓园与凌冽寒冬，强大的减伤与恢复，让死亡骑士们没有压力的抗下前排伤害。黑骑士冲锋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却被自己的伙伴们用身体挡住。如果怪物可以骂街，现在肯定要痛骂挡在自己面前的这些老六了。要不是他们，敌人早就被自己等人干掉了。伴随着嗜血的伤害提升，一个又一个的精英头目相继灭亡。当4位精英头目倒下后，光环直接消失。这时嗜血的持续时间还剩下20秒，时间刚刚好。苏寒掐准时间，在头目倒下的那一刻， AOE 爆发彻底开启，优先后面的战士。大量怪物的堆积早就让他们身上全部都是瘟疫与诅咒了，而减速与爆发也刚刚好可以一齐释放。怪物如同稻草一样快速的被收割，看似20多万血，可没了光环的压力，就算没有亡灵墓园，苏寒这边也扛得住，因为可以风筝了。全程7分钟，战斗结束，苏寒完成攻坚，顺利进入了下一层。而此时天骄的团队也抵达了30层。面对深渊使者，他们采取的方法震撼观众们的眼球，虽然没有苏寒那样恐怖，但5个隐藏职业者也将自己的强大展示出来。成为我的宠物吧，小狗狗。深渊使者对卓墨尘释放魅惑，苏寒的处理方法是冻结，强行度过被控制的时间，而墨尘则是动用了第2个特殊技能暗影斗篷，释放暗影之力抵挡敌人的一个技能。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招式。看着魅惑来袭，他不退反进，斗篷一甩，直接将魅惑技能抵消。而旁边的天恒也开启了神佑护盾，直接将魔灵兽的爆炸全部吸收。我靠，这就是隐藏职业者的强大吗？还不止呢，你们看他们之中的法师现在也发挥出了巨大的力量。这是一个雷法，之前说过，常规的法师一共就那么几个专精，而雷电法师则是不同的形态。
怪物多就是闪电连锁，疯狂的打 AOE， 而现在单体则是切换形态，雷鸣之龙。从开场到现在，这位雷法根本就没输出过，现在竟然可以召唤雷龙攻击 BOSS。 只见一个可怕的伤害从对方的头顶飘起，42666，麻痹特殊状态，持续15秒，期间怪物获得 20% 的易伤。这个恐怖的数字相当吓人，但冷却也是有10分钟，一般情况他真舍不得用。巨大的雷霆贯穿 BOSS， 直接将其陷入麻痹。其后天骄团队补上输出，而第二波的魅惑则是由天恒直接使用免疫解除。战斗结束，他们也完成了攻略，时间仅仅比苏寒低了15秒。观众们看得热血沸腾，隐藏职业团队还是有潜力的呀。圣殿外，长老看着自己庇护所内的团队大发神威，也是松了一口气，至少没有太丢人现眼啊。其后的战斗，灰烬刺客墨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他与雷电法王去暴杀法系职业，其后天恒自己扛着，强大的坦克力量竟然丝毫不弱于苏寒那边的死亡骑士。双方你追我赶，差距正在缩减，可是怪物的强度也在逐步上升，而目前苏寒已经抵达了33层，也就是上次因此副本开启时的最高纪录。33层房间内，地图非常辽阔，如同哥布林副本一样的大小，有山峦，有河流，怪物密密麻麻。在绝望之塔的讯息记录面板上面为420只怪物，其中精英头目怪物多达15只，头目级怪物有50只，其余都是普通级怪物。最让观赛者们震惊的是，精英头目的血量有 40W， 没开玩笑吧？ 40W 的血量看着就不是一个次元的。400多只怪物，普通的怪物都有20多万，简直是地狱。大家的眼中充满绝望。怪物多其实不怕，可数量如果到达一个恐怖的数字后，任谁也会疲劳的。而且如何能击杀这些怪物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时间太慢，不仅会落后，精神也会扛不住。现在苏寒等人已经鏖战了4个小时没停歇了，高强度的战斗，哪怕是铁打的都扛不住。除了他与天骄团队外，其余所有的团队都开始疲惫了起来。看着怪物的数据，苏寒意外地选择了休息几分钟。这么多的血量，就算是宠物再强，也不可能秒掉，特别是那些头目。苏寒思考了一下，最终将之前的技能点都取消，然后分配在了一个特殊的技能上面。死尸爆炸，等级10，冷却30秒钟，效果消耗50点魔法，点燃死亡的怪物尸体，令其发生 AO 爆炸，每一个尸体的伤害为500点，范围20米。第61章恐怖至极的死尸爆炸，这是最初的版本。随着苏寒的智力提升，死尸爆炸的技能伤害与范围也获得了升级，如今已经是来到了1000点魔法伤害。但这么点伤害肯定是不够看的，所以他将珍贵的技能点赋予了死尸爆炸上面。伴随着技能等级的提升，技能形态也产生了变化。死尸爆炸，等级10，技能2，冷却23秒钟，效果消耗100点魔法，点燃死亡的怪物尸体，令其发生 AO 爆炸，每一个尸体的伤害为1000点，外加500点魔法伤害，随着智力提升，范围30米。等级2之后，固伤与技能伤害波动再度提升，冷却也得到了缩减。但这还不够，再度提升等级，苏寒才满意。死尸爆炸，等级10，技能3，冷却20秒钟，效果消耗200点魔法，点燃死亡的怪物尸体，令其发生猛烈连环爆炸，每一个尸体的伤害为2000点，外加1000点魔法伤害，随着智力提升，范围40米。看着3级的死尸爆炸效果，苏寒这才满意。之前的房间他就感觉伤害不够了，虽然技能点交给宠物也很不错，但面对数量众多的怪物，还得是这种全体 AOE 叠加技能猛。果然，死灵法师这种职业就得玩弄尸体与灵魂才有意思。整理结束，苏寒对着休息中的队员们说道：“准备好，该开启战斗。这次的战术不一样，全程不用管精英头目，我们对准小怪。”明白。外面的职业者们猜不透他的心思，也不明白为何要这样做。如果不卡住怪物，那么死亡骑士会扛不住吧？毕竟他们没有治疗职业。同时，苏寒的爆发也并未是交给精英头目，反而是在开场就爆发了。最让观众们疑惑的是，苏寒的伤害降低了。什么情况？刚刚的宠物还能打出超强的伤害，为什么现在伤害反而低了？我计算了一下怪物的防御，伤害是真的低了。刚刚休息的时候，亡灵大帝肯定调整了什么，但调整的话，
不应该是提升伤害吗？为什么反而低了？说话之人是天海学院的一个分析师，计算能力超强。众人闻言纷纷皱起眉头，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苏寒到底做了什么。当200多只怪物在召唤物的围殴下灭亡时，苏寒来到了尸体面前，高举法杖低吟道：“爆炸才是艺术，在我面前彻底毁灭吧，蝼蚁们！”死尸爆炸，100%的暴击卡住，全体爆发，苏寒都开了。此时他的死尸爆炸伤害来到了一个恐怖的数字：7200、6572、6500。每一个尸体的怪物是6000多的伤害，那么200多只怪物的话，那就是120W。当伤害统计出现的时候，所有观看直播的人都愣住了。他们没有看错吧？这是什么伤害？15级，他只是15级，但是却造成了120W 的伤害，这不可能！15级能造成120W 伤害？骗鬼呢！绝对不可能！不只是外面的人震惊了，就连队伍内的其他人也没想到怪物会如此轻松的就倒下了。看着疯狂飘起的伤害，熊山等人目瞪口呆。我操，老大，这就秒了！我靠，400只怪物瞬间没了，牛！队员们惊呼不已，而苏寒却淡淡一笑：“走吧，前往下一层。”这般的风轻云淡，让4位队员无比佩服。要是他们有这种伤害，估计整个人都飘了。也就是老大轻松造成120W 伤害，竟然还能如此的轻松。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在苏寒的那个世界，虚拟网游非常盛行，根据怪物的阵容改变自身搭配是基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如何与几十亿人争夺排行榜？此刻天恒团队内，他们正在奋力拼杀。相比起苏寒的割草，他们已经是拿出了全部的实力。灰烬刺客莫尘以暗影形态疯狂的冲杀，而他们的队长天恒也在疯狂的放风筝，靠着灵活的走位，还有超强移动速度的爆发，总算是没有让怪物杀死。而其中的治疗职业也是抽空打输出。即便如此，几个人也累得够呛，真的是1秒钟都不敢休息，太他娘的累了。刚刚有好几次我都差点被那些骑士剁了。队长，亡灵大帝那个家伙现在多少层了？战斗结束，几个人瘫软在了地上。莫尘依然关心苏寒现在处于多少层，被他这么一说，天恒抬头看了眼排行榜，随后眼眸猛缩。队长，莫尘见对方没说话，也跟着看向排行榜。只见苏寒现在正处于第37层，而他们仅仅是32，如此巨大的差距，让人难以置信。可刚刚他们不还是追赶上了？现在大家都爆发出了全部的力量，为何差距越来越大了？莫尘想不懂啊。龙城圣殿面前，看着天骄团队的迷茫，无数的粉丝也是目光黯淡。只有亲眼看过亡灵大帝刷副本，才能明白里面的巨大差距。两个团队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不是处于一个层次上面的，甚至说的难听点，根本不在一个次元。5个隐藏职业者是很厉害，可他们输出再高，也不如苏寒那边12个召唤生物伤害高，甚至没有能引爆尸体的技能。对方现在只要疯狂清理小怪，然后一波死尸爆炸就足够了。其刷怪速度如同割草，哪怕不杀200个魔物，就100个，那也是60W 的伤害。现在小怪精英头目最多才40W 血量，伤害早就溢出了。至于天恒团队，虽然有些超标，但也没有过于离谱，偶尔造成了1W 的输出，也算是他们的极致了。而亡灵大帝却是一个完全没有上限的神级职业者。第62章天骄覆灭，39层依然割草。时间流逝，很快天骄艰难的来到了35层。怪物的难度已经让他们举步维艰，成群结队的怪物如同坚不可摧的山岳一样压在每个人的心头。墨尘化为暗影，匕首挥舞的都冒了火星子，最终还是无法完成收割。他不甘地看着面前的怪物，咬牙道：可恶，要是治疗再多一点魔法值就好了。当无数的攻击落下，墨尘被淘汰了。在他之后，队长天恒也因为没有治疗而饮恨倒下。提示：天恒团队已经被淘汰，当前名次为35层。提示：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积分兑换奖励，不过要等绝望之塔通关结束才可以兑换。提示：恭喜你们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请继续加油，勇敢的职业者们。离开副本，天恒几个人都看到了提示音，虽然不甘心，但输了就是输了。队长，我不服气，我想看看亡灵大帝是怎么打的，为什么我们打35层都那么艰难，他却可以随便的碾压。天恒看着墨尘咬牙切齿的模样，转头看向大荧幕，不只是对方，他也想看看
两个人的差距到底有多少？结果这一眼看过去，天恒愣住了。此时亡灵大帝的团队处于39层，四面八方都是怪物，而他居中站位。面对如此茫茫多的怪物，苏寒没有丝毫动摇，甚至早就习惯了。墨尘面露不解，他只是一个区区的法师，就算是隐藏职业，恐怕也扛不住吧。不假法系，是职业者内防御最弱的，基本上近战的怪物过来2刀就能带走。470只怪物，真的不会死吗？天恒也是皱起眉头，要知道他作为一个坦克，最多一波拉30个都极致了，对方一次性把怪物都拉入了战斗，这是要做什么？就在大家不解的时候，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因为怪物的数量众多，导致他们互相拥挤了起来。此刻苏寒的站位显得无比讲究，不仅被自己的召唤生物卡住，四周也是密不透风，根本没有怪物能攻击到他，而能触碰召唤生物的只是一些近战的怪物，笨重又伤害低微，而伤害高的远程职业则是被卡在最外围，中间是精英头目。天恒见状直接傻眼，这怎么会？他完全没有想到拉怪还能这么搞，如果自己学会这种拉怪的方法，之前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他是怎么做到的？太神奇了！怪物的走位，怪物的移动速度，竟然全部被计算在内吗？原来是这样，用怪物卡住怪物。天骄团队的人都被苏寒的拉怪手法震撼到了，可真正吓人的还在后面。当怪物堆叠之后，熊山直接变成小树，无数的光芒从他身上亮起，群体缠绕，阵风，冰冻陷阱。4个队员在聚怪之后释放了控制技能，而原本处于中心地带的法系职业还有弓箭手全部都被阵风打断，大量的减速覆盖，也让他们也无法在第一时间攻击。这时苏寒的嗜血开启，画面内一轮红月出现，4位死亡骑士顶着所有伤害，虽然掉血非常可怕，但有着王者墓园的恢复，倒是没什么压力。亡灵游侠全程都在单点那些远程法系怪物，防止他们释放技能。至于苏寒本人则是抽空打断技能，在大家的配合下，怪物始终没有突破防线。天恒看到这一幕算是开了眼，实力强大，可能归功运气好，但能指挥怪物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这真的太强了。数秒过去，苏寒已经完成了附魔积累的层数，暴击率来到了100%。收割！他沉声一吼，所有召唤生物开始了爆发大技能。天空中一道火光直接冲击而下，炎魂破坏者放肆大笑，让你们尝尝火焰的力量。无数个24000的伤害直接从怪物的头顶飘起，虽然对于30万血量的怪物而言，这点伤害没啥，可已经非常吓人了。我操，24321！墨尘直接爆了粗口，他现在单体爆发最高的技能也不过是13699，就这还是墨尘吹嘘了很久，声称自己是当前伤害最高的职业者，可看到炎魂破坏者后，怎么想之前的行为？怎么小丑？而亡灵游侠的伤害也丝毫不低，3重连射，基本上每轮都是带走 1W4 多的血量。这个数字是如何计算的呢？亡灵游侠现在的基础射击大概在2200左右，提升到暴击之后是在4700，而3重射击是每一轮都在叠加，再配合怪物的抗性减少，一轮基本上都在 2W。 不过因为是纯单体，只能锁定精英头目，嗜血带来的超强攻速让怪物们快速的掉血。此刻天恒疑惑道，为什么他的目标都是那些脆皮的职业？前排的肉盾感觉可以杀死了呀，明明可以杀死，为何都流着一口血？这样一来，只要那个场地技能消失，死亡骑士们瞬间会扛不住。旁边的圣老淡淡道，看着即可。当第一波小怪灭亡之后，死亡的怪物差不多来到了150只，前面的肉盾怪物刚好倒下，看来可以落幕了。死尸爆炸！趁着第3轮的电荷暴击叠加，苏寒开启了杀招，轰轰轰！恐怖的死尸爆炸覆盖方圆50米，无数的小怪尸体沦为炸弹，开始疯狂释放暗影爆炸，巨大范围的 AOE 覆盖整个区域。原本刚刚冲击过来的近战魔物还未靠近，就在暗影爆炸之下沦为了新的尸体，并且朝着下一轮再度的爆炸，将近500只怪物顷刻间全部灭亡。天恒整个团队都张大了嘴巴，这技能也太可怕了吧！利用敌人的尸体造成爆炸，单体伤害是低，可问题无数的尸体叠加起来，这力量就有些变态了，一波足足 90W 伤害，原本就残血的精英头目也纷纷的倒下。懂了，这个职业者不管是对技能的释放
还是对局势的判断都太准确了，永远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你们虽然后面冷静了下来，但还是太稚嫩了。好好看，好好学吧。盛老对苏寒的评价那可是非常高，甚至要不是对方等级过低，他都想促成对方建立学院了。有实力的人就该被重用。至于天恒等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层完成清空，苏寒选择了休息一下，每一层都有休息的时间。来到30层以后，休整时间更是来到了20分钟，刚好可以等一下技能的冷却。还有一点，那就是他可以不用休息，但队员们的精神扛不住如此高压。第63章，最无耻的打法，冰牢即是无敌。已经40层了呀，看着好惊险，不知道这次要面对的是什么。我想肯定会吧，现在亡灵大帝已经是第一了，天骄团队都被淘汰了呀，差距真的好大。无数人在讨论，毕竟30层的 BOSS 已经无比恐怖，而39层的小怪都有40多万的血量，那么40层的首领呢，又是何等的强大。当画面更新之后，一股凛冽的寒风迎面吹来，高阶职业者们纷纷惊呼起来。这画面真的太熟悉了，因为房间内根本就是20级副本区域。雪山，我操，不会吧，20级以上的地图竟然会出现在这里？可这不是15级的副本吗？压力拉满了，跨越一个阶层去击杀 BOSS， 这是不可能的存在。5级，这代表着什么？已经不是单纯的压力了，而是无法跨越的阶级。每5级都会获得技能点，还有学习全新的技能，这差距可想而知。这一次不仅仅是职业者们，连导师们都不认可，而后来则是导师们。岭东地区的怪物真的太可怕了，20级的职业者可以多学会2个专精技能，甚至佩戴更加强大的武器与装备。跨越5级去挑战，压力太大了。副本内，一股寒流迎面吹来，尼亚抱着胳膊，浑身颤抖道：“好冷，老大，这不会是岭东雪山区域吧？我感觉有可能。”熊二一直喊熊山，苏寒感觉不太顺口。熊二就不一样了，很有前世的感觉。听到他的话，熊山挠头道：“那咱们可得小心了，别一会被淘汰了。大家都谨慎一些，争取别给老大别拖后腿。别说这风一吹，我都不困了。免费的时装是可以保暖的，所以大家趁着空闲都更换了一身衣服。”整顿完毕，苏寒开启了挑战。寒冰会摧毁一切。冰天雪地下，一头蓝色长发的男子出现在半空中。冰霜王子达尔，等级20，血量48万，攻击244，防御145，技能寒霜之虎，召唤可以冻结敌人的老虎，朝着敌人追击而去，命中的时候会将敌人冻结，每秒钟掉落700血，持续10秒。技能冰刺，冰霜王子会使用冰之刺来攻击敌人，其速度非常快，甚至可以造成流血效果，伤害为1500的伤害，流血为500，持续3秒。技能魔法之一，有着寒冰之力的冰王子获得冰元素的馈赠，可以吸收8万的魔法护盾，一旦护盾破碎，他将进入疯狂模式，会在范围150米内释放强大的冰霜穿刺，造成3000血量的恐怖伤害。在这之后会进入 25% 的易伤状态，持续25秒。技能冰牢，直接将一位敌人放逐在冰霜之中，无法攻击也无法受到伤害，持续到战斗结束。被动碎冰，将冰冻的敌人击碎，可以造成双倍的伤害，所以请注意不要被冻结。提示：冰牢无法打碎。被动寒霜，连续中2次技能会直接陷入冰冻，强悍到极致的 BOSS， 超大范围的 AOE， 光数据面板就让人看着胆战心惊。墨尘等人正在疯狂的计算，如果是自己的团队该如何应对，可最终他们得出一个结论：非常困难。冰刺的冷却非常快，10秒就一次，哪怕暗影斗篷可以挡掉，可后续的冰刺呢？而且将近50W 的血，有些要命啊！而且这个 BOSS 的压力很大，一旦失误连续2次中了技能，那将会直接进入冻结状态，这状态和等死没区别，容错率太低了。你们怎么看？圣老看向天骄团队，结果天恒几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任何的答案。现实内，这个副本王者级别根本没人挑战，而大家最多挑战的就是勇士，不是没人过，是太艰难了。而现在副本内就是真正的王者级水准。对不起，圣老，没事，不懂没关系。你们先看看亡灵大帝吧，也许他有什么特殊的。圣殿张老板本想夸赞一波苏寒，没曾想画面内苏寒直接让人去硬抗技能，你们几个直接冲刺到了 BOSS 脚下，直接吃冰牢。
明白。4个队员和铁憨憨一样，直接朝着 BOSS 奔去。冰霜王子见状，那能忍？你找死！自然是会让你满足的。无礼之徒，在寒冰之中好好的享受吧。巨大的蓝色光芒将4个人一同冻住了。看着足足有2米的巨大冰牢，人们傻眼了。我靠，这是要干嘛？这是想直接放弃吗？直接冻起来怎么打？太离谱了呀！观赛者群体傻眼，唯独凯瑟琳反应了过来。好小子，竟然这么的无耻！不愧是你啊，神仆大人，亡灵大帝这是……你还看不懂吗？冰牢是放逐一个人，可如果4个人站在一起，那就等于一次性放逐4个。放逐不等于死亡，但也无法受到伤害。你们想想，亡灵大帝的团队是靠什么输出？是宠物，而不是那些酱油。此言一出，众人恍然大悟。我靠，这么无耻啊！那接下来是不是亡灵大帝也要被冻住？干，他真的被冻住了。不过亡灵大帝真的是无耻啊，开启了爆发后才被冻结的。画面内，第2个冰牢降临，苏寒想都不想，直接就钻了进去。可在进去之前，他却将所有技能都爆发了一遍，剩下的就是靠召唤物来打。15个召唤物，在嗜血的加持下，非常的凶猛，特别是炎魂破坏者，简直是 MVP。神赐世界内存在属性克制，例如火克制冰，水克制火，冰霜系怪物，火焰就是他们的弱点。当5个亡灵游侠破盾之后，冰霜王子的身上顿时亮起白色的光芒。你们这些无礼之徒，品尝一下寒冰的咆哮吧！原本就冰冷的地面快速被冻结，凄冷的白霜无比渗人。亡灵游侠与炎魂破坏者早早地躲在苏寒的冰牢后面，当冲击来袭时，他们竟然安然度过。而死亡骑士们也是躲在熊二等人的身后。技能结束，15个宠物再度进入输出的循环模式。什么？冲击可以用冰牢躲？我靠，还是第一次见到，以前怎么没见人这样打过啊？那不是废话，这可是王者级难度的。观赛的导师忍不住提醒，心中则是在想，如果当年知道可以这样闪避技能，估计他也可以挑战王者级别呢。第64章武魂融合，熔岩之主诞生，真是厉害。我以为亡灵大帝只是想靠着冰牢来免疫 BOSS 的伤害，没有想到他竟然是靠着这个来闪避 BOSS 的技能。是啊，被冰牢锁住不代表失去意识，他依然可以指挥，甚至可以指挥得更加从容。论骚操作，还得看亡灵大帝，真 TM 牛皮。BOSS 出来之后，大家都在想如何攻略，可苏寒的每一步动作都是他们无法猜到的。冰牢免疫碎冰，那就可以闪避技能，这就是苏寒得出的答案。现在对方陷入易伤状态，他的宠物们进入了不要命的输出模式，让火焰净化一切，嘿嘿嘿。炎魂破坏者们现在爽了，对方是火焰弱点，本来就可以造成额外10%的伤害，现在有一伤，一个炎爆竟然打出了35000的惊人伤害，看似茫茫多的血量，现在正以惊人的速度下降。寒冰啊，粉碎他们！冰刺贯穿，炎魂破坏者们的身上出现了免疫的效果，伤害虽然有，但纯元素的影响对他们而言是没用的。不过血量的下降，还是让这些小家伙有些难受。好了，好恶心的家伙，好想摧毁你啊！小的们，加油！炎魂首领生气的大叫起来。可似乎是炎魂破坏者的伤害太高了，导致冰霜王子直接锁定了他们，竟然在后续连续释放了3轮冰刺。炎魂首领血量高没事，可他的小弟却倒下了。6000、6000、6000，看着4个高额伤害弹士，苏寒嘴角扬起一丝弧线。炎魂破坏者们的自爆伤害可是非常高的，甚至还可以留下熔岩作为持续伤害。至于小弟死亡，根本不用担心，现在 BOSS 的血量已经降低到了15W 血，只要炎魂首领不死，小弟可以随便召唤，最多只是耗费一些魔法值罢了。但苏寒却低估了一件事，那就是炎魂破坏者的自尊心。看着小弟灭亡，他无比的愤怒。你这个家伙，竟然杀了我的族人，我是不会放过你的！让火焰摧毁一切，让我焚烧这个世界吧！炎魂首领不断的咆哮，整个身体都因为极度的愤怒都不断的变大。原本因为炎魂自爆而残留下来的熔岩，竟然快速的朝着炎魂破坏者首领身体内汇聚。苏寒正纳闷发生了什么，提示音却出现了。你的炎魂破坏者首领因为小弟被杀，产生极度的愤怒，现在领悟了一个全新的被动技能熔岩之主。被动熔岩之主，当炎魂破坏者首领的小弟全部被杀后，
它将吸收所有的岩浆，短暂的进化为熔岩之主，并且会随着吸收的岩浆数量而提升自身状态。每吸收一支，伤害提升 20%， 没有上限。熔岩之主，岩元素的高等状态，破坏力非常恐怖，让火焰净化一切。岩魂破坏者首领吸收了4个小弟的岩浆，变得无比高大，身躯足有10米，手里抡着一根巨大的狼牙棒，而他现在的整体属性都变了。熔岩之主，暂时，等级20，血量12000，能源100点，消耗完解除变身状态。攻击力400，防御力400。技能熔岩流星，召唤一枚流星砸向敌人，造成16000的范围魔法伤害，覆盖面积为25米，并且在地面造成熔岩效果，会持续的灼烧敌人，命中时沉没敌人，耗费10点能源。技能给你一棒槌，抡起火焰之锤，狠狠地砸向敌人，可以造成10倍攻击力的火焰伤害，冷却时间30分钟，强行打断任何技能，耗费50点能源。技能火焰之主的愤怒，身体四周会产生熔岩波浪，持续的给周遭造成伤害，耗费10点能源，变身解除，技能结束。被动熔岩之主状态下可以免疫死亡，但血量清空后会退化为原本的状态。看着庞大的熔岩之主，冰属性的王子都颤抖了起来。属性本就被克制，现在看到对方如此强大，他自然害怕了起来。冰刺没用，火焰流星。看着对方还敢释放技能，熔岩之主直接召唤流星沉默了对方。看着技能被断的王子，他哈哈大笑起来。你怎么不释放冰刺了？你是不喜欢放吗？给爷爷继续放啊！看着一边召唤流星殴打王子，一边嘲讽拉满的宠物，苏寒满头的黑线。这货到底是什么性格？不打嘴炮浑身难受啊！连续5个流星，让冰霜王子的血量疯狂下降。看着对方已经来到了斩杀线，熔岩之主抡起手中的大棒槌，蓄力冷笑：以后记得不要在我面前这么装，给你一棒槌算是个教训。巨大的武器落下，冰霜王子的技能再度被打断，整个人直接倒飞了出去。半空中，一个惊人的伤害数字飘了出来，82461。至此，第40层已经完成通关。因为 BOSS 的死亡，苏寒等人的冰牢也解除了。观赛的圣殿长老不知道该说什么，无耻是真的无耻，但打法却让许多人都长了见识。现在大量的团队都去了冰霜王子副本，已经去开拓了。副本内，苏寒接到了通知，恭喜你通关第40层副本，获得积分10点。恭喜你获得特殊奖励2个自由技能点。注意，当前你已经是积分最高的队伍，请问是否退出？如果退出，你将直接获得本次因此副本的奖励。退出？退个屁！老子还去100层呢！苏寒果断拒绝，别人被淘汰关他什么事？50层就能获得一把15级的白银武器，60层不知道还能获得什么。这种好事要退了，就再也遇不到了。而且现在达到40层后，苏寒甚至都升级了，比副本还爽。虽然累是累了点，可耐不住这里经验高。如果不是隐藏副本，苏寒都想天天带着人刷这里了。外面的人如果知道他的想法，估计会活生生的气死。难度这么高的副本，大家都想避而远之，唯独苏寒想当经验副本刷。第65章，1秒钟25000血，就问你怕不怕？我靠，40层通关，竟然给2个自由的技能点，这奖励太逆天了吧！话说，天骄团队要是再坚持一下就好了。是啊，2个技能点，提升可不小呢。无数的观赛者都觉得可惜。天骄团队的人，如果有苏寒一半的实力，至少这个奖励是可以拿到的。其实不只是他们，天恒与墨尘等人也觉得遗憾。副本内，苏寒将2个技能点分配在了诅咒上面。宠物的伤害提升并不大，反而是诅咒与死尸爆炸太重要了。其他的队员们也庆幸自己获得了2个技能点，脸上满是笑容。41层，当房间刷新之后，熊二等人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了。怪物的数量再度攀升，直接来到了520只。不仅于此，从41层开始，竟然每层都有一个 BOSS。而在远处的山巅上，一头巨大的猛兽正在虎视眈眈。冰霜巨齿虎，等级18，级别 BOSS， 血量45万，攻击力287，防御力200，技能凶猛咆哮，以音波之力扩散附近造成范围15米的大型 AOE 伤害，并且会扩散出冰凌，其中音波伤害为3000，冰凌为500。技能
寒冰撕裂，朝着前方发动攻击，造成1700的物理伤害，持续3次攻击。冷却15秒。技能撕咬，锁定一个目标，开始进行扑杀。一旦被抓住，将会承受10次物理攻击，每一次伤害为1666。这 TM 是个人，每一层都有一个 BOSS 啊！别说了，战斗开启了，怪物是真多啊！战斗开启，苏寒直接调动死亡骑士开始拉怪，而其他的队员也是如之前似的开始聚怪。不过因为压力的增多，苏寒这一次只拉了80只怪物，而且全部都是脆皮。老大，不全拉吗？死亡骑士扛不住，还有一点，那个巨齿虎会进入战斗，全部都拉容易减员。听到他的回答，队员们恍然大悟。是啊，怪物可以用之前的卡位，但是这个寒霜老虎可是会飞扑的，所以卡位置根本没用。80只怪物汇聚而来，苏寒也不墨迹，直接开启嗜血，以强大的爆发直接压血量。在战斗之中，那个 BOSS 果然受到吸引，从山岳上狂奔而下。准备10秒之后，你们开始正常拉怪，速度要快，现在将所有小怪都给我拉过来。明白。苏寒的命令下达，队员们立即准备。在怪物们快要死之前，大量的 AOE 扩散出去，主打的就是一个拉怪。密密麻麻的怪物受到冲击，随着 BOSS 一起冲击而下。苏寒掐准时间，让死亡骑士与亡灵游侠开启爆发。符文魔剑、剑雨，2个 AOE 外加炎魂破坏者的研爆，直接将血量瞬间清空。而此时怪物们已经进入了包围圈，苏寒一个死士爆炸，直接将所有的怪物全部带走。80只怪物，那就是 48W 的血量，刚好将附近的精英头目还有精英彻底的清空。不对啊，这样打的话 BOSS 是不是就死不掉？无数的玩家纷纷皱眉，这么点怪物是炸不死 BOSS 的呀。但有人却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不对个头，你们快看 BOSS 身上有多少个诅咒。被人提醒，大家赶忙看向 BOSS 面板，只见那老虎的身上竟然多了数百个诅咒，并且 BOSS 在疯狂的掉血。这个技能是苏寒10级学会的，现在提升2个等级，效果比之前强了不止1倍。死去诅咒，被动，等级10，冷却5，效果被你杀死的怪物将会产生一个5米范围的死区诅咒，处于该区域的生灵将获得一个持续1分钟可叠加的负面效果，每一个死亡的怪物将会对敌人造成每秒30血的效果，叠加次数50层。这是最开始的技能，而提升2次后效果如下：死去诅咒，被动，等级10，冷却5，效果被你杀死的怪物将会产生一个50米范围的死区诅咒，处于该区域的生灵将获得一个持续1分钟可叠加的负面效果，每一个死亡的怪物将会对敌人造成每秒100血的效果，叠加次数250层。这就是苏寒不怕 BOSS 怪物的底气，1秒钟100血，持续1分钟。当小怪死亡250个后，也就是来到了极致，每秒钟 2W5。就问你怕不怕？之前只是30血，最多也就1500的流血，其实不怎么明显。而现在的话，就有些吓人了。这个巨大的巨齿虎还没耀武扬威呢，血量就哐哐直线掉，10秒25W 的血量直接消失。这还不算旁边的宠物在疯狂冲击，只能说别人眼中的噩梦隐藏副本，在苏寒的眼里反倒是成为了经验副本。短短10几秒，巨齿虎死了，炎魂破坏者甚至都无法变身熔岩之主。看着苏寒轻松过关，墨尘咬牙问圣老：这也算合理吗？为什么不合理？对于强者而言，实力就根本。你不会以为这是什么虚拟网络游戏吧？认清现实吧，孩子，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世界。你的职业象征着你的下限，想要变强，就得看你自己。这位亡灵大帝的职业给你了，能保证有一样的效果吗？勇气、智慧、强大的魄力，这才是促成他加冕为王的根基。如果这份力量给你，只不过是一个强大的职业者罢了。这番话说的墨尘哑口无言。仔细回想一下，人家刷王者与噩梦副本，直接就是单刷。如果是自己，敢吗？有想法吗？只怕也和现在一样，组建一个队伍，然后去升级罢了，根本不会像对方一样变得如此恐怖。反倒是天恒却平静地说：圣老，我想前往天海，我想向对方请教一下。可以，但你只有10天的时间。随后你们要进入圣殿的秘境，这是给龙城专属的副本，也是给你们安排的地方。明白。第66章，逐渐疲惫的成员。苏寒准备单刷了，死区诅咒与死尸爆炸的组合
开始崭露头角。以前伤害是真的低，可是现在的话，却成为了苏寒屠戮绝望之塔的底牌。42层、43层，强而有力的死区诅咒，疯狂折磨着每一个 BOSS。纵然血量提升到50W，也无法抵抗这诅咒的力量。每秒钟25000的持续掉血，试问谁扛得住？还有那无数怪物尸体的爆炸，每一次的收割都是那么的震撼。直至47层，失误终于出现了。苏寒团队内的2个猎人因为精神过于疲劳，从而走位慢了一丝，结果被莫名的 AOE 波及，2秒不到，瞬间倒地。操，你们做什么？刚刚完成拉怪的熊二忍不住怒骂。虽然他也非常疲惫，可却硬生生的坚持了下来。苏寒见状，法杖一挥，2个亡灵游侠瞬间顶替了位置，将原本混乱的怪物再度恢复了秩序。冷静，他们已经做得够好了。平心而论，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点，持续鏖战8个小时，没有怎么休息。这种高强度的战斗，对普通人而言已经是极致了。可是说归说，直接死掉2个队友，肯定无比的难受。苏寒调整了一下战术，虽然巨怪的速度慢了一点，可轻怪的速度竟然丝毫没有落后。10分钟后，又是一层怪物被屠戮。48层，大家都认为苏寒会有些吃力的时候，却没有想到他选择了让亡灵游侠填充那2个队友的职责。没有减速技能真的行吗？那2个射手虽然菜鸡，怎么说减速的能力还是无法补充的。众人议论纷纷，而退出副本的2个队员也是面带歉意。旁边的琳娜安慰道：“你们不用自责，其实已经做到最好了，现在的排名是第1啊，能坚持到这，足以证明他们还是有天赋的。”画面内，苏寒已经开启战斗，来到这一层，是无数的雪山原住民，他们身着厚重的皮毛，有些手持染血的长矛，有些手持弓箭，有些甚至是祭祀荒蛮的巫师。而其中的 BOSS 级怪物，则是一个手持巨斧的彪形大汉。老大，怎么搞？数量限定为100，将速度放慢一些，尼亚负责补充减速，你来负责群体缠绕与漩涡之风，不用减少一些？熊二有些傻眼，都死了2个队友，还要这么搞？苏寒点头道：“继续，不要浪费时间。”上百只怪物受到吸引，疯狂地朝着这里赶来。熊二的头皮都凉飕飕的，无数的箭矢几乎是与他擦肩而过。只能说，要不是保持猎豹形态，凭借自己的速度，必然是要被杀的。熊二跳跃回身释放旋风，尼亚准备阵风。苏寒在说话的同时，炎魂破坏者的研爆已经落了下来。既然没了那么多控制，爆发阶段就要提前，而且密密麻麻的怪物来袭，其实也来不及打断。但只要伤害够，那就不用担心其他。1秒，怪物们被束缚了；第2秒，他们的身体被风汇聚一团；第3秒，刚刚落地的瞬间，尼亚的控制技能跟上，大量的怪物再度飞起。而此时4个爆发完技能的炎魂破坏者已经过来了。面对可以攻击到的对手，怪物们自然不会放过，3两刀就将其全部抹杀。轰轰轰！当炎魂破坏者灭亡时，他们的身体快速膨胀，直接化为熔岩液体炸弹，造成高额的伤害。你们这是在挑战熔岩之主的力量。释放完炎爆之后，炎魂破坏者首领目睹属下的灭亡，直接开启变身，狂暴的力量席卷整个场地。他的巨大爆发直接缩短了输出时间。第一波怪物死亡之后，大量的诅咒快速的扩散，而死亡骑士们的瘟疫也不断的叠加。BOSS 身上的负面属性根本看都看不清。死尸爆炸！苏寒看到对方来到斩杀的阈值，精准释放技能，伴随着爆炸与高额的负面诅咒，这个 BOSS 根本都没来得及进攻，就倒在了地上。尼亚看着即将落下的攻击，被吓得魂不附体，却没想到怪物们都死了。呼，吓死我了，感觉差一点点我也交代了。减速少，自然就覆盖不了全程。怪物刚才的追逐把他吓得魂不附体，但好在苏寒爆发的快，这一层再度过关。第49层，怪物的数量来到600，敌人竟然是一群堕落的刺客，爆发性特别强，但弱点也很明显，防御力低下。苏寒采取的方法是铁桶阵，5个亡灵射手有破影的效果，所以根本不需他们的偷袭，还没跑过来就被点射成为了刺猬。其中的首领虽然具备高级前行，但在亡灵游侠首领的眼中没有任何用处。连续的5个3重射击，直接给对方干得掉了1/5的血量，以血还血。刺客首领知道无法隐藏，直接爆发力量，
他的目标是最为脆弱的尼亚，但苏寒早有预料。水炮！小姑娘还没反应过来，但老大命令早已烙印在潜意识里面。听到的那一瞬间，尼亚就是放了出来。刺客首领被水炮一推，顿时退了一步，而后2个死亡骑士挡在他的面前。苏寒以古盾加持，开启爆发，无数的尸体造成大量的伤害，瞬间将这个首领带走。爆发虽然恐怖，可是能被侦查到，刺客就失去了作用。第49层轻松过关。提示：挑战50层之前，你们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看着绝望之塔的规则，苏寒宣布休息一会。仅剩的2个队友瞬间瘫倒在地上，不断的喘着气。老大，感觉我们快坚持不住了。虽然不想承认，但尼亚感觉自己真的不行了，开始低声啜泣起来。刚刚他就感觉到自己的注意力开始分散了，如果能再集中一点，其实不用老大提醒也可以做到提前防备。熊二安慰道：你已经够坚强了，老实讲，我现在都有些疲倦。600只怪物，什么概念？就算有5个死亡骑士的拦截，也很难做到铁通一样，自己仍然需要走位，一个失误就会被杀呢，所以累是正常的。看着疲倦的2个队友，苏寒说道：坚持一下吧，50层有白银武器，你们替换之后会提升很多，后续我自己来。第67章宠物技能石头一枚，50层顺利通关。老大，2个人惊讶地看着苏寒，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明明还可以坚持的，为什么要单刷啊？我的意思是你们50层之后就可以退场了，剩下的我自己来。可是这是我的命令，而且你们与其耗费心力，不如去外面休息一下，组队升级，现在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合你们了，而且才50层，后续会更难。苏寒无比认真地说道。作为队长，他是有绝对权威的，看到苏寒态度强硬，他们自然不敢多说什么。而且51层，就算苏寒不让他们退场，估计也扛不住了。2个人对视一眼，最终选择了听命。休息时间结束，苏寒开启了新的挑战。第50层，当意念传达之后，房间开始刷新，一个恐怖的首领 BOSS 出现在众人面前。我即是寒霜的代表。凄冷的月光下，荒蛮寒霜部落酋长，等级21，血量57万，攻击力262，防御力212，技能碎冰斧，给武器附魔，提升 25% 的魔法伤害，并且攻击会施加减速效果，持续15秒，冷却15秒。技能冰霜之王的力量，召唤巨大的冰块攻击敌人，在5米内造成4000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寒霜部落的力量，召唤4位强大的部下协助自己攻击，期间每一个部下都会提升给酋长 5% 的防御力，但荒蛮酋长会获得自我减速，每次战斗只能召唤1次，为 75% 血量自动触发。技能天神下凡，当血量降低到 50% 后，该酋长会获得荒蛮之力，无法受到任何控制，同时攻击力会提升 100%。 被动寒霜部落的力量，每隔30秒酋长都会从部落里面召唤出随从，他们会协助酋长进行攻击，数量为20只。相较于之前的 BOSS， 这个怪物堪称十分恶心，无数的职业者甚至会避开他所在的副本。其主要原因便是从冒险等级后，对方就会获得天神下凡这个技能，无法被控制，攻击力还提升 100%。 这打什么？坦克都扛不住对方的斧子，更何况对方还会召唤精英头目，简直是不要脸。在论坛内难度最高的10个 BOSS 里面，这货排行第3。苏寒看着 BOSS 的技能有了想法，等会熊二，你们就躲着，别进入战斗。好的，老大。战斗开启，5个死亡骑士开始缠着 BOSS。 虽然对方的力量很强，但实际上死亡骑士们还暂时可以扛得住，特别是苏寒还施加了减伤。30秒后，第一波小怪刷新，苏寒没有秒杀他们，而是选择风筝，一边拉扯一边带着他们在部落里面绕圈圈。还真别说，这样的打法让 BOSS 很恼火。他是酋长，自然是熟悉家里的地形，可部落会限制的走位，再加上时不时的来一个减速，简直是恶心至极。时间逐渐拉长，第2波小怪也降临了。苏寒对着熊二吩咐，群体缠绕，这个技能最多可以束缚5秒，如果不攻击怪物，是能维持的更久，最长10秒。现在苏寒要做的就是拖延战斗的时间，然后让 BOSS 召唤更多的小怪。伴随着时间推移，小怪很快就来到了200只，死亡骑士有些扛不住了。苏寒当即下令，4个炎魂破坏者当即顶上，伴随着爆炸的响起，
熔岩之主也跟着出现，它的诞生极大的吸引了火力，并且提升了输出伤害。很快，这些小怪们都被绞杀了。200层的诅咒，外加200个死尸爆炸 ，BOSS 瞬间灭亡。此刻能站在场上的，除了苏寒的2个队友外，就只有5个亡灵游侠，一个炎魂破坏者首领，还有一个死亡骑士首领，外加死亡骑士，剩下的都死了，可以说有些惨烈。战斗结束，一道光芒从天而降，恭喜你击杀了绝望之塔50层 BOSS， 获得积分10点，获得15级白银武器一把。作为本次攻坚的 MVP， 你将额外获得奖励，恭喜你获得低级防御系宠物技能11枚，使用后可以领悟1个防御系技能。2份奖励的降临，让苏寒有些惊喜，没想到这副本还有 MVP 这一说，真是瞌睡送枕头。苏寒正缺这种东西呢，之前他就听说过，神赐世界存在宠物技能石头，可以让宠物领悟全新的技能，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得到了。既然是防御，那就选择死亡骑士吧，给弓箭手与法师增强防御，纯粹是扯淡。目前能用的也就只有死亡骑士符合条件。当苏寒捏碎石头后，原本就非常强大的死亡骑士当即领悟了一个被动技能。提示：您使用了低级防御系宠物技能时，您的宠物死亡骑士们因为天赐聪慧领悟了被动技能灵魂链接。灵魂链接，宠物们获得强大的契约之力，受到的伤害可以均摊给所有同属性的宠物，并且获得 15% 的减伤。此刻苏寒的死亡骑士们多了一个被动技能，不断受到什么伤害，他们5个都会均摊伤害，同时在受到伤害的时候自动减免 15% 伤害。苏寒看到技能效果直呼太强了，原本死亡骑士们就有吸血效果，现在有了减伤与群体分摊，基本上一个不死，其他的死亡骑士都不会死亡，甚至他现在都可以说自己根本不需要坦克。后续的副本直接让死亡骑士横扫即可。这边熊二看着到手的白银武器，忍不住激动道：多谢老大，没有你估计我不知道多久才能混上一把白银武器。因为考虑到后续，他选择了法系的武器，而尼亚也是如此。2个人都获得了一把符合自身职业的法杖，属性都是极品。而苏寒在看完死亡骑士的技能后，也领取了自己的武器。提示：检测到你的专精为召唤系，你将获得符合该专精武器，是否需要领取？如果想要选择其他武器，可以修改。领取。绝望之塔内，苏寒是需要大量 AOE 的，可过了这个副本，他总归是靠着宠物打输出，当然是专精最为舒服。随着他的选择，一把漆黑的法杖出现在半空中，它的整体造型如同白骨，而法杖的顶端更是一个恶魔的头颅。第68章莫纳时刻白骨之杖，恶心的雪山剑圣。莫纳时刻白骨之杖，等级15，品质白银，智力加120，耐力加80。效果：你的宠物在攻击时可以获得 3% 的吸血效果，没有任何冷却。效果：协同攻击，你和你的宠物攻击时会触发协同之力，伤害各自提升 15%， 持续15秒，冷却时间15秒。特效：白骨之符文，主动力量，释放一个白骨的符文，站在上面可以提升150点智力，持续1分钟，如果移动则效果消失，冷却时间10分钟。相比起白夜欢歌，苏寒只能说这把武器才是最为适合自己的。之前的都是大便，全程 15% 的伤害提升，甚至还有爆发技能，但这些都不算什么。 3% 的攻击吸血，简直是神来之笔。苏寒的队伍没有坦克，偏偏有了灵魂链接，现在更是提升了全体回血，单刷根本没有丝毫的压力。好了，你们可以离开了，辛苦你们，接下来我自己单刷吧。老大加油，老大加油啊！2个人先后告别了战场，副本内只剩下苏寒一个人孤零零的前进着。除此之外，排名第3的队伍也已经来到了30层，他们便是风吹雪团队。虽然艰难闯关，但这份成绩真的相当不错了。而外界，一位无比美丽的女子面露惊愕地问：妹妹，她就是你说的同学？是的，姐姐，我也没有想到苏寒的实力会有这么强大。不只是姐姐震惊，尹天雪都愣住了好吗？她做梦都没有想过，曾经的同学会有如此强悍的力量。50层，那可是刷新了历史的记录，甚至超越所有圣殿培养的天才啊！这成绩太可怕了。那等他打完，我一定要和他讨论一下副本的事情。妹妹，你来帮忙联系一下怎么样？没问题。2姐妹坐在一起，画面中苏寒正在休息，他的魔力消耗的很多，
但泉水可以每秒恢复3%。不一会，苏寒就起身前往了下一层。尹妹儿疑惑道：“他不需要休息吗？这都奋战快10个小时了，竟然一点都不累，太不可思议了吧？”姐，苏寒可是我们学院内精神力评测最高的人，那也不应该啊，就算是精神力强大，也不应该啊。如此高强度的战斗，他应该早就疲惫了才对。可现在苏寒却精神奕奕，仿佛休息了一夜，注意力如此集中，真的是太恐怖了。51层，怪物的数量再度提升，已经是620只，血量也更上一层楼。现在他是单刷，没有任何的队友，也没有任何的帮助。可面对如此数目的怪物，苏寒选择的方法依然是群拉，有着灵魂链接，外加吸血。苏寒的死亡骑士可以随便扛着怪物，一个死亡骑士扛着10几个怪物根本不叫事。既然无法上100只拉扯，那就几十只，等怪物快死亡再拉扯第二波，让诅咒与瘟疫不断蔓延。同时苏寒的爆发也很快，这一把武器的提升让他刷怪更快了，基本上15分钟就完成了2波怪物的清理，整个房间也只用了40分钟。战斗结束，死亡骑士们都没怎么掉血，观赛者们早就麻木了，甚至刚刚看到苏寒进化了宠物技能都没什么反应，因为震惊太多了。就算苏寒能召唤古龙，大家也都觉得正常，因为苏寒本身就是一个变态。其后的战斗基本上没什么意外，死亡骑士们的减伤覆盖，还有灵魂链接、王者墓园，各种的 buff 叠加，23级的精英怪物竟然也没什么压力，一路平推，最多速度慢一些。晚上9点，经过数小时的鏖战，苏寒来到了第60层。BOSS 是一个岭东雪山区域的一个强者，攻击力强悍，爆发凶猛，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的缺陷，甚至没有召唤小怪的能力。雪山剑圣，等级24，血量62万，攻击力270，防御力210，技能落影斩，爆发强大的力量，朝着敌人劈出凶狠一刀，造成2500伤害的同时，会叠加95%的一伤，并且下一刀必然会暴击。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雪中飞鹰，作为雪山的剑圣，其剑术非常高超，锁定最远处的一个敌人，击飞沿途所有的敌人，命中之后造成连续4刀伤害，每一刀都是1500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如果敌人死于刀刃之下，那么冷却会立即刷新。提示：该技能无法造成暴击。技能岭东屏障，以强大的剑术劈砍空气，造成一道风之屏障，可以吸收所有飞行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被动雪中漫步，每次攻击或者是被攻击，暴击率都会叠加，提升到100后才会拥有真正的暴击，在接下来的5秒钟内，伤害必定暴击，但效果生成后会陷入虚弱状态，攻击速度大幅度下降，同时会进入易伤状态，受到20%的额外伤害，持续1分钟。我靠，是雪山那个贱人！妈的，以前我们试过，这个傻逼 boss 天天杀脆皮，就算是我们2个坦克都扛不住4连斩，更傻逼的是还会释放屏障吸收伤害，真的是恶心。对啊，大家都恶心吐了。我见过有人带3坦克，可是还是被这么个货砍死，什么雪山剑圣，直接叫雪山刺客好了。天天突击后排，职业者们看到 boss 的面容忍不住怒骂，很多人都在他手里吃过亏，算是雪山区域第2恶心的 boss 了，近战得有人扛着，这也就罢了，这个货关键还锁定外圈的脆皮，真的是要多烦有多烦，而且一旦击杀目标将会立刻刷新技能，你就说恶不恶心吧。人们在怒骂之中，某个职业者祈祷道，希望亡灵大帝开发出什么恶心的战术，让这个傻逼也来尝尝死亡的味道。说的没错，亡灵大帝加油啊，开发一点骚套路，让我们也虐一虐这个傻逼。出口恶气。副本内，苏寒看到 BOSS 的数据面板，直接笑了。我想外面的大伙肯定会觉得这个 BOSS 恶心吧，其实他也是一个傻瓜，是 BOSS， 让我来教教你们。面对这种 BOSS 该怎么玩？听到他的自言自语，人们疯狂点头，何止是恶心，简直是受罪啊！大佬，您就别墨迹了，直接来吧。第69章，白银套装上衣，黑暗之村的线索。战斗开启，苏寒直接让5个死亡骑士上前扛着，后面的10个远程宠物开启疯狂攻击，如同正常的攻击模式一样，没什么区别。你们这些敌人，受死！雪山剑圣挥舞自己的长剑，直接爆发攻击，被命中的死亡骑士瞬间掉血，同时多了一层 buff， 大家明显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主动承受。其后瞬间后退，其他的死亡骑士跟上补位，
BOSS 后续的攻击没有一伤，打得根本不疼。原来是这样，错位承受攻击，近战一刀虽然可怕，但那伤害完全扛得住。聪明啊，替换承受伤害。那锁地的技能呢？职业者们无比认真地观看着，不敢遗漏一丝一毫的细节，甚至不少人都开启了录像。这攻略真的太珍贵了啊！令人奇怪的是，自从进入战斗之后，苏寒一直都和自己的宠物们站在一起，并且就在 BOSS 的身体周遭持续的攻击让对方无法抗住。狂风啊，替我格挡一切吧！剑圣动用技能，直接想挡住前面的伤害，可他刚刚有所动作，苏寒就已经带着大部队移动到 BOSS 的身后，同时死亡骑士也跟着转移。正前方的风之屏障根本没用，人们目瞪口呆，就这么简单。可实际上，如果贴身打，结果就是这么的简单。你在前方释放屏障，那我移动到侧面，你肯定挡不住吧？第二个技能再度被破，人们纷纷鼓起掌声。大家一起都是走得太远了，并且害怕被锁定，反而导致技能都被吸收。那足有4米的屏障，怎么想都难以绕过。可是如果贴身，则是不浪费1秒钟的输出，全程都可以打伤害。而这时苏寒又有了新的举动，他竟然带着大部队不打输出了，直接转头就跑，后面改前列。死亡骑士们也跟着跑了起来。这是不打了？众人面露疑惑，只有细心的人才发现 BOSS 的能量已经来到了90，再打必定会触发被动，每一次的伤害都是暴击。而此时 BOSS 的锁敌技能还没施展过，一旦使用必然会杀死一个召唤物吧，甚至可能直接团灭。但凯瑟琳却想到了 BOSS 的第二个技能锁敌4连斩，他是无法触发暴击的。当死亡骑士首领超越苏寒的时候，他当即下令让亡灵游侠开启攻击。转火开始，雪山剑圣身体四周的雪花瞬间变成了无数的白雾。你们这是自寻死路，哈散！他怒吼一声，直接锁定最远的一个敌人，而对方赫然是死亡骑士首领。只见雪山剑圣变成一道白光，直接冲击过去，手中的剑刃直接开启4连斩击。虽然强大，但他的被动无法使用。而与此同时，苏寒开启了嗜血，全力输出爆发。因为暴击触发过后，这个剑圣就虚弱了，趁他病，要他命。20%的一伤下，苏寒的伤害极为恐怖，协同加上白骨符文，光是亡灵游侠一轮射击都能造成3W 血，更别说属性克制的炎魂破坏者，恐怖的伤害一波接一波。1分钟内，对方再度进入暴击状态。可这时，苏寒早已让死亡骑士来到了人群的后面，对方的冲击依然没有效果。2个坦克，自然是有2个坦克的打法。人群永远都是居中，这就是定点式击杀。坦克作为靶子，对方只会冲锋最远处的，一旦对方释放屏障，那就大团转移位置，开始的移动只不过是苏寒的一个测试，对方的锁敌到底是否能免疫暴击。现在是真的，那就是不用移动，2个坦克当作靶子，任由对方冲锋，可暴击却会被苏寒掌控。如何控制好这个爆发点，就是 BOSS 的关键。2分钟不到，雪山剑圣灭亡倒下。这一场战斗看得人们热血沸腾，大家以为的困难竟然如此简单。以前的2个坦克也是站位不对，导致各种的灭团，现在发现坦克就在远处发呆就可以了，大团转圈，坦克不用走，真的是发呆木桩。我操啊，竟然是这么的简单。我们之前都在做什么？快走去刷剑圣，里面有近战武器。冲啊，争取在亡灵大帝突破到20级之前，我们开启噩梦副本。冲冲冲！人们连直播都不看了，直接去雪山副本，甚至尹妹儿都被队员呼唤离开。无奈他只能暂时放弃观看，但自己的妹妹保证会录音，所以就算离开也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副本内 BOSS 死亡后，苏寒来到了17级。不仅于此，他还得到了特殊的奖励与装备。恭喜你击杀60层 BOSS 雪山剑圣，获得积分10点，获得神秘地图的线索1个。提示：恭喜你获得白银布甲上衣苍白之闪电。苍白之闪电等级15，品质白银，智力92，耐力68。特效：攻击时有10%的概率触发闪电来攻击敌人，造成1000伤害。套装：银河帝国佩戴3件套，可以触发流星之力，让智力提升200点。套装：银河之力佩戴5件套，可以获得银河之力的庇佑，攻击触发特效，对敌人造成最大血量1%的削减。出处：绝望之塔 BOSS 在50层之后必定会出，小怪有1%的几率爆出。看着装备，
苏寒无比欣喜，没想到这里竟然出了白银装备，竟然还是套装，真不错啊！装备自带特效，1000伤害不说，套装的效果更加可怕，特别是那个1%的消血，简直是越级杀怪的神器。爆率看来不高啊，有机会凑齐一套。苏寒信心十足，特别是死亡骑士获得超强减伤，这让他更加坚信100层不是梦想。而且有了这个套装，后续探索副本也会变得更加简单起来。至于神秘地图的碎片，苏寒看了眼，黑暗之村线索上面有着任务，因为处于副本内，暂时无法探索。不过看坐标似乎距离上次获得的地图碎片很近。第70章黑色之流光，寒潭之主的陨落。61层依然是雪山的怪物，可拥有了一件白银特效上衣之后，苏寒的画面就变得精彩起来。无数的闪电噼里啪啦，疯狂的触发，看似几率不高，可苏寒这边算上本体，足足有16个单位，10%，基本上每秒都会有一个人触发。而运气好的亡灵游侠，甚至能连续触发3次。而死去诅咒每次跳动的流血伤害也会触发。看着无数闪电在击打怪物，天恒团队内的法王脸色有些发青，到底谁才是雷法呀？这么一会的功夫，特效伤害都打了5万血，真是不要脸啊！有着强力坦克，苏寒刷怪虽然慢一些，但脚步却从未停下。62、63、64、65，时间逐渐来到深夜。当他抵达69层的时候，等级也提升到了18级，好快的升级速度啊！仍在观战的人们不由得惊呼，可旁边的却摇头道：快！你想想，亡灵大帝刷了多少个金银头目，还有头目级的怪物，不说别的，咱们就算整体数量来到69层，最少7000只怪物，换作是谁都能升级了。众人纷纷醒悟，是啊，7000多只怪物，还是跨越5级来刷，这经验肯定高。第70层，苏寒遇到的怪物是一头巨大的寒潭鳄鱼，寒潭之主温彻斯特，等级23，血量72万，攻击力294，防御力274，技能甩尾，挥动尾巴造成巨大的伤害，并且会将敌人击退，伤害为3000血，冷却1分钟。技能撕咬，朝着前方的敌人发出凶狠的攻击，造成4000血的同时，会让敌人陷入流血状态，每秒钟掉落500血，持续5秒，冷却2分钟。技能超级冲撞，凝聚寒霜之力，发动强力的撞击，造成5000伤害的同时，还会让地面触发冰冷效果，1分钟一次。被动寒霜鳞片，受到伤害降低 50%。 狂暴10分钟内没有击杀将会获得 200% 的攻击力。朴实无华的 BOSS 看着很简单，可他却是岭东地区最为恶心的 BOSS。 是的，你没看错，这就是最恶心的 BOSS。 妈的，真的是这个傻逼鳄鱼，又肉输出又高。话说这该怎么办？10分钟的狂暴时间真的可以吗？关键不是输出，而是这个 BOSS 天天乱跑，比如他的冲撞你是可以阻拦的，但问题是不管你闪避还是阻拦，对方都会冲锋，而这样的结果就是输出时间不够，强行拦截，甚至可能死亡。众人闻言纷纷点头，怪不得是最恶心的，防御高，伤害高，还到处乱跑，这样的 BOSS 是凡人，而且时间一到直接狂暴秒人，谁不害怕？大家本以为苏寒需要思考时间，可没想到这位大佬直接来到了山脉边缘就开了怪。 BOSS 受到攻击，直接从水潭冲了出来，体型足有6米的怪物，光是看着就给人一种压迫感。苏寒一边输出一边吸引 BOSS 来到了山脚下，四周左右都是山壁。来到附近时，他便停下不动了，安逸地开启输出。死亡骑士站在 BOSS 的前面分摊伤害，苏寒与自己的宠物们分为两边站位，尾巴根本没有人，这样的站位令人眼前一亮。等等，这个东西有点意思啊！某位负责分析的导师忽然间想明白了什么。当鳄鱼发动冲锋时，大家终于明白苏寒为何要拉扯怪物到边缘了，因为怪物的冲锋会直接撞击墙壁，在这途中，死亡骑士只需要两侧闪开，就能轻松规避伤害，其后朝着对方的腹部疯狂输出即可。看似输出压力大，可实际上傻瓜式站位，根本不用担心伤害的问题，无脑输出即可。当 BOSS 冲锋结束转头的时候，5个死亡骑士再度调整站位，让 BOSS 的头始终对准山壁，每一次的重复都让 BOSS 撞击即可。至于输出的问题，来到9分钟的时候， BOSS 的血量还有 25%，
众人都以为伤害不足，但这时苏寒却当4个炎魂破坏者直接送死去了。甩尾触发，炎魂们惨叫一声，化为炸弹发动自爆。这个时候苏寒的状态是拉满的。暴击，伤害，武器触发，一个自爆，便是4000的输出，毕竟有 50% 的免伤，而4个就是16000，18万血量瞬间掉下去一截。而不等 BOSS 反应过来，熔岩之主登场了，让火焰净化一切。愤怒的炎魂首领直接就来了一棒子，恐怖的伤害顿时刷出。寒潭之主温彻斯特吃痛怒吼，猩红的目光锁定熔岩之主，可他刚转头，又是一棒子捶了过来。看你妈呀！斩杀线内伤害提升，这一棍子下去又是上万的伤害。而苏寒的其他宠物则趁着注意力被吸引疯狂输出，30秒不到，靠着嗜血苏寒完成了斩杀。运气不错的是，他再度获得了一件套装。恭喜你击杀70层 BOSS， 寒潭之主获得积分10点，获得复职业熟练度10点，随机附魔图纸1张。提示：恭喜你获得白银布甲下装黑色之流光。黑色之流光，等级15，品质白银，智力92，耐力68。特效：攻击时有 35% 的概率触发流光效果，提升自身与宠物 20% 的攻击速度与施法速度，还有移动速度。持续5秒钟，冷却10秒钟。套装：银河帝国佩戴3件套，可以触发流星之力，让智力提升200点。套装：银河之力佩戴5件套，可以获得银河之力的庇佑，攻击触发特效，对敌人造成最大血量 1% 的削减。出处：绝望之塔 BOSS 在50层之后必定会出，小怪有 1% 的几率爆出。这竟然是增加速度的裤子，属性很强啊！白银装备的效果让苏寒有些惊讶，虽然不是伤害类型，但提升 20% 的速度非常关键，哪怕只有5秒钟。如果你细算，1分钟是可以触发4次的，而且概率是 35%，3次攻击必定会触发效果。